神域网游开启倒计时72:0:34，里面的数据将会反馈到现实，请主人早做准备。一大清早，牧尘看到神域游戏的宣传海报，脑袋里面就出现了这样一道信息：我这幻觉好像越来越严重了。牧尘嘀咕。几天前，他做了一个近视眼矫正手术，手术很失败。刚下手术台，他就看到了提示：全知神眼已觉醒。然后他就能看到所有事物的一切信息，甚至能看到一点未来的宿命。比如他看到公司前台妹子，就能知道妹子今天穿红色蕾丝的苦茶籽，明天穿纯粉草莓印花的，后天穿黑色性感镂空的，就像是自己成了全知之神一样。但是牧尘也没空去验证，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神域这么神秘，都已经预告了好几年了，还没有任何的消息。你说3天就3天？牧尘嗤笑一声，认为这些都是扯淡，肯定是那些医生给自己开的药有问题，让自己出现了幻觉。他不再理会，继续刷视频。但是下一刻，他的屏幕竟然强制跳转到了一个直播间，直播的不是人，而是一团黑雾，看着神神秘秘。我是神域制作人，我宣布网游神域将于72小时之后的8点整开启。彼时，所有人都可以通过游戏设备进入神域网游。曾经的神域公布也是这样的手段，所以这真是神域官方。这公布距离牧尘看到提示刚刚过去34秒，精确到秒。全知神眼的提示是真的。与此同时，他的脑海之中再次出现了一些信息：神域由银河系主神开发，全银河系同步进行，目的是为了培养出足够的强者，对抗3年后的侍女超星系团入侵。3年后，所有游戏数据都会降临现实，届时地球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灾难，请主人尽早准备，以免死在3年后的对抗之中。牧尘愣了一下，难怪到处都在宣传说神域真实度会达到100%，几乎和真正的世界没有任何两样，会成为人类生存的第2世界。原来这款游戏是银河系的主神打造，3年之后其他星系入侵确实可怕，但是自己拥有全知神眼，知晓一切，等到神域开启，肯定可以把握一些先机，登临乱世之巅。既然这游戏会重新树立秩序，我也没必要上班了。牧尘盘算，这2年我天天加班到半夜，也存了70万了，在巨变来临之前花不完，根本花不完。钱这东西够用就行。打定主意，他直接把老板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翻起身前往游戏设备专卖店。专卖店的设备五花八门，最便宜的游戏头盔都要18000，反正以后钱会变成废纸，所以牧尘选择了一款高端游戏舱，30万，还带着营养供给系统，可以供人20天不吃不喝。他付了款，留下了地址，让人把游戏舱送回家里。离开设备店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个阴冷的青年。青年染着黄毛，穿着旺仔短袖、紧身裤和豆豆鞋，在怒视他。穆老六，是你！言语间都是滔天的恨意。啊！牧尘懵了，自己都不认识这人啊！这人为什么莫名其妙叫自己老六？虽然自己打游戏最喜欢蹲草，那也不至于一个不认识的人也知道自己是个老六吧？心中正疑惑，他已经看到了一道信息：姓名李爽，年龄25岁，家庭地址天海市九龙区城中村38户。李爽前世是神域炙手可热的高手，危机降临之后投靠其他星系强者，混得风生水起。但是30年后，李爽奉命伙同其他71人在一个上古遗迹之中执行任务，被穆老六牧尘利用时空风暴坑杀。众人因为时空风暴100亿年难遇的巧合，重生回神域网游开服3天之前。他们都以为重生的只有自己，想要凭借记忆提前获得机缘崛起。牧尘看到这些提醒，愣了一下，因为被穆老六牧尘利用时空风暴坑杀这几个字太显眼了。这双全知神眼也是，自己不就是坑杀了大量强者吗？怎么可以戴着有色眼镜这么评价自己？牧尘很不爽，就当什么都不知道，继续消化信息。李爽记忆之中有一个超级机缘，有一个公墓的守墓人在游戏降临现实之后，在坟场之中找到了一块至尊骨，至尊骨融入胸口，可以获得至尊级天赋上苍之手。守墓人在游戏降临之后，凭此成为全球顶尖战力，守护蓝星20年，最后战死在星空之中。李爽要在游戏降临之前拿到至尊骨，获得至尊级天赋。那块至尊骨就在天海市的8号公墓133号墓碑之下，这是李爽记忆之中最好的机缘。之后还有几个机缘，李爽记得并没有那么清楚，毕竟李爽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重生啊。牧尘彻底消化了李爽上一世的信息，要是从李爽上一世挑选一个关键词出来，不是奋斗，不是享受，
也不是磨难、受辱等等，而是穆老六。穆老六，人人得而诛之。李爽更是对穆老六恨之入骨，因为穆老六破坏了很多次他的好事，把他一手打造出来的强大工会给覆灭了，把他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灵兽给烤了吃了，把他最钟爱的33号技师劝从良了，总之他被穆老六坑了一生，最后直接被穆老六利用时空风暴坑杀。我这么阴险吗？沐尘看着李爽对自己的评价，心虚的摸了摸鼻尖，在内心反驳：胡说八道，我可是阳光开朗大男孩，你这样诽谤我，我马上就去挖那块至尊骨，不给你留机缘了。第2章，墓地里的至尊骨。随着沐尘的解读，李爽也反应了过来，他神色有点闪躲，内心道：差点忘了，现在是神域开启的3天之前，现在世界的秩序还在，甚至网游开启之后的3年，秩序从来都没有变过，直到3年后游戏降临现实，强者们才建立了全新的秩序，所以想报仇也不能趁现在。李爽冷静下来，努力收起自己对沐尘的憎恨，笑呵呵道：没事，我认错人了。然后就用恶毒的目光目送沐尘离开。良久，他总算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进入设备店。您好，买什么？服务员微笑问道。李爽直接掠过所有设备，一个都没看，而是走到了设备店的角落，那里有个老旧的破烂2手游戏头盔。李爽长出一口气，幸好这个游戏头盔还在。他是个好吃懒做的精神小伙，10个人坐一桌，点一盘花生米都要凑钱，实在是穷，买不起游戏头盔。而且他的信用也不好，上辈子他花了半个月才借到网贷，买了个18000的头盔。不过凭借卖兄弟的义气，他很快就弥补了时间的差距，混得风生水起。但是这一辈子不一样了，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这个游戏设备店有这么一个老旧的2手设备。他刚花18000把头盔拿到手，这个2手破烂头盔立马被另一个人拿下，这是他一生之遗憾。现在这个遗憾弥补了。这个多少钱？他指着头盔问。店员愣了一下回答：这款设备太旧了，都不怎么好用了，你要的话3000拿走。价格果然没变。李爽内心大喜，立马掏出自己找10几个兄弟凑齐的3000块付了款。这就是重生的优势啊，立马就能获得机缘。拿到头盔，李爽喜笑颜开。上一世我错过最佳发育时间，都能成大高手，这一世等我采购好物资就去找至尊骨。至于为什么要先采购好物资，因为他买不起游戏仓，所以打算凑钱买几个月的食物和水，直接不出门了，窝在家里好好练级。毕竟现在高1级，游戏降临之后就会强1分。至于至尊骨，反倒没有那么着急，毕竟至尊骨在3年之后才被人拿到，只要自己在进入游戏之前拿到就好了。我准备的这么充足，穆老六，你等着吧，我很快就能把你踩在脚下。沐尘回到家里没多久，游戏仓就被送来，一直等到天快黑，他才收拾了一下，买了一个铁锹，买了些纸钱，打车前往公墓。至于为什么等到天黑，废话，大白天的谁敢去掘坟？你敢？必须要到晚上才好办事。距离公墓3公里的时候，司机就让沐尘下车。沐尘走到已经是晚上了，站在公墓外面，沐尘就可以看到一点绿色的微光，如同鬼火。不会有鬼吧？沐尘有点心惊胆战。好在很快就有信息在脑袋里面浮现了出来。至尊骨光芒源自上古仙道至尊身体的骨骼，光芒不散，万古长存。果然是至尊骨。沐尘拿上东西就要进去，看守公墓的是个老头，姓名张古，年龄68，本来将于3年之后获得至尊骨，最后战死在星空深处。但是至尊骨被穆老六提前拿走，好在子女孝顺，可以安享晚年。我 xxxxx。 沐尘看着这些信息，已经在内心破口大骂了。这什么垃圾神眼，为什么总是诋毁自己？自己才是主人啊，胳膊肘老是朝外拐干嘛？大晚上的，你来做什么？老头问道。沐尘道：我从外省过来，来迟了，要烧纸。原来是外省过来的，不怪你不知道，我们这公墓闹鬼。老头提醒，指着深处的绿色光芒道：看到没，那边一到晚上就会有鬼火烧起来，并且伴随着女人的呜咽声，盗墓贼见了都要跑路。沐尘低着头，没想到至尊骨竟然沦落到这种下场，被人以为是在闹鬼，难怪司机也早早把自己丢下跑路。老头道：你快走吧，不要在附近晃悠了，天黑了，我也要快点回家了。沐尘摇头：不行，我辛苦赶来，总要上个坟。那我不管你了。老头说罢，立马骑着小电驴带上自己的大黄狗离开。只有一个沐尘，进去之后找到133号坟墓，上面没有署名，而且在散发绿色光芒，
就像是鬼火，而且确实有女人的呜咽声。月光洒落，让这片公墓变得格外惨白。沐尘抖落一身鸡皮疙瘩，给这个无名氏的墓烧了一些纸。如有得罪，切莫怪我。说着，他就开始挥舞铁锹挖坟，一直到半夜，他才挖到骨灰盒。不对，不是骨灰盒，而是一个精致的玉盒。打开盒子，里面有一小节肋骨，散发莹莹绿光，给人一种生机勃勃之感。也是在拿到至尊骨的瞬间，沐尘看到了这位仙道至尊的一生。这位至尊生在荒古年代，出生在一个叫做石村的地方。他天生胸口就有一块至尊骨，里面蕴含着一种强大的宝术，名为上苍之手。他犹如大鹏，历经万难，一路扶摇直上。他洗尽铅华，独断万古，承受无穷孤独。但是，哪怕是宇宙，也有化为起点的一天。更何况是人，没人可以永存世间。宇宙几度覆灭，过了一个又一个100亿年，这位至尊终究是离开了，只剩下一块骨，永恒不朽。摸到至尊骨，沐尘可以听到一道女子的哽咽，那是妻子对这位至尊的思念。至尊为凭动乱，一去无归，独留他等在定情的火桑树下，一日又一日等待。火桑花年年开，年年谢，我怕是等不到了。这一道声音直刺人心，可歌可泣，可悲可叹。你为了守护荒古，愿独断万古，现在这种意志，就让我来承接。沐尘观看了至尊无穷岁月的苦难，不知不觉之间，竟然也被感染，拿起了这块骨。骨骼之中涌出无穷无尽的符文，散发滔天绿芒，融入沐尘的胸口。第3章，未来帝女帝。下一刻，沐尘感觉自己的力气强了不少，加班2年，身体被掏空的疲惫感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生机勃勃。卡卡，他拿起一块石头，捏了一下，石头竟然被他捏成了细沙。这就是至尊骨，刚刚移植，已经可以让自己在地球上当超人，不动用核武，谁能杀他？不过自己拿了别人的机缘，就这样走了，实在是太不尊重人了。所以他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羊皮纸，上面写着一句话：这儿的机缘我先拿走了，很感谢。然后把盒子放回去，把土填好。沐尘很注重华夏的礼仪，又磕了几个头作为感谢，把剩下的纸钱全部烧了，起身离开。但是走到墓园出口，他却听到了一阵吱吱的声音。至尊骨都被我拿了，怎么还有声音？沐尘头皮发麻，该不会真的遇到鬼了吧？他内心惶恐，顺着声音来的方向走了过去，很快就看到了一个穿着破烂的小丫头，可能是太饿了，孤零零在墓地偷吃贡品。沐尘虽然没什么大本事，但是最见不得人间疾苦，一有空他就会带上吃的去福利院帮助那些孤儿，也曾想收养几个孩子，但是一直没成功。现在看到这种场景，沐尘有点哽咽，像是喉咙里卡了一根鱼刺。很快他就看到了女孩的一切，姓名无名，被父母抛弃的弃婴，11岁。此人童年虽然不幸，一直在流浪，实际上他却是本宇宙气运的集大成者。在游戏降临现实之后，他不靠前期游戏的积累，依旧崛起，800万年之后成为绝世女帝，镇压宇宙一切敌，并且在最后的大战之中镇杀3尊至尊，在星空深处打出一个3亿光年的宇宙空洞。从此他被人称作古今第一帝。沐尘愣了一下，绝世女帝竟然在墓地偷吃贡品，这也太惨了呀。他走上前去，小丫头还在瑟瑟发抖，啃着沾满灰尘的馒头。不要吃了。沐尘刚刚开口，小丫头就像是一只受惊的兔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她看着沐尘瑟瑟发抖，眼睛里面都是泪水。我不是故意要吃的，我已经2天没吃饭了，太饿了。小丫头努力解释。沐尘看着她的模样，内心一疼。沐尘也是孤儿，小时候爸妈刚还清房贷，带他出去庆祝，出车祸走了，只留下自己和一套房子。他半工半读，拼了这么多年，才有一点好生活。但是比起自己，这个小丫头更加不幸。别怕，我不是看墓地的人。说着，沐尘拿出一点香肠、小蛋糕和大瓶红茶，这都是他带来，准备掘墓的时候补充体力吃。来，吃这些。沐尘说。小丫头怯怯诺诺，不敢拿。沐尘看到了更多信息。女帝幼年被孤儿院收养，但是在里面经常被虐待。那些护工对待这些孩子，就像是对待猪狗，只给吃他们剩下的饭菜。要是护工不说开吃，谁开始吃饭？要挨打。女帝手上有很多伤痕，就是那时候所留。沐尘抓起小丫头的手看了一眼，果然有很多疤痕褪去留下的印记，像一把刀，刺痛人心。别怕，吃吧。沐尘温柔道，把蛋糕拆开，塞到她手里。真的可以吗？真的。小丫头立马送进嘴里，狼吞虎咽，一边吃一边哭，呜呜，
第一次有人给我这么好吃的东西。沐尘拨开小丫头的头发，柔声道：“跟我走吧，以后我有一口肉就分你大半口。”小丫头警惕性很低，拼命点头。沐尘又问道：“有名字吗？”“没有。”“别人怎么叫你？”“臭乞丐。”这个称呼让沐尘心里一酸。他温柔道：“我叫沐尘，以后你跟我姓沐，就叫沐油油吧。”沐油油本该是沐尘妹妹的名字，为什么说是本该？因为她母亲死的时候还怀着孕，医生透露过是个女孩。沐油油是他们为那个还没出生的女儿取的名字。要是父母不死，油油也该11岁了。所以沐尘看着年幼的女帝，触景生情，感觉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就把这名字用在了女帝身上。小丫头颤抖着声音，满是泪花：“我有名字了，我有名字了！”她格外激动，但是却不敢抱沐尘，生怕自己脏被沐尘嫌弃。“以后我就是你哥，不用怕我。”沐尘说着，把沐油油揽入怀里，紧紧一抱。有点臭臭的，也没有什么血脉相连的温暖，但是沐油油表现得这么乖巧，还是让沐尘生出很多好感。他把沐油油带回家，给沐油油洗了个澡，刷得干干净净，把脏乱的头发打理成2根马尾辫。收拾干净后，沐油油格外白嫩可爱，活脱脱一个小精灵。只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瘦过了头。睡觉的时候，沐油油像个八爪鱼，紧紧抱着沐尘不放，生怕一松手就发现这一切都是做梦。就这样到了次日，沐尘起了个清早，带沐油油也买了个游戏舱。没有自己的帮助，沐油油都能成女帝。现在有了自己的帮助，沐油油会崛起得更早。或许遇到我就是气运之女的气运。之后，沐尘又带沐油油到医院检查了一遍身体，长期的营养不良让沐油油各项身体指数都无法达标，必须要吃些药才能好转。拿些好药。沐尘提醒医生：“哥哥，不用花这么多钱的，我感觉也没什么大问题。”沐油油很紧张，生怕沐尘乱花钱。“没事，你不用管，我有的是钱，不给你花也不下载。”沐尘道。马上游戏就要开启了，自己有至尊骨，在游戏里面也能觉醒出至尊天赋，到时候利用游戏赚钱，速度飞快。退1万步来说，哪怕这一切都是假的，自己现在的力量也是真的，就跟超人一样。自己又不是某漫画家笔下的狗空，光修炼不顾家，自己随便干点啥都不缺钱花，所以花钱之类的随便了。他督促医生开了8000多的药，去缴费处缴费，那边的医生忽然开口：“穆老六，是你。”第4章神级天赋觉醒时，沐尘抬起头看向眼前的女医生。这女医生很漂亮，鹅蛋脸毫无瑕疵，给人一种开了10级美颜的错觉，身材也十分火辣，穿着一身白大褂，胸前的第2颗纽扣被撑开了。但是对自己这称呼让沐尘很警觉，难道这又是一个重生者？有了气运之女，自己运气还真好，这么快就找到了第2个重生者。来，让杰哥康康，你经历过一些什么？记得一些什么机缘？沐尘看向女医生，立马看穿了一切。姓名李瑶月，25岁，性格放荡，利用长相和身材上位，毕业2年已经评到了医院职称。网游神域开启之后，李瑶月继续凭借身体上位，成了神域时代的全球高手之一。3年之后，游戏降临现实，李瑶月再次投靠其他星域强者，用身体上位，因此混得风生水起。30年后，伙同其他71人一起执行侍女超星系团强者发布的任务，被穆老六沐尘利用时空风暴坑杀，重生到了30年前。果然是一个重生者。在李瑶月的记忆中，神域开服之后，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升级。但是1个月之后，有一个人才刚刚进入游戏，选择了剑士职业。那人想着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所以也不强求实力，只当娱乐，闲了就上号刷几个兔子，练练走位。就这样花了1年半，在新手村里面刷了10万只兔子之后，激发了一个新任务，拿到了一个可升级的无级别神器。从此这人一路猛干，一把剑杀穿蓝星。因为其刷怪的地点在新手村十里坡，所以也被称作十里坡剑神。但是这人最终还是陨落在了星空之中。那一日全球默哀。李瑶月打算进入神域之后，就专心刷兔子，刷10万只兔子，拿到那个神器之后再进行发育。沐尘挑眉，这个宝贝还真不错，而且等到自己觉醒了至尊宝术，刷野的速度肯定可以比别人快很多，所以这个神器最终还是自己的。只是沐尘有一点不明白的，既然这女人已经重生了，就应该抓紧时间买设备，直接辞职跑路啊！为什么还在医院？难道这医院里还有其他机缘？果然，他很快就看到了其他机缘，其中有一些机缘是和李爽记忆之中的机缘重合的。重合之后，那些机缘披露出来了更多的细节，
时间和地点因此变得更加清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机缘就是，在李瑶月记忆之中，天海三院太平间来了一个无人认领的尸体，半个月后才送往火葬场火化。这个尸体火化之后，剩下一小节指骨，火沾到就灭，水沾到就蒸发，金属不能伤之，土不能掩埋其光芒，木不能容纳之。这一小节指骨落在了一个富二代的手里，被带入了游戏。进入游戏之后，指骨变成了一块神级天赋觉醒石。可惜富二代并没有神级天赋，但是也觉醒出来了圣级天赋，一路升级成了蓝星10大强者的代表性人物。李瑶月就是因为不知道具体位置，所以这2天一直都没有辞职，有空就趁着职务之便去太平间寻找那一小节指骨。不过因为三院收着许多没身份的尸体，所以尚且没有确认哪个是那个尸体。沐尘恍然大悟，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沐尘在李爽的上一世之中也看到过这一小节的指骨的记载，但是很模糊，沐尘根本分不清。没想到可以在这儿看得更加明确。神级天赋觉醒时，虽然不能完全觉醒至尊骨的天赋，但是也能觉醒出部分，所以必须要拿到。沐尘心里想着，总算是开口了，笑道：“我们认识？”李瑶月立马摇头：“没，你长得很像我一个故人。”沐尘笑着点头，就当没有看到李瑶月对自己的仇恨。行了，给我缴费，抓药。沐尘道：“好。”李瑶月接过收费单，看了一眼上面的名字，沐悠悠，是你什么人？李瑶月好奇。沐尘道：“妹妹。”李瑶月有些惊讶：“妹妹？沐尘竟然有妹妹？他这辈子才知道啊！”他探出脑袋看了一眼沐悠悠，一看就知道这个小丫头很老实，老实的孩子最棒了，最好欺负。上辈子沐尘阴险，而且毫无破绽，树敌无数，但是所有人都没办法制裁沐尘，因为沐尘无父无母，爷爷奶奶也都走得早，也没有其他7大姑8大姨之类的亲戚，甚至没有女人，简直是个毫无破绽的男人。现在他知道沐尘有妹妹就好办了，等到将来游戏降临现实，要是沐尘依旧那么跳，他可以抓到沐尘的妹妹来威胁沐尘。沐尘也不知道李瑶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要是知道，他恐怕能笑醒。你抓了我威胁这丫头，还有可能成功，竟然想着抓了这丫头威胁我，这和绑架了孙悟空、敲诈贝吉塔的2个大聪明有什么区别？沐尘缴了费，拿了药之后就离开了。不过把沐悠悠送回家里之后，沐尘就准备好出门。你去哪儿？沐悠悠十分紧张，捏着沐尘的袖子，生怕沐尘出去就不回来了。不怕，手机给你，你自己玩，等我回来。这是我们的家，花了800多万买的，我总不能家都不要了。沐尘笑呵呵揉着小丫头的脑袋，给小丫头拿出来一些零食，叮嘱小丫头吃完了要吃药，自己则是一路飞驰前往三院。太平间本来应该有人值班的，但是沐尘就挑他们值班医生吃饭的时间，长驱直入，进入太平间。目光从一个又一个的尸体上飘过，内心有些麻麻的。我怎么总是和墓地跟尸体打交道？沐尘嘀咕着，很快就看到了一个尸体的信息：净悟和尚，少林寺俗家子弟，无父无母，一生乐善好施，做的好事已经多到数不清，于5天前突发心梗死亡。最终净悟和尚的一节指骨变成了一颗金色舍利子，这是顶尖的舍利子，可以激发人的慧根，放在神域游戏之中可以激活神级天赋。第5章重生者开始行动。沐尘长出了一口气，拥有全知神眼就是好，根本没有李瑶月那么麻烦，不用一个一个找，只需要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只是当他走过那些尸体的时候，看到很多尸体都没有手，肯定是李瑶月干的。不愧是重生者，上辈子或许已经经历过很多次的杀戮了，这种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沐尘感觉有点反胃，给那些人盖上白布，很快就走到了净悟和尚的尸体之前。净悟和尚是俗家弟子，所以习惯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也留着头发，看着十分和善。让沐尘惊讶的是，净悟和尚已经在这放了5天了，肉身竟然没有任何腐朽的征兆，靠近了甚至可以嗅到一点点的清香。不愧是高僧。大师，你一生帮过那么多人，我拿了你的骨头实在太冒犯，但是我必须要做，否则无法激活我的至尊天赋。3年后侍女超星系团入侵，就没人能站出来护着蓝星了。沐尘说着就把手伸向净悟和尚的手指，那是左手拇指的第1节指骨已经发生了变化，浑圆如玉珠。净悟和尚如同在天有灵，在沐尘把手伸过去之后，轻轻一捏，那1节指骨竟然自己脱落了下来，落在了沐尘的手里，就像是车好的珠子，带着一种温热的感觉。这颗舍利子对沐尘的身体也有影响，给沐尘的感觉，拿在手里的时间久了，会让身体越来越健康，百病不侵。感谢大师恩赐。沐尘就和之前一样，跪在大师身前，为大师叩首3次，然后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1行字：
宝骨已拿走，感谢大师恩赐。这自然不是给大师看的，而是给重生者李瑶月准备的。毕竟沐尘这人很善良，不想看着李瑶月来来去去白忙活，给个提醒才好吗？留下了这个纸条后，他就转身离开。他并没有埋葬大师的意思，因为大师四海为家，死后也想埋藏功与名，不想被人铭记。沐尘就让其如愿。他离开之后，夜幕降临，值班医生回来了，又坐了一会，就看到了李瑶月。李瑶月道：“你们去休息吧，我来替班。”值班的两个人都笑了起来，道：“李医生，听说你最近替好多人值班了，你人真好。要不是因为医院要求，谁愿意来太平间值班？哪怕他们这些当医生的都不信鬼，但是内心还是毛毛的。”李瑶月替班，他们自然开心，立马走人，让李瑶月一个人来。李瑶月上辈子是一个人见人怕的魔女，曾经坑杀100万人，炼制过一个宝物，所以面对这些尸体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畏惧之心。她昨天已经偷偷割了10几个人的手了，但是带回去火化，没有一个异常的。好在她的时间很多，有半个月的时间慢慢找。只是今天在她要割第15个人的手掌的时候，却看到这个人的手上有一张纸条，宝骨已拿走，感谢大师恩赐。她忽然愣了一下，一瞬间思绪万千。没了，没了，那块神奇的骨头没了，怎么可能？这件事怎么可能会有第二个人知道？他咆哮一声，快要把肺都气炸了。虽然他对上辈子的事情记得并没有那么清晰，但是也知道这块骨头大概在半个月之后，尸体被火化的时候才被人发现，最后落在了一个富二代的手里。为什么这辈子不一样了？难道我的重生也引起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他自言自语。上辈子这个游戏开启没多久，国家立马介入其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几乎把游戏当成了第一世界。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国家这是疯了，竟然做这种事情。但是3年后，侍女超星系团降临蓝星的时候，国家立马派遣大量强者对抗。这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庆幸，知道国家当年的决定有多么正确。李瑶月一直都怀疑国家肯定提前得到了什么消息，现在看来的确如此，国家肯定是知道了游戏降临的端倪，而且国家肯定有什么设备检测到了这块神骨，所以提前拿走了。可恨可恨！龙国，老娘和你们没完！将来老子杀你们1亿人来炼制那个宝物！李瑶月几乎抓狂了，但是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还好，这只是现实世界，国家的一些特殊设备能检测到不凡的宝物，但是进入神域世界就不一样了。他嘿嘿笑着，神域可是银河系的主神打造出来的游戏，凭借蓝星人类的水准，绝对不可能影响到神域世界。只需要自己进入神域世界之后，好好杀兔子就可以了。杀10万只兔子，激活那个任务。拿到神器之后，再想办法找一个高级的天赋觉醒时，觉醒自己的天赋。等到自己的皇级天赋觉醒，配合神器，自己依旧可以在神域世界之中称霸。这就是重生者的好处。既然这儿的骨头已经没了，那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儿了。他当即决定辞职，明天准备一下游戏的设备，后天早上8点整准时进入游戏，然后用自己的美貌勾搭一些人，让他们帮自己打残兔子，自己补刀。10万只，最多挤1个月，自己就能完成。天海市九龙区城中村38户，这儿是另一位重生者李爽的家。在忙碌了2天之后，李爽总算是把该买的物资全都买上了，总共好几千的食物和饮料摆满了整个客厅。随着夜幕降临，李爽也准备好了铁锹，然后叫来了自己的7个好哥们，准备出门。大半夜的，你拿上这么多铁锹干嘛？其他几个精神小伙问道。去8号公墓。李爽道。啊？其他几人傻了，半夜带着铁锹去公墓，傻子都能猜到去干嘛？你疯了？听说8号公墓在闹鬼。他们劝说。李爽认真道，你们信我吗？信，信就跟我走，我带你们发财。李爽信心满满，上辈子他把自己这些好兄弟全都卖了，才混得风生水起，这也是他的一个遗憾。之所以遗憾，并不是因为他为出卖了兄弟而愧疚，而是因为后期他得到了一个神奇的技能，可以潜移默化炼化7个傀儡，当做自己的替身。当自己要死的时候，就可以借尸还魂，把自己的灵魂转移到其他人的身上，让自己重生。第6章，墓地的骨，我先拿走了。这个技能可以说是一个神技，只要可以练成，他就可以拥有8条命。在乱世之中拥有8条命，想想就爽。但是施展条件十分苛刻，必须要用对自己毫无防备的人，用长时间潜移默化的方式来炼制傀儡。前世李爽卖兄弟卖得太早了，导致他虽然得到了这个神技，却找不到合适的傀儡，就像是太监逛窑子，
好在这一世还有弥补的机会，他打算好好培养一下这7个好兄弟，到时候就能拥有7个强大的傀儡了。猴子、竹竿，你们都准备一个铁锹，跟我走，去找一个东西。李爽道。他打算让这些兄弟一起跟着自己去挖坟，毕竟跟着李爽混3天饿9顿，他们这小体格子简直就像是8根火柴人。8个人一起挖一个坟，估计都有一些难度。好，我们这就准备。几个人立马找了一个铁锹，8个人骑着2个鬼火，如同阿三叠罗汉一样，风驰电掣到了8号公墓。看守公墓的老头早就回家了，只有8个精神小伙，如同百鬼夜行走进墓地。咦，之前我来这边扫墓的时候是下午，明明看到了一道绿色的鬼火，还有女人说话和哭泣的声音，怎么现在没有了？一个鬼火青年纳闷开口。李爽也有些不解，他知道鬼火实际上就是至尊谷的光芒，为什么现在没了？难道自己记错公墓了？不应该啊，自己当年陪着兄弟过来扫墓，可是亲眼看着至尊谷出事，很快这件事情就被龙国压了下去，所以除了自己，很少有人知道守墓老人的崛起方式。不管了，1天2天没绿光罢了，有可能只是正常现象，快点挖坟。说着，几个人已经找到了133号墓碑。这块墓碑没有署名，一群精神小伙你一敲我一铲，挖到了半夜，总算是挖到了一个预制的盒子。挖到了，挖到了！8个精神小伙都是一阵惊喜，一个个欢呼起来。就是这个，这里面有宝贝！李爽哈哈大笑，打开，快点打开！几人打开，里面空空如也。不对，有一张羊皮纸，有一张纸，这就是你要找的宝物吗？几个大聪明都无比的兴奋，道：懂了，懂了，我懂了，这是一张藏宝图。藏宝图啊，以前我只是在小说里面看到过，没想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藏宝图。双子，你也太强了，竟然知道坟墓之中有一张藏宝图。他们都看向李爽，哈哈大笑。李爽也懵了，至尊谷怎么成了一张藏宝图了？难道自己并不是重生到了原本的宇宙，而是重生到了多元宇宙？毕竟重生这种事情自己是独一档，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快点看看藏宝图上写着什么。李爽放平了心态，催他们看藏宝图。以现在的月亮根本看不清，所以他们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照亮的不仅仅是一张图，也是他们的美好未来。但是仅仅只是一个瞬间，他们就愣住了，因为上面只有一句话：这儿的机缘我先拿走了，很感谢。这个瞬间，李爽如遭雷击，至尊谷被别人捷足先登了，而且还留下了一张纸羞辱自己。啊！龙国，你敢夺我机缘！李爽的脸变得像是吃了一个死孩子，大声惨叫。他也和李瑶月有一样的想法，认为自己的重生引发了一些蝴蝶效应，让国家提前察觉到了这儿的至尊谷，拿走了至尊谷。我的脑袋里面还有数不清的宝藏，等我变强，不管你是谁，我都要把你的至尊谷挖出来。他冷哼一声，彻底平静了下来，看向那个玉盒。这个盒子的重水虽然不是太好，但是这么大的一块玉石也能卖个20万。他带着兄弟们回去卖了盒子，一人配了一个游戏头盔。你们都准备好，明天8点钟准时进入游戏，我带你们练级赚钱。李爽道。作为重生者，他完全可以走技术流，练级的速度可以快很多。好，几人都点头，随时准备着。转眼就是第3天早上8点，神域开服的时刻。牧尘并没有着急进入游戏，因为他知道现在进入游戏的人太多，一个新手村根本就容不下，这样他就要和木悠悠分开了。他们等到了下午3点，彻底错过了游戏开局的高峰，这才进入游戏。我们的游戏仓放在一起，相互连通，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联系我。牧尘叮嘱木悠悠。好。木悠悠躺在游戏仓里，乖巧点头。一进游戏就来到了职业选择界面，职业分法师、射手、战士、盾卫、牧师、刺客、修仙者7大类。修仙者，牧尘有点诧异，没想到6个西方职业之中竟然夹杂了这么一个龙国职业。说回来，木悠悠就是一个修仙者，最后成了仙帝，超越神明，镇杀数个至尊，一战打出了一个3亿光年的宇宙空洞，这绝对是最强的职业。但是当他要选择修仙者职业的时候，却听到了系统的警告：修仙者传承已经断绝，最难升级，技能最差，请谨慎选择。牧尘皱眉，谨慎选择？要是不选这个，3年后游戏降临现世，自己还玩个屁，直接投降。所以他不管3721，直接选择了修仙者。请输入你的昵称。系统提示：取名，我必须要给世人一个好印象，不能让世人进入
我是老六的误区。沐尘思来想去，还是叫了个纯情大男孩。这么恶心的名字，也只有他可以取得出来，竟然一变过。希望这辈子那些重生者对我的印象可以改观，叫我沐纯情。好，进入游戏。沐尘进入游戏，降临10086号新手村。一个新手村可以容纳1万名玩家，仅仅一早上就有上亿龙国人进入游戏了吗？这个数字多到沐尘头皮发麻。随后他就看到一个提醒，已获得神级天赋觉醒石一块。沐尘看向自己的包裹，果然看到了一块龙眼大小的玉石，散发神异的光芒。使用。沐尘毫不犹豫，直接使用。第7章，别人的噩梦，我的优势。天赋觉醒石一用，立马化成了一道光芒，融入了沐尘的胸口。神级天赋觉醒石使用成功，因天赋过高，无法完全觉醒天赋。果然没办法全部觉醒。沐尘嘀咕，天赋总共分至尊、神、圣、天、地、玄、黄、宇、宙、洪、荒11等。沐尘拥有至尊骨，所以自然是至尊级天赋，用神级天赋觉醒时都无法全部觉醒，只能觉醒出来部分能力。你已觉醒神级天赋上苍劫光。上苍劫光被动，以超越神域的法则力量，使所有攻击附带每秒强制扣除目标1点血量的效果，无法减免，可叠加1层，持续60秒。技能特性，每击杀一只高于自身等级1级的野怪，可以提升1点伤害。这个天赋看着似乎很差劲，但是真正累积起来就不一样了。就强制伤害4个字，就注定了他遇到神明都可以造成伤害。随着伤害增高，他可以耗死一切对手。这么恐怖的吗？沐尘简直不敢相信，神级天赋竟然如此恐怖。不过想来也是应该的，神级天赋和打造游戏的银河主神天赋相当，估计这一片星域也只有自己和沐游游拥有这样的天赋。随后沐尘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昵称纯情大男孩，职业修仙者，等级0，生命值50，魔法值50，物理攻击10，法术攻击10，精神攻击10，物理防御5，法术防御5，精神防御5，攻速 0.5 次 S， 移速3米每秒，经验0500，力量5，影响物理攻击和生命值，1力量等于2物理攻击，智力5，影响法术攻击和魔法值，1智力等于2法术攻击加5魔法值，体质5，影响生命值和双防，1体质等于10生命值加1双防，精神5，影响精神攻击和精神防御，1精神等于2精神攻击加1精神防御，敏捷5，影响速度和攻速，1敏捷等于 0.5 米每秒移速加 0.05 S 攻速。这个初始属性7大职业都是一样的，除非有什么天赋可以增加多余的属性。然后就是技能，全能者被动，修仙者夺天地之造化，可以炼体，可以修法，可以修魂，所以修仙者可以装备一切武器。竟然可以装备所有武器。装备了不同的武器之后，修仙者也有不同的普攻方式，比如拿剑就可以用飞剑进行普攻，拿法杖可以释放5行属性的飞弹，拿盾牌可以抛射盾牌进行攻击，就像回旋镖，还会回来。没想到修仙者用什么武器都可以远程攻击，配合上苍劫光，我可以进行远程消耗，无损刷野。他正筹划着，忽然看到远处的复活泉水之中走出来几个人，一个个脸色难看，都在抱怨这游戏的策划师是不是没妈，竟然这样折磨我们。对啊，策划用脚填写的数值吧。其他职业0级升1级的经验值是100，但是我们修仙者是500。要是只有炼级难也就罢了，其他职业都有一个被动和初始技能，我们修仙者只有一个被动。哈哈，这不是你活该吗？系统都已经提醒了，修仙者的升级难度大，而且没有好技能，你非要选择，坑爹啊！现在论坛帖子都已经爆了，都在说修仙者的差劲，希望后来者不要跳进了这个大坑。沐尘翻了翻游戏论坛，果然好多出了名的游戏大神都在点评修仙者，哪怕他们是大神，没有什么好技能，杀一只兔子也要好几分钟，而一只兔子只能提供1点经验值，想升到1级需要杀500只兔子，需要刷好几天。好多修仙者都在叫苦连天，想要删号重新练级，但是这可不是一般的网游，每一个进入游戏的都会被神域记录 DNA， 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选错了就不能重来。对于别人来说，这种事情确实很残忍，但是对于沐尘来说不一样啊。他的上苍劫光想要刷高伤害，必须要刷等级比自己高的怪，升级经验多，他能刷的伤害就多，再加上他还要带上沐游游，要吃一部分自己的经验。预计升到1级的时候，
他的秒伤可以刷到500。兔子随便秒，10万只兔子很快就能打够。心里计算着这些数据，沐尘情不自禁哈哈大笑。我是修仙者，爽！沐尘的这番话就像是一个聚光灯，让所有人都看向他，一脸懵。啊，这第一个疯掉的修仙者已经出现了吗？可怜，为了一个游戏，不至于。就是一个游戏又不影响现实，最多只能影响他带妹吧。他们都看戏，沐尘也不解释什么，开始利用2个游戏仓之间的链接，联系上了慕游游。丫头，你在哪？他最怕自己和慕游游分开。虽然现实2个人在一起，但是要是游戏里分开，慕游游一个人怕是很难练级。10086号新手村，慕游游回答。沐尘长吐一口气，幸好他们没有被分开。你叫什么？我去找你。悠悠球，怎么叫了这么个名字？沐尘纳闷。我昨天看哥哥，你一直在看那些胖胖的女人，我也要长胖。沐尘，实际上沐尘看的并不是胖胖的女人，而是那些身材火辣的、胸部挺拔的。没想到到了慕游游的眼睛里就变了味。以后刷美女还是要躲着点慕游游，不然把小丫头给带坏了。片刻之后，沐尘就找到了慕游游。你选了什么职业？沐尘问道，并没有用神眼看结果。慕游游笑嘻嘻地说，我想选牧师给哥哥加血，但是系统说让我选修仙者。系统提醒。沐尘诧异，看来还是因为慕游游的天赋太强大了，激发了那些神明的某一些设定。慕游游点头，我选了修仙者。他又说我激活了隐藏职业，那最后到底是什么职业？沐尘好奇。慕游游把自己的面板给沐尘看。第8章，第3个重生者。沐尘看向慕游游的属性面板，职业荒古修士。荒古修士介绍，这是在宇宙还是大荒的时期诞生的修士，对灵气的利用到了逆天的程度。大荒2个字引起了沐尘的注意，因为那位姓石的至尊就是出生于大荒的石村，最后步步登天，震慑了好几个宇宙轮回。沐尘用全知神眼才发现真相，荒古修士起源于荒古时代石姓至尊。因为神域世界的本质就是灵气构建，所以荒古修士在升级的时候可以有更高的属性和属性点成长，可以有更强的属性点利用。果然，当沐尘看向面板，才发现小丫头的面板属性竟然是自己的9倍，血量450，三攻90，三防45，就连速度都达到了22米每秒。她的属性点是沐尘的3倍，而且一点属性点可以加的属性也是沐尘的3倍。除此之外，慕游游还有3个不一样的初始主动技能。御剑术，熟练度初学0-100，可以造成自身物理攻击加魔法攻击 x 1.5 倍等于270伤害。冷却 60s， 体修基础拳术，熟练度初学0-100，造成物理攻击 x 3等于270点伤害。冷却 60s。 元素控制，熟练度初学0-100，可以用精神力量控制别人的魔法攻击，控制伤害上限等于精神攻击 x 3等于270。冷却 60s。 3个技能随便拿出来一个都能秒掉其他职业啊！这就是气运之女的恐怖，一开局就能摇到这么好的隐藏职业，难怪能成为古今第1女帝。一场大战湮灭数亿光年的空间，很好很好，这么一来你自保的能力就强了，不用拖我后腿，我可以安心刷野了。沐尘吹牛丝毫不脸红道，我带你去刷野，你注意保护好自己就行。说着，他把新手木剑和新手木甲装备上，提升了1点攻击和10点血量，聊胜于无。不过沐尘拥有上苍劫光，也用不着攻击力，就只是拿一个武器当攻击载体罢了。然后2人直接前往十里坡。十里坡就在新手村西边，是一个方圆5公里的山坡，到处都是青草，可以嗅到一些泥土和青草混在一起的淡淡清香。这里有上千人刷野，漫山遍野都是兔子，每一只兔子都有1米多高，浑身肌肉像是袋鼠一样。它们甚至不吃草，直接抓起一块人头大小的石头，3两口就啃进了肚子里。沐尘看了眼兔子面板，钢牙兔，整个神域世界最弱小的野怪，等级1，生命200，物理攻击30，物理防御15，魔法防御15，速度3米每秒，攻速 0.3s， 攻击方式爪子抓或者牙齿咬。这游戏怎么这么吓人？最弱的怪都这么强。沐尘道，毕竟新手玩家只有10点攻击，他们有15防御，玩家的普攻根本不能破防，必须要用技能才行。但是兔子抓人类玩家1次就可以造成25点伤害，只需要抓3次就能让玩家回老家。这只是最弱的怪物啊，都这么恐怖，简直就像是开启了地狱模式。我来试试。
穆尤尤也拿出新手木剑，一剑飞去。-255，一个巨大的红色伤害从兔子的脑袋上飘起来，兔子已经被劈成2半，当场躺尸。这个游戏怎么这么吓人？穆尤尤也道，因为神域游戏做的实在是太真实了，兔子就像是真的，死后内脏流了一地，血腥味弥漫，差点让他吐出来。附近的人看到这边，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沃日，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不敢相信，一个小丫头只是一剑就宰了一只兔子，那可是200点生命值啊！按照他们一次只能打出来1强制伤害的效率，5-6个人组队，花5-6分钟才可以灭掉一只兔子。打个兔子跟刷一个大 boss 一样，但是竟然有人可以瞬秒兔子，我们真的是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游戏吗？简直离谱！弱者们还在感叹，强者们已经围了过来，一个个争先恐后。小妹妹，你缺少保镖吗？我们可以，我们一起组队保护你。他们厚颜无耻，明明是想要蹭穆尤尤的经验，但是却说是想要保护穆尤尤。忽然众人身后传来一道大笑声，就凭你们，都给本大爷滚开，我有专业的团队。一个气质凶狠的青年推开所有人，走到了沐尘的身前。沐尘眯着眼看向青年，姓名萧云，28岁，萧氏集团继承人，喜欢闯祸，让家里处理麻烦。这名字沐尘知道，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曾经做过自己的甲方，折磨过自己很多次。当然了，甲方都是这样，沐尘也习惯了。关键是萧云这人很毒辣，他们动用关系圈了不少地，声称要做房地产生意，然后全都烂尾跑路。那些业主闹事，萧云带头拿着铁锹把10几个人活活打死。但是他们有背景啊，至今萧云还是在逍遥法外，如此行径比比皆是。天海市所有人都恨这个王八蛋，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招惹。沐尘看了一眼萧云，还看到了一些其他的信息。上辈子萧云压榨公司几百人，捧自己一个人，从而成了一个小高手，不过不如李爽等人。好在凭借卖其他高手做投名状，萧云加入了侍女超星系团，最后被穆老六沐尘利用时空风暴坑杀。沐尘内心惊讶，这是第3个重生者，我都已经到了10086号新手村，竟然还能遇到重生者。沐尘很吃惊，毕竟重生者为了把握先机，都会选择在游戏开启的第一时间进入游戏，这么一来，重生者都会聚集在前面的新手村。没想到这儿也会有。虽然萧云的实力一直不如李爽和李瑶月，但是沐尘却十分警惕，认为这才是真正难缠的人。因为其他2个人在见到自己的那一刻，都会被仇恨冲昏头脑，情不自禁喊出口穆老六。同样是被自己坑杀，萧云见到自己竟然面不改色，是个狠人。第9章，老六兄妹打配合。沐尘仔细看了看萧云，开始消化萧云的信息，也明白了萧云迟到的原因。5天前，萧云酒后驾驶开车撞死了5个人，进了局子。萧氏集团花了很多钱，不停找关系，今天才让萧云出来。出来后，萧云立马买了游戏舱，进入游戏，被分配到了10086号新手村。萧云着急着直升10级，离开新手村，因为新手村外有一块神级天赋觉醒石，这放在整个神域世界之中都是凤毛麟角的宝物，是一个人在一个任务之中死了30次才拿到的东西。但是因为舍不得用，一直把觉醒石留到了游戏降临现实之后，最后自愿把天赋觉醒石上交给了国家，得到了500块钱和一面锦旗，然后自己死在了乱世之中。萧云打算这辈子他也要死30次，先完成那个任务。至于等级，对萧云这样的有钱人来说，想升级还不简单，花钱找个大神，随便分点经验就行。在筹划拿神级天赋觉醒石的同时，他也在现实里让人找一个宝贝，那是萧云上一世在某个拍卖会遇到的东西。萧云没在意，宝贝被另一个富二代花了几百万当古董买走了。后来那个古董成了游戏里面的神器，这一度让萧云扼腕痛惜。这辈子他打算提前拿下哪个神器？沐尘也对神级天赋觉醒石和神器都很眼馋，不过他既没钱，也不想亲自去拿觉醒石。虽然死了会掉级，能让沐尘更容易刷上苍劫光的 buff， 但是神域的五感也被拉满，死30次是很疼的呀。沐尘可没有自虐的习惯。好在沐尘看到了很有意思的事情。萧云记忆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叫启儿女帝的人。启儿女帝原本是个小乞丐，但是在游戏降临现实之后，小乞丐直冲云霄，如同大帝一般霸道，10几年后就杀进宇宙深空，灭了无数强者。因为没有名字，所以被人称作启儿女帝。见过启儿女帝的人很少，萧云就是一个。重生后，萧云一直都在让人找启儿女帝，想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提前收买启儿女帝，让启儿女帝替他办事。
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看到穆悠悠，萧云格外激动，这不就是小时候的启儿女帝吗？既然已经找到了启儿女帝，我就没必要为一块神级天赋觉醒石纠结了。萧云内心想着，把那块神级天赋觉醒石交给启儿女帝，把女帝培养起来，未来我就能让女帝帮我镇杀3亿人，炼化一座骷髅山，用邪法帮我灌顶，提升资质。这一世，我可以轻易把沐尘踩在脚下。他越想越开心，带着一帮人围住穆悠悠，努力表现得温柔，道：“小妹妹，我这儿有一个团队，可以同时在现实和游戏里面为你保驾护航。”穆悠悠看到这黑色肺一样的阵仗，害怕的躲在沐尘身后，不敢和萧云对视。沐尘给穆悠悠发私信，他家杀人放火，害得很多人家破人亡，从中赚了几千亿，但是总是花钱摆平，至今没伏法。这些坏蛋怎么可以这么丧尽天良？穆悠悠很痛恨这种人，因为他就是受害者，曾经孤儿院的很多小孩都被打残，送上街乞讨。沐尘道：“既然法律不制裁他们，那就让我们来。他想接近你，我们可以顺势而为，把他家的钱和宝贝都骗光，我们自己开福利院。会被报复吗？”穆悠悠发问。沐尘回应：“我骨骼特殊，热武器对我没用，你放手去干。”消息发过去，沐尘的嘴角已经情不自禁上扬，阴险到了极致。穆悠悠也是一样，他可以逃出孤儿院，从小流浪到大，本来就相当机灵，简直就是小滑头一个。这会儿眼珠子呲溜溜一转，已经想到了办法。我以前每天都被孤儿院的人带出去乞讨，要不够钱就打手，骗钱我专业对口呀。那个一肚子坏水的模样，简直和沐尘如出一辙。他从沐尘身后钻出来，像个乖宝宝，开心的和萧云交流。我就只有这一个技能，很难练级。叔叔，你竟然要带我练级吗？你真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穆悠悠本来就长得可爱，嘴巴又甜，对男人的杀伤力太大了。萧云当即冲昏头脑，脑袋里只剩下那句：“你真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原来启儿女帝这么单纯，这么好骗吗？太顺利了。他内心惊喜，立马从自己原本的队伍里面退出来，又挑了3个人，指着沐尘道：“一个队伍只能有5个人，你把这个人踢了，不要和他组队，以后你跟我们组队。”穆悠悠机灵道：“不行，他给钱让我带，还要把所有的装备都给我，我不能失信。”萧云很不想和沐尘共事，但是为了不给穆悠悠留下坏印象，还是微笑道：“都听你的。”说着，5个人已经组队，5个人平分经验值，杀1只兔子，沐尘自己可以获得 0.2 经验值。这么一来，杀2500只兔子，他才会升到1级，到时候秒伤能有2500，这是1级选手该有的伤害吗？能把新手村吓死。很好，开始练级吧。沐尘笑呵呵的吩咐穆悠悠：“你速度快，去勾引兔子拉仇恨，输出交给我。”虽然穆悠悠3发普攻也能击杀1只兔子，速度也很快，但是总有受伤的风险，所以让穆悠悠拉仇恨，专心走位就好。以穆悠悠20多米的秒速度，兔子连他的边都沾不到。行，穆悠悠点头。萧云看着沐尘，气得咬牙切齿，道：“你凭什么使唤他？”沐尘耸耸肩道：“我给了钱的。”穆悠悠也点头，眼神楚楚可怜：“哥哥给了钱的，叔叔你要让我失信吗？”可怜的萧云被穆悠悠玩弄于股掌之间，一句话就让萧云收了力气道：“好好好，都听你的。”说话间，沐尘已经御剑砍了兔子1剑。-1，这是红色的伤害，也是物理系伤害。111之后，一连串的黑色伤害从兔子头顶飘起，这是真正的强制伤害，与众不同，无法消除，无法减免，持续60秒。第10章，地主家的傻儿子。这强制伤害虽然不高，侮辱性极强。嗷嗷！钢牙兔勃然大怒，扑向沐尘，只需要一爪就能要沐尘半条命。嘲讽他，让他追你。沐尘向穆悠悠求助，穆悠悠竖起一根中指，嘿，孙子！沐尘毫无疑问，他结结实实挨了钢牙兔一巴掌。-25，一个巨大的伤害伴随着剧烈的疼痛飘了起来。沐尘郁闷道：“你是不是傻？打他，拉他仇恨啊！”穆悠悠这才反应过来，给了钢牙兔1剑，引着钢牙兔跑开。随后，沐尘又勾搭了14只钢牙兔，让那些兔子全都追着穆悠悠跑。萧云跟在一边，装模作样要保护穆悠悠，被兔子抓得嗷嗷叫。几个保镖低声提醒：“少爷，你这么哄着一个小姑娘干什么？喜欢这类型的，直接威胁她，去她家绑过来不就好了吗？你玩死过3个，不也屁事没有吗？”萧云闻言，转手就给了几个保镖一巴掌：“都给我闭嘴！谁敢说他的不是？今天去找财务领工资，走人！”萧云呵斥，几个保镖都叹了口气。萧云纵横情场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栽在一个小丫头的手里，跟个小丑一样。沐尘在一边偷笑，给穆悠悠发私信：“干得不错，
咱们争取就把他的黑心钱都骗光，多盖一些福利院。好，我加油。木油油干劲十足，继续引怪。终于，3分钟半之后，第一只兔子死亡，其他兔子头上的数字立马变了，22222，14只兔子头上的伤害都翻了1倍，而且随着兔子一个个倒地，剩余兔子头上的伤害数字不停变大，-3、-4、-5，短短10几秒，10几只兔子全灭，爆出来了几个铜板、几个红药水和3件最基础的白板长靴、兔毛短靴。装备要求5，耐久度100，装备效果敏捷加1，速度加0.5米每秒。属性略胜新手装备一筹，对于木油油和沐晨来说聊胜于无，但是对于别人来说就不一样了。出装备了，卖吗？很多人都围了过来，有些惊喜，因为他们刷野的速度太慢了，一群人几分钟才能杀一只兔子，平均下来7、8只兔子才爆一个白板装备，所以别看是最基础的白板装备，其实也很珍贵。我愿意出500一件，这可是游戏初期，500还想买装备？我出600、1000。木油油大张着小嘴巴，有点不敢相信，原来钱这么好赚吗？一件装备就能卖1000，能买2000个馒头，他1年都啃不完。但是他谨遵沐晨教诲，指着萧云道：“不卖不卖，这位叔叔帮我，我要给这个叔叔留着。”萧云内心一暖，此刻很想载歌载舞，女帝的心这就被我暖化了，哈哈哈！他内心高呼。木油油继续道：“叔叔，这3件装备给你，我不要钱了，我的钱够花。游戏头盔是我捡来的，没花钱，我兜兜里还有几块钱，够我吃3天的馒头。”他的眼睛在闪闪发光，楚楚可怜，像个年幼的奥斯卡影后。几个保镖连忙开口：“萧少，不要信他，肯定是骗子。”闭嘴！萧云呵斥。按照记忆，启儿女帝现在应该只是一个小乞丐，到处流浪，经常饿肚子。这么真诚的对话，怎么可能是骗子？现在就是他萧云表现的时候。我买这3件装备，必须要给钱。萧云一脸坚定。木油油紧张道：“叔叔你是好人，我怎么能要你的钱？”他越是这样，就越能唤醒萧云心里的保护欲，把这个小丫头保护好，未来自己就是蓝星之王。一件装备100万，有多少给多少，我照单全收。这木油油惊呆了，3个白板装备300万，对他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修一个福利院应该是够了吧？他继续拒绝，但是萧云作为霸道总裁很强硬，拿了装备之后就吩咐手下去打款，最后款项还是打到了沐晨的一个不记名账户上。地主家的傻儿子。沐晨沈笑一声，继续刷野，他的秒伤已经高达15，上涨速度越来越快。片刻后，钢牙兔已经撑不过10秒，这是怎么回事？穆老六伤害这么高？萧云满是不可思议。上辈子穆老六在游戏的前期就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为什么这辈子伤害这么恐怖？几秒钟就能杀一只兔子？我还以为他会拖后腿，原来他才是大佬。萧云的保镖们看着自己的经验条涨幅，都格外兴奋，让他们自己练级，几分钟才可以拿到 0.2 的经验。现在好了，经验蹭蹭蹭往上涨，一会儿我们就能到达1级。以这样的速度下去，不用1天就能到10级啊！能出新手村了。他们哈哈大笑，萧云也冷静了下来，自言自语道：“敌人的资助也是养分，能到10级是好事。等我去了主城，立马去接那个隐藏任务，死30次就能拿到神级天赋觉醒石，带回来给启儿女帝，然后去拍卖会购买那件隐藏的神器，花钱把它培养起来，以后我就可以站在蓝星之巅，蓝星联邦议会长都要巴结我。”他想象着自己的未来，激动不已。沐晨比他还激动，只要带萧云升到10级，离开新手村，就能拿到一块神级天赋觉醒石，这是多么轻松自在的买卖。第11章，我萧云真是个经商奇才。在萧云的注视下，兔子死得越来越快，50只、100只、200只。随着第200只兔子死亡，沐晨的伤害也积累到了200，只要那把剑碰到兔子，直接秒杀。啊，我没用了。木油油嘀咕，他以为自己开启了隐藏职业，就能反过来保护哥哥了，没想到最后还是得看哥哥。他只能跟在屁股后头，把所有的装备都收起来。有他这个气运之女在，爆率很高，200只兔子爆了97件装备，加上之前的3件，整整100件，被萧云照单全收。木油油见此，笑得跟招财猫似的。看到木油油高兴，萧云自然也高兴，认为这一切都是收服人心的关键。来来来，都装备好，剩余的分给其他兄弟。他喜气洋洋道：“疯了，老板你疯了！”几个保镖都大呼起来：“花1个亿
买这么多初始白板装备？说萧云是傻逼，都是在侮辱傻逼。我没疯，都给我闭嘴！萧云反手就给他们一巴掌，在内心冷笑，真以为我是傻子？随便来个女人都能糊弄我？可笑！这可是未来女帝，用一点纸币就能收服童年悲惨的女帝，未来整个蓝星，甚至整个银河系都是我的。不要说是1个亿了，哪怕是把公司卖了，再去抢劫，全都投资到女帝的身上，都是1本万利的生意。这么一来，我萧云还真是个经商奇才。你都已经买了这么多了，还要吗？慕游游问萧云。萧云点头，要，只要是你给我的，多少我都要。慕游游装作不好意思，那我就不要钱了吧。萧云摇头道，这怎么行？这是买卖，必须要给钱。慕游游眼里都是感动的泪水，但是私下里却和沐尘发私信，哥，他到底有多少钱啊？会不会已经没了？沐尘回应，不会，他们集团很出名，之前做房地产留下了大量的烂尾楼跑路，赚了上千亿，这不是抢钱吗？慕游游愤懑，凭什么呀？我饿极了，偷了1块面包，他们关了我7天，他们抢了这么多钱，都没人管吗？沐尘耸耸肩，蛇鼠一窝，习惯就好。随后，沐尘正要继续刷兔子，远处忽然传来一道咆哮，竟然有一只如同老虎一样健硕的兔子跑了出来，浑身皮毛都是雪白，盯着沐尘不放。精英级 BOSS！ 沐尘惊讶，没想到1级的兔子里面都能有 BOSS 出现。在神域世界之中，也怪 BOSS 分为精英级、青铜级、白银级、黄金级、钻石级、闪耀级、史诗级、神话级、圣级，没有神级。毕竟神明都高高在上，怎么会轻易沦为野怪？在 BOSS 出现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像是发狂一样扑了过去。大半天了，新手村的第1个 BOSS 总算是出现了，杀了他，爆神装。但是有几个人刚上去就被 BOSS 的爪子一撕，血肉飞溅，当场被撕成2半，额头上浮现出来一片65的伤害，一命呜呼，原地一片哀嚎，惨烈程度就像是过年杀猪。他们这才反应过来，看向 BOSS 面板，精英级钢牙兔1级，血量400，物理攻击50，物理防御25，魔法防御25，速度5米每秒，技能疯狂撕咬，群攻技能对身前扇形区域造成物理攻击 x1.3 等于65点伤害，冷却时间30s。众人都愣了一下，这属性几乎是普通钢牙兔的2倍，再加上那个技能可以轻易秒杀他们，这游戏设定简直有病。就是啊，这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精英怪，都能秒我们，快逃吧！说着，所有人都做鸟兽散，只有沐尘不急不忙，飞剑隔着10几米就刺中了精英钢牙兔。-204，一个恐怖的数字从精英钢牙兔的头顶飘了出来，这都能行？萧云身体一颤，打普通兔子的时候就是200多伤害，打精英兔子还是200多伤害。可恶，我明明重生了，按照小说里面写的，我应该原地起飞啊，为什么他的伤害这么恐怖，我都没办法给兔子破防？萧云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自己重生了，又没完全重生，被沐尘给自己打压到死。还好我遇到了幼年女帝，心里想着，萧云看向慕游游，只要可以把握住琪儿女帝，沐尘你就是蝼蚁，我可以让他轻易把你捏死。他心里想着，情不自禁就咧嘴笑了起来。就在他失神的2秒钟之内，精英钢牙兔已经倒在了沐尘脚下，一命呜呼。恭喜纯情大男孩击杀全服第1只精英 BOSS， 奖励经验值200，将进行全服通报，是否隐藏昵称？下一刻，沐尘就听到了游戏提示，他的脸一黑。击杀了第1只精英 BOSS， 奖励经验值200。这么说来，自己杀兔子可以叠加的伤害 buff 就要减少1000了。亏了，亏得肉疼，不隐藏了。沐尘气呼呼道。随后，全服通报响起，恭喜玩家纯情大男孩击杀全服第1只精英 BOSS， 奖励称号精英手杀人。恭喜玩家纯情大男孩击杀全服第1只精英 BOSS， 奖励称号精英手杀人。恭喜玩家纯情大男孩击杀全服第1只精英 BOSS， 奖励称号精英手杀人。连续3遍全服通报，让所有人都听懵了。开服才8个半小时，就有人杀精英怪了？不可能吧？就是啊，我们刷了8个小时了，还要被兔子虐，这人竟然能杀精英怪？我们玩的不是一个游戏吧？难道是个隐藏职业者？各种各样的猜测层出不穷。不过沐尘并没有关注那些，因为他听到了奖励称号4个字。称号是很多游戏都有的东西，只要佩戴就会有特殊加成。他立马看向自己的称号。第12章重生者现身。称号精英手杀人，无需佩戴，自动生效，称号可叠加。
效果增加全局 3% 生命值，全局生命值包括装备以及临时生命值。牧尘看了一眼自己的生命值已经加了 1.8， 不满意的省略，加了一点生命值。少得可怜。但是这不代表这个称号差劲，相反，这个称号太恐怖了，不管新增多少生命值都能增加 3%， 而且可以叠加，多叠加一些称号，早晚属性翻倍。收了称号，牧尘又刷了15分钟，涨了100经验值，500秒伤。这时候十里坡深处再次出现了一只钢牙兔 BOSS， 怪物名称青铜钢牙兔，等级2，血量900，物理攻击65，物理防御30，魔法防御30，速度3米每秒。技能疯狂撕咬，群攻技能对身前扇形区域造成物理攻击 x1.4 等于91点物理伤害。冷却时间 25s。 狂化被动，青铜级钢牙兔长期处于狂化状态，增加攻速至1次 s。 回春被动，青铜级钢牙兔长期处于回春状态，每秒恢复10点生命值。天呐，青铜 BOSS 这属性直接翻倍了，能瞬秒我们，每秒还能恢复10点生命值，我们造成1的强制伤害，他瞬间回满，怎么打？这就不是给我们新手准备的呀！众人嘟囔着，牧尘的剑已经刺在了钢牙兔身上。-1，一个不破防的强制伤害出现，还伴随着一个恐怖的数字-704。依旧只是2秒钟，众人还没反应过来，青铜钢牙兔已经倒下。我 @Triple_X， 众人一阵破口大骂，不带这样玩的呀，一点游戏体验都不给我们。冷静冷静，好好练技术，你们也将和我一样。牧尘淡然笑道。下一刻，他的耳边就响起一道提示音：恭喜纯情大男孩击杀全服第1只青铜 BOSS， 奖励经验值400，将进行全服通报，是否隐藏昵称？牧尘的经验值本来就已经有300多了，再加上这400多，直接升级。他叹了口气，杀兔子已经不能叠上苍劫光的 buff 了吗？好在现在的自己的秒伤也已经有了705，刷10万只兔子很快。心里想着，牧尘又看向是否选择隐藏昵称。要是隐藏了昵称，那些重生者就无法注意到他了，不会主动过来和他有所交集。不和那些重生者有交集，牧尘怎么进步？就凭看看隔壁小姐姐的苦茬子，他理所当然选择了否。下一刻，全服再次响起通报：恭喜玩家纯情大男孩击杀全服第1只青铜 BOSS， 奖励称号青铜手杀人。恭喜玩家纯情大男孩击杀全服第1只青铜 BOSS， 奖励称号青铜手杀人。恭喜玩家纯情大男孩击杀全服第1只青铜 BOSS， 奖励称号青铜手杀人。这一刻，整个世界都沉默了。就在15分钟之前，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纯情大男孩之所以可以击杀精英级 BOSS， 是因为运气好。结果这才过去了10几分钟啊，又杀了一头青铜级别的 BOSS，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此刻1号新手村之中，有一个浑身包裹在黑暗之中隐去身形的刺客，眼神森冷。上辈子第一个击杀精英和青铜 BOSS 的明明是风云志啊！他喃喃自语。风云志是华夏游戏界的传奇，进入游戏之后，风云志很快就拿到了一块地级天赋觉醒石，觉醒了地级天赋，攻击自带真伤。凭借这个天赋，风云志在2天之后击杀了第1只精英级 BOSS，5天之后击杀了第1只青铜级 BOSS， 之后更是独领风骚，镇压各国游戏玩家。游戏降临现实后，风云志被国家诏安，并且放出来了一个攻略，让内部人员消化。这刺客就是一个内部人员，看到了风云志的攻略。本来以为那些攻略也只能用来看看，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大用处，结果他竟然重生了。重生之后，他立马行动起来，让一群人帮忙拿地级天赋觉醒石，到时候他就能先风云志一步拿到2个 BOSS 的首杀。谁能想到2个都被那个纯情大男孩给拿走了？难道这人就是风云志？这人猜测，或许我重生导致了一些历史的改变，让风云志发育的更快了。看来我必须要加速，拿到那块地级天赋觉醒石，在风云志之前拿到白银手刹和黄金手刹。他自言自语，催促自己的员工们加快速度，帮他完成任务。20号新手村，李爽就在20号新手村之中。他前世是难得的大高手，这辈子自然也有超乎常人的操作，用精湛的走位，随便戏耍这些钢牙兔，3分半就能杀一只兔子。刷了100只兔子之后，他成功升级，让属性暴涨，血量80，蓝量80，攻击20，双防10。他把5点自由属性点都加在了力量上，再次提升了10点攻击力，刷怪效率直线提升。很快，他就带自己的7个兄弟也都升到了1级。没想到啊，
爽哥，你这么强！李爽的7个兄弟都在一边激动的拍马屁。咱们这个新手村1万人，其他人都在被兔子虐得遍体鳞伤，短短几分钟就能死好多次，唯有爽哥你可以靠着高超的技术鹤立鸡群。爽哥，你肯定是这个游戏的第1人，现阶段没有人可以再刷野方面超越你。李爽接受着兄弟们的膜拜，内心还是有点小小的骄傲。但是这些人正要继续拍马屁的时候，全服通告来了，就是牧尘首杀精英怪的通告。当时他们的脸都绿了，好在这些精神小伙很机灵，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借口，肯定是这个纯情大男孩捡漏，杀了一群人一起打的 BOSS。 结果才10几分钟之后，纯情大男孩就再次杀了一个青铜 BOSS， 就像一只无形之手狠狠打了他们一耳光。这怎么可能啊！李爽的脸立马变成了猪腰子。第13章，进基地重生者们。说实话，李爽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人可以超过重生之后的自己。这个纯情大男孩简直就是在乱他道心。可恶，这到底是什么人？难道是风云志改名字了？李爽低着头，眼神难看，自言自语，必须要加快速度，把所有的属性点都加在力量上，快点刷够10万只兔子。只有先拿到神器，我才可以超越一切。除此之外，其他的一些新手村之中，也有一些人在努力刷着兔子，他们都是重生者，想要先刷10万只兔子，拿到那个无级别神器。他们要用神器打开自己的传奇人生，步步登天。但是牧尘的2次首杀给所有人的头顶浇了一盆冷水。风云志竟然这么变态了吗？哼，等我拿到这个神器，管你什么风云志，管你什么牧尘，我统统要踩在脚下。他们心里想着，继续拼命刷兔子。而2号新手村中，真正的风云志正在勤勤恳恳单刷。这位游戏第1人并不是男人，而是一个女人。她选择的职业是射手，穿着一套神秘的时装，露出了大片雪白的肌肤，2条勒肉吊带丝袜，随时撩拨男人的神经。起起伏伏的火辣身材如同层峦叠嶂，堪称完美无瑕。只是可惜，那张脸被一道面纱遮住，看不到真容，只露出2只迷离的大眼，如同蓝宝石，风情万种。他不愧第1天才知名，进入游戏后很快就适应了游戏节奏，现在已经可以在2级野区横行。但是连续出现的2个全服公告，让这位游戏第1天才有些惊讶。我玩了这么多年的游戏，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和我抗衡，孤独啊！风云志咯咯笑了起来，声音魅惑好听。酒逢知己千杯少，只要离开新手村，就有机会见到这个纯情大男孩了，到时候一定要找他喝一杯。牧尘这边，他大概可以猜到那些重生者的想法，想来再过不久，我就可以见到这些重生者了。你们重生才是我最大的筹码啊！牧尘感叹一声，看了一眼自己的新称号，称号青铜手杀人，无需佩戴，自动生效，称号可叠加。效果增加全局 5% 生命值， 5% 双防，全局生命值包括装备以及临时生命值。套装效果手杀人 2%， 增加全局 2% 生命值，增加全局 5% 双防。这套装效果还不错，可以增加全局 10% 的生命和双防。当然了，最让人心动的还是最终的称号套装效果。要是拿到从精英到神明的10个手杀，让套装达到10%，将会让所有的属性全局提升 500%， 再加上各项称号的自带属性，可以全局提升 800%。 一个字，强！看来从白银 BOSS 开始的所有 BOSS 我都有必要拿到。牧尘自言自语。不过不用急，毕竟白银 BOSS 的属性还会有巨大的提升，哪怕是一群人加起来，肯定都要被轻易践踏。他正思考着，一边的木悠悠提醒：纯情出装备了。小丫头相当机灵，装作和牧尘不认识，就把牧尘叫做纯情，是个青铜装备。看到装备冒出绿光，小丫头喜冲冲捡起来。青铜兔毛长靴，装备要求无，增加攻速 0.5 次 S， 耐久度100。一个青铜长靴，不加敏捷，不加速度。对于很多人来说，这装备都如同鸡肋，但是对于牧尘来说不一样，他需要的就是攻速，攻速越快，他就可以攻击更多的兔子。这鞋子和自己是绝配。他眼睛正发亮，一边的萧云已经跑了过来。这个也给我吧，我给500万，照单全收。他表现得十分大方，认为这样的自己肯定很有魅力。幼年女帝肯定被自己迷得神魂颠倒了吧？妈的，傻逼！几个保镖在一边窃窃私语。因为萧云作恶多端的缘故，所以特意请了他们这5个保镖，为萧云卖命。他们一个人年薪才30万，但是为了这个小丫头，萧云都快花了3亿了，竟然还要花500万买一个垃圾青铜装备。哪怕是在游戏的前期，
这些钱也足够购买一套黄金装备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傻逼的老板。看着萧云那沾沾自喜的模样，他们肺都快要气炸了。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穆悠悠竟然摇头道：“不行，这个装备要给纯情大男孩。”什么？萧云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花500万，竟然买不来一个小小的青铜装备。他给你多少，我给你10倍。萧云咆哮。此刻已经无关讨好女帝了，而是涉及到了他和沐尘之间的仇恨。上辈子他被沐尘压了一辈子，到最后还是死在了沐尘的手里。虽然他一直都保持淡定，实际上内心几乎要疯狂了，绝对不能在这方面输给沐尘。谁能想到穆悠悠竟然摇头不要钱。噗！萧云直接一口老血喷了出来。我可是开出了500万的高价啊！你竟然不要钱，给了我的仇人沐尘。但是萧云又不敢生气，肯定是我的问题，肯定是他这个情场老手已经被穆悠悠耍得团团转，开始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总之肯定不可能是女帝的问题。沐尘把萧云的想法看得格外透彻，忍不住咧嘴一笑。上辈子我把你害死，这辈子必须要提前让你家破人亡。心里想着，他拿过靴子穿上。穆悠悠又开口，还有一个技能书。说着他把技能书也拿给了沐尘，修仙者的技能书。沐尘看了一眼，万剑归宗，被动，可以让一把剑分成2把剑同时进行普攻，每把剑造成物理攻击加魔法攻击 X 0.5 倍伤害。好鸡肋。穆悠悠撇撇嘴，有了这个技能，你更加不能破防了。沐尘却有些惊喜，鸡肋？不，这是神技。有了这个神技，沐尘2把剑可以同时进攻，1秒钟就可以杀2只兔子，10万只兔子也只需要10几个小时。第14章，逼疯全体玩家。技能书使用，技能学习成功。学习之后，沐尘发现了这个被动技能的新用途。随着熟练度的提升，他的剑还可以分成更多。万剑归宗之名，名副其实。当熟练度达到最高，他可以让自己的剑分出1万把，同时攻击1万个目标。到时候每把剑的伤害会再次降低成1/1000的普攻。对于任何一个职业来说，学习了这种技能的好处都是负的，可以说是一个垃圾技能。只有类似于沐尘这样的天赋，学习了才有好处。随后沐尘把升级带来的属性点全都加在了体质上，生命值达到了130，生命保障更大了。随后他再次开启了自己的刷野历程，效率提升了4倍。虽然钢牙兔不能继续叠 buff 了，但是经验却没减少啊。沐尘在一边内心筹划，刷10万只兔子，总共10万经验，5个人1人2万。我和悠悠应该能升到4级，萧云等人恐怕可以直升7级。很快萧云就可以投入主城的广阔天空，付出死亡30次的代价去拿那个神级天赋觉醒石。最后那块觉醒石不管是落在我手里还是落在悠悠的手里，都是我占便宜。想着这些，他心情大好，出手也更加的轻快。咻咻，他以每秒2只兔子的速度一路横扫过去，兔子根本来不及刷新，就连其他玩家的野怪也都被他击杀。十里坡原本还在泛滥的兔子正在一点一点减少。大佬，你放过我们吧！其他玩家都在哭喊。你都已经1级了，去杀其他的怪物啊！1级魔力鼠可以提供2点经验值，2级怪物提供的经验值更多。把这点钢牙兔留给我们好吗？沐尘摇头道：不行，我怕死，等我把等级刷上去了再走。所有人都叫苦连天，都没办法练级了，只能安安静静看着沐尘杀怪。1秒钟2只，1小时7200只。当沐尘屠杀了1万只兔子之后，白银铁齿兔王总算是出现。沐尘看了眼，白银铁齿兔王血量高达8000，一个2级白银 BOSS 血量就达到了8000，还有超高的防御和1秒50点的回血。众人不敢相信，要知道神域这个游戏总共分1000级，可以转职9次，2级白银 BOSS 已经这么离谱了，那些1000级的神级 BOSS 有多么恐怖，简直不敢想象。8000点血量，400点防御，开胃小菜啦。沐尘笑呵呵道，在他眼里防御都是浮云，血量形同虚设。他砍了 BOSS 一剑，一连串数字飘起，-704，-704，-704。普攻结束后，沐尘立马跑路。下一刻穆悠悠已经顶了上去，技能释放御剑术。他的御剑术和沐尘的普攻不同，那把剑刹那间绽放无穷光芒，如同一个宝器砸在了白银钢牙兔王的身上，刺啦一声直接刺入血肉。-303，这一剑伤害不如沐尘，但是长剑直接刺入身体，疼痛可是切切实实的。好，白银钢牙兔王抓狂扑向穆悠悠，但是穆悠悠的速度太快了，直接把兔王当狗溜，从头到尾也只溜了12秒。
12秒之后，巨大的白银 BOSS 轰的一声栽倒在地上，爆出来几十枚铜币、1枚金币，还有一把匕首。恭喜纯情大男孩击杀全服第1只白银 BOSS， 奖励经验值3000，将进行全服通告，是否隐藏昵称？否。说罢，通报如期而至。这一刻，整个神域世界彻底炸了。他妈的，这才是第一天啊！竟然就有人杀白银级 BOSS 啊 ！bug， 这游戏肯定有 bug， 游戏公司也不管。难道是氪劳？为什么我没有发现这个游戏的氪金渠道？这纯情大男孩绝对有问题！建议封号，1亿多玩家都崩溃了，他们还在苦逼的围攻兔子啊！一个不小心就要被兔子吞了。这个纯情大男孩却已经开始刷白银 BOSS 了，不公平！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大批人开始找官方投诉，但是得到的只是官方肯定的回答：神域世界是一个完美的世界，绝对不可能出现任何 bug。这个回答震惊了所有人。没有任何 bug， 那么纯情大男孩就是凭借自己的本事杀的 BOSS， 太疯狂！他们都想看看纯情大男孩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可惜，除非纯情大男孩同意其他人拍摄，否则在神域世界之中是不能拍摄其他人的行程的。第3只 BOSS 了。此刻，牧尘也有些惊喜，看了看星辰的称号。称号：白银手杀人，无需佩戴，自动生效，称号可叠加。效果：增加全局 10% 生命值，10%双防，全局生命值包括装备以及临时生命值。套装效果：手杀人3%，全局全属性增加 50%。3个套装属性已经开始出现质变了。牧尘有点惊讶，就这3个称号已经给自己加了 68% 的血量。他把升了2级的属性点也全都加了体质，看了一眼自己的面板，昵称纯情大男孩，职业修仙者，等级2，生命值386，魔法值215，物理攻击67，法术攻击60，精神攻击60，物理防御31.5，法术防御31.5，精神防御11，攻速 1.65 次 s， 移速6米每秒，经验1000-5000，力量7，智力7，体质17，精神7，敏捷7，技能全能者被动，万剑归宗被动，熟练01000，可以让一把剑分成4把剑同时进行普攻，每把剑造成物理攻击加魔法攻击4倍伤害。砍了1万剑，万剑归宗的熟练度总算是从初学提升到了熟练，可以分成4把剑进行攻击，1秒钟可以杀4只兔子。同时，牧尘也听到了木油油高兴的声音：爆装备了！木油油一路小跑，捡起来一个散发着银色光芒的装备，是白银装备。第15章，10万只达成！这绝对是整个神域世界第1个白银装备，拿出去卖了，价值超高。远处的萧云眼巴巴看着，很想要这个装备。从头到尾，他已经花了30多亿，买了一大堆的垃圾，把他自己手里的钱花得一干二净。他父亲都被惊动了，在现实里面给了他一巴掌，但是他依旧执迷不悟。一群什么都不懂的人，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样的一件大事。萧云嘴里嘀咕着，只有他知道自己讨好启儿女帝，未来会有多么惊人的成就，到时候自己就是世间万物的主宰。但是他还是想不到，自己的渴望并没有引起木油油的注意，相反，木油油把装备拿给牧尘。装备名称：兔骨匕首，装备要求2级，属性攻击速度加2次 s。 这真的是白银装备吗？木油油很郁闷，这可是神域世界之中的第1个白银装备，不加攻击，不加敏捷，竟然只加攻速，简直就是废品啊！好东西，给我！牧尘情不自禁眉开眼笑，杀了1万多只兔子，爆出来3000多个装备，但是基本上没有适合自己的装备，这算第2个，比自己手里的兔骨长剑好用多了。他换上这把匕首，攻速立马成了 3.65 次 s， 再加上万剑归宗的被动，他2秒可以击杀28只兔子，只需要1个小时，他就能杀超过5万只兔子。继续刷野了，再过2个小时就可以换地图了。牧尘道，他已经杀了10700的兔子，再杀9万不到的兔子，就可以完成任务的先导条件激发之后的神器任务。这数字对于其他人来说是天文数字，哪怕技术高超，也需要好多天才可以完成。但是以牧尘的刷怪速度，也仅仅只需要不到2个小时。他再次投入兔群中，刷野的数量越来越多，1万只、2万只、3万只。而现实世界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新闻刷爆了所有的媒体。神域开服，真实度果然达到100%，
堪称真正的元宇宙开发人员沉迷。神域第一人已定，纯情大男孩一日杀3 BOSS， 到底如何做到？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新手村排行第一的大佬不去好好练级，就在十里坡杀兔子。23号新手村也是一样，4号新手村同理，就连外国都有一些这样的大佬，不好好杀更高级的怪，获得更多的经验，直接在十里坡安家，加起来有50-60个人。要是普通玩家这么搞，他们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个游戏的怪太难刷了，他们打1级的兔子都要死很多次。但是那些大佬不一样啊，一个个走位精湛，出手果决，和他们这些人的游戏手法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按道理来说，这些大佬完全有能力去刷高等级野怪，可以加快自己升级的速度，何必苦苦守在十里坡？他们自然不知道，守在十里坡的全都是重生者。不过更多的人还是因为这些重生者引发了深思。这些人放在整个神域世界也是高手之中的高手，恐怕可以算是并列第一。他们这么做肯定有他们的道理。我懂了，他们肯定是在练技术，不到100%把握能轻易杀高级野怪，就不会离开这儿。是了，肯定是这个原因。这些强者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我们。这么一来，这些玩家就变得更加的勤奋，继续努力刷野。就这样过去了1个多小时，牧尘终于杀够了10万只兔子，经验不停累积，他都已经来到了4级了。就连专门用来分经验的霄云都7级了。终于，牧尘彻底惹怒了这个物种。他看到一些钢牙兔一只又一只自爆而亡，10只、100只、1000只、上万只，自爆的兔子总共有上万只。牧尘看到那些兔子身体之中都有一缕黑色的雾气冒出，凝聚成了一个3米高的巨型兔子，像是乌云凝聚，只有2道红色的光芒从乌云的深处激射出来，让人畏惧。怪物名称：兔神的愤怒凝聚体黄金。终于出现了神明意志，牧尘激动万分，刷了那么久就是为了等到这个神明意志聚合体出现，这是拿到神器的关键。他看向怪物信息，怪物信息：世间万物皆有神，虽然神明已经死去，但是若是被一人大量屠杀，将会引起失去神明的愤怒，降下一丝远古的意志进行性复仇。等级10，血量18万，物理攻击350，物理防御600，魔法防御600，速度15米每秒。技能：神明咆哮，带着怒气的咆哮，可以把周围生物的双攻和双防清零120秒，冷却6小时。神体：拥有神明的一切特性，进入战斗状态之后，全属性提升3倍，每秒钟回复300血量。兔神抓：以神明的力量抓向前方，可以让3米之内的一切摧毁殆尽，造成物理伤害 X 时等于3500点伤害。看到这个怪物，远处的霄云倒抽凉气，神明都来了。他是重生者，见识过神明大战，弹指间星辰破碎。没想到这儿就来了一个神明的愤怒凝聚体，虽然只是一个黄金怪物，依旧有神明的神压散发，只用咆哮就可以让周围的所有生物攻防清零。好！兔神直接发出一声咆哮，声音所到之处，除了牧尘和木悠悠，所有人的攻防都成了0。而牧尘和木悠悠实在是太过于与众不同。牧尘的胸口散发出来一道浅浅的绿色光芒，抵抗了那种压力。那是至尊骨。木悠悠的双目也散发出来一种动人的蓝色光芒，让他安然无恙。牧尘知道，那是因为木悠悠的体质也格外惊人，毕竟是可以超越神明、诛杀至尊的存在，天赋差才有问题。快逃！快逃！众人一阵慌乱，看到这样的怪物，赶紧逃跑。就连萧云也怒了，道：穆老六，你这狗东西，招惹这么多兔子做什么？说罢，带上自己的5个保镖就要走。牧尘耸耸肩，道：我觉得你应该留下，这毕竟是10级黄金 BOSS， 越级杀怪会给你大量的经验，够你再升1级。狗屎！所有的攻防都被清零了，怎么打？萧云叫嚷。要是只是清零就罢了，这个兔子还有每秒钟300的回血啊！哪怕来300个人，同时打出1点的强制伤害，也会被这个大 BOSS 随时回复满。怎么打？总有办法的。牧尘道。萧云道：你能杀他，我倒立吃屎。说罢转身就跑。算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牧尘感叹一声，长剑再次飞出。第16章神器前置物品到手。长剑砍中兔神愤怒凝聚体，上苍劫光，发动负705。随后又是一个巨大的绿色数字，加300。这神体确实强大，恢复力惊人，但是比起自己的上苍劫光还是差了一些，每秒依旧要掉405生命值。只要自己不死就好，快点遛狗。牧尘提醒木悠悠。好嘞。木悠悠打起精神，
继续跑动。他毕竟是隐藏职业，属性成长极高，现在的速度已经超过了30米每秒，哪怕是遇到这个黄金级大 BOSS， 也很难望其项背。只是这毕竟是兔神的意志，智商很高。牧尘，你杀我兔族10万，我要让你陪葬！兔神咆哮，不愧是神明，能力强大，竟然叫出了牧尘真名。他不追穆由由，只盯着牧尘。左。穆由由像是斗狗一样施展自己的技能，一剑插入兔神意志身体，大片黑雾从伤口喷出，像血一样。负208，伤害不高，侮辱性极强。啊！你敢挑衅神明的威严？兔神意志智商再高，也要被情绪左右，丢下牧尘，直追穆由由。就这样，聚合体的生命值在以405每秒的速度缓慢下降。两个人配合起来，一个拉仇恨，一个叠 buff。7分半之后 ，BOSS 按时倒下。金币、银币、铜币，还有好几件冒着金灿灿光芒的装备，还有越级杀黄金 BOSS 的2万点经验值，直接让牧尘和穆由由两个人都到了5级。随后，那一道熟悉的提醒声再次响起：恭喜纯情大男孩击杀全服第1只黄金 BOSS， 奖励经验值1万，将进行全服通告，是否隐藏昵称？否。随着3次语音播报，全服玩家再一次被牧尘给打碎了道心。操！什么垃圾游戏？凭什么这人都可以杀黄金 BOSS 了，我们还要死在这些兔子手里？这人怕不是个兔。垃圾游戏，不玩了，退游。狗拖不死，游戏早晚凉凉，我说的。不信你们等着。大批人对这个游戏有了极大的厌恶，就连那些重生者的道心都有些崩盘了。按理来说，他们的技术才是整个蓝星之中最高的，在前期大家都是一样的属性，为什么他们不如一个没有技术的人？这已经是第4个 BOSS 了，差距彻底被拉开了。他们都有一些绝望。当然了，最绝望的还是萧云，因为只有萧云才是那个从头到尾见证牧尘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人。他成功了？这不可能，他的攻击力已经被清零了，为什么还能成功？萧云眼睛都红了，道心已经被牧尘这个前世的仇人摔在地上，踩成了稀巴烂。苍天啊，大地啊，还有没有天理？我好不容易重生，还遇到了弃儿女帝，按道理我这辈子应该起飞，超越一切。为什么我还是不如牧尘？处处都不如他。他痛哭流涕，对牧尘已经仇恨到了极致，但是更多的还是不甘心。我为什么要离开队伍啊？他咆哮着，此时无比懊恼。要是自己不走，可以获得大量的经验值，绝对可以升到8级，甚至有可能升级到9级。这就是黄金级 BOSS 的恐怖。但是自己错过了。此刻萧云肠子都快要悔青了。当然了，牧尘也在叹息，可惜了，萧云不在。哥哥，你为什么那么关心萧云？穆由由有点郁闷，他感觉牧尘对萧云的关心比对自己还要多。牧尘笑道：地主家的傻儿子，钱多得很，放跑了就可惜了。穆由由好奇道：还有，他都已经给了我们30多亿了，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哪怕是一个傻子都能看得出来我是在骗他的钱。牧尘摇头：他就是太聪明了，才给你这么多钱，你根本不知道他有多聪明。要知道，穆由由可是未来的女帝，800万年之后镇杀3位至尊，打出了一个3亿光年的宇宙空洞，和桃女帝欢心比起来，一点钱算什么？要是牧尘是萧云，只会比萧云更加疯狂。只可惜牧尘已经提前一步给了穆由由一个家。行了，收拾一下收获，我们可以停止刷怪了。牧尘道。他先看了一眼自己的全新称号，称号黄金手杀人，无需佩戴，自动生效，称号可叠加。效果增加全局 20% 生命值， 20% 双防，全局生命值包括装备以及临时生命值。套装效果手杀人4%，全局全属性增加 80%。 随后他捡起地上的黄金装备，不愧是神明的一缕气息，竟然能爆出4个黄金装备。穆由由感叹神明的强大。牧尘淡然一笑，摸了摸穆由由的脑袋：傻孩子，你真以为能出这么多装备是因为这个黄金 BOSS 特殊？不，完全是因为你啊！你可是这个宇宙的气运之女，诸天气运加你身，爆的装备少才是怪事。心里想着，牧尘看向第一个装备，那是一把剑，黄金兔骨剑，黄金级。装备要求等级达到10级，力量达到50点，职业为战士或者修仙者。属性攻击力加250，力量加20点，攻速加1次 S， 生命加300。这才是黄金级嘛！牧尘对这把剑也十分满意，把大剑丢给穆由由：给我。对，还是你用，哪怕我到了10级也没有50点力量。牧尘笑道：而且我不用攻击力，就找之前那把匕首那样的就挺不错。
之后是2个是同样的装备，兔皮长袍，黄金级装备。装备要求等级10级，体质50。装备属性：生命加3000点，物理防御加200点，魔法防御加200点。这个咱们一个人一个。牧尘把装备收了起来，又拿到最后一个装备，这是一条项链。特殊物品：埃莫比斯的眼泪。唯一物品。第17章。你看我纯情不纯情？不是装备吗？木游游有点失望。牧尘摇头，不是，但是我们打了这么久的野怪，应该就是为了这个。说着，牧尘直接用自己的全知神眼看向这个小小的宝石项链。物品名称：埃莫比斯的眼泪，是一位天神之子埃莫比斯的一滴眼泪凝聚。等级：无。属性：无。作用：放置于新手村东方的山岩之中，可以开启山岩，进入上古神明墓地。果然是这个，我们拿到了，别人就拿不到了。牧尘笑道，因为这是唯一物品，别人哪怕可以杀了那只黄金级 BOSS， 也不可能出现第2个。盘点了收获，牧尘总算是放心了，把自己的属性点全都加在了体质上。生命值经过一层又一层的叠加之后，已经来到了1090。木游游这小丫头成长更加惊人，她的基础属性和属性点的成长都是别人的3倍，别人升到5级只有25点属性点，但是她却有75点，而且75点属性点加的属性比得上别人的225点属性点。她加了30点到力量上，加了45点到敏捷上。物理攻击390点，移速已经到了85米每秒，时速306千米每小时，跑车都要加足马力才可以追上她。攻速也来到了 8.5 次 S， 夸张过头了。2人的生命保障大大提升，去那个上古神明墓地应该够用了。你饿吗？牧尘问道。木游游摇头。牧尘道，那我们先去找个东西，找到了之后我就带你下线吃饭，然后去谈一谈，修建几个福利院出来。他很清楚木游游的性格，只有真心对那些社会上的可怜孩子好，才能得到木游游的喜爱。当然了，这也是牧尘的想法，他曾经工作之余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买上一大堆的衣服和零食，去福利院看望那些孤儿。毕竟牧尘自己就是一个孤儿。木游游笑嘻嘻道，我们可以刷半个月再下线，这个营养舱很好，坚持20天都没问题。牧尘摇头，游戏不是我们的全部，生活才是，哪怕世界末日我们也要活得精致。木游有重重点头，跟着牧尘离开了十里坡。正好遇到了萧云，萧云再次回来了，看着有些不好意思道，可以继续带我吗？牧尘精神一振，感觉这人还真是不简单，竟然能忍辱负重到这种程度。当然行，跟上我的步伐，再带2个你的保镖。牧尘笑呵呵道，看着萧云的眼睛都在发光，这让萧云忽然之间菊花一紧。你不会对我有什么企图吧？萧云嘀咕。牧尘摇头，请说出我的名字，就现在。纯情大男孩。这不就是了吗？我可是纯情大男孩，你找找整个蓝星还有谁能有我的真诚？牧尘一脸认真道。萧云内心，要不是我前世被你坑过好几次，最后还死在了你的手里，差点就信了你的邪。不过萧云这人是真的能忍，面对仇人的调戏，他还是淡然一笑。对，跟你共事，我根本就没有必要想那么多。不过他的这些想法全都被牧尘看得清清楚楚。牧尘就当戏弄傻子，带上这几个人继续走。他们穿过新手村，不停朝着东方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野怪区域。2级野狼，血量900，物理攻击120，物理防御80，魔法防御80。3级黑寡妇蜘蛛，血量1000，物理攻击150，物理防御50，物理防御50。4级野猪，血量1500，物理攻击130，物理防御90，魔法防御90。5级。见到这些野怪，牧尘总算是明白了，为什么1级的钢牙兔是整个神域网游之中最弱的怪物。和这些怪物比起来，简直就是乖宝宝。超高的防御，基本上没有破防的可能。普通玩家想要刷怪，唯一的办法就是全家敏捷，跑得快，用一点的强制伤害慢慢刷野。除非爆出来什么好装备，才可以破防。看来那些主神想要让蓝星人早点适应未来的灾难，所以现在先受虐。牧尘嘀咕，他忽略了这些野怪，继续前行。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区域，始终没有停下。还要走吗？萧云皱眉，不知道牧尘要做什么。差不多了。牧尘道。到了6级怪的区域，牧尘总算是停下了，开始朝着东方刷怪。5级升6级，普通职业需要的经验是3000点，牧尘需要的是15000点。而6级怪也分2种，一种是较弱的石头人，生命值高，防御高，攻击低，经验少；另一种是6级鬼魅，
生命值低，速度快，攻击超高，经验也多。牧尘为了累积自己的 buff， 专门打石头人。石头人血量8000，杀一只需要12秒，可以获得经验60点。牧尘为了堆数量，依旧采取自己刷野，让木油油引怪的策略。木油油的速度太快了，都不能用遛狗来形容了，简直就是在溜乌龟，随便勾搭着石头人散步。散步是愉快的，有些石头人走着走着就没了。就这样，牧尘又刷了500多个石头人，把这一带的石头人全都刷光。石头人总算是怒了，白银 boss 出现，给牧尘送了一个人头。有木油油这个气运之女在，运气是真不错，爆了3件白银装备。而且有一件适合牧尘的装备出现，那是一个魔杖，加魔法攻击，加智力，最重要的是加1秒2次攻速。鸡肋！萧云哈哈大笑，感觉牧尘半天白打了。要是打出来一个正常的魔杖，还算不错。毕竟法爷的武器放在任何时候都是价值最高的。但是这个魔杖太废物了，魔法攻击和智力都加的很少，只有10点魔法攻击和5点智力。最重要的属性竟然是普攻。谁家法师和其他人对 A？ 牧尘没回话，因为他之前的白银匕首耐久度早已经见底报废了，就连鞋子都废了，所以他正好需要一个加攻速的装备，就是不知道魔杖能不能触发万剑归宗。牧尘有点好奇，拿起这把老魔杖用了一次普攻。第18章风韵的来历。牧尘发出这一道普攻法球，下一刻法球竟然裂成了4个，真的可以！牧尘惊喜，感觉法杖还蛮不错。一边的萧云咬牙切齿道：“哪怕你的法球可以分裂，又能怎么样？还是打不出来伤害。”牧尘摇头：“你是不是忘了我是怎么打伤害的？”说着，牧尘立马用法球继续攻击那些石头人。-1205，-1205，-1205，一大片的伤害飘起，只需要7秒钟就可以让一个石头人死亡。啊！看着这一大片的数字，萧云几乎要被气疯了。为什么牧尘这么变态？伤害越来越高，他是真的很不能理解。在他的注视之下，牧尘继续刷了100多个石头人，等级升到了6级，升级的速度也太快了。牧尘抱怨，主要是因为杀了那些 BOSS， 系统还给他奖励了一些首杀经验值，否则他还能刷很多伤害。不过牧尘的话落在萧云的耳朵里面就不一样了，竟然嫌弃升级太快了，炫耀，这就是在赤裸裸的炫耀啊！可恨可恨！萧云死咬着牙，眼神十分的阴翳，恶狠狠的自言自语：刷吧刷吧，等到我到了10级，到了主城，让你知道我重生者的优势。作为重生者，萧云的信念十分的坚定，因为他的脑袋里面容纳着数不清的宝藏，哪怕是从游戏降临现实开始发育，都可以超过牧尘。心里想着这些，他总算是平衡了很多。牧尘把他的想法看得一清二楚，就当看猴戏，继续朝着东方走。一路上，他清理了很多等级比自己高的野怪，把上苍劫光的伤害提升到了2000，还杀了一个10级白银阳精，爆出来一块石头，一张券。天阳石，特殊物品，可以补充魅魔的生命本源。补充魅魔的生命本源，貌似没用啊。牧尘摇头，但是看在特殊物品的面子上，还是把东西收了起来。那个券不错，竟然是一个绑定券，可以强制绑定装备，不可掉落，不可交易，只能赠送。收了这些，他继续刷野。下一个野怪死亡后，全服忽然响起一个通报：恭喜玩家萧少，全服第一个达到10级，奖励10级白银套装1套，还望广大玩家再接再厉。恭喜玩家萧少，全服第一个达到10级，奖励10级白银套装1套，还望广大玩家再接再厉。恭喜玩家萧少，全服第一个达到10级，奖励10级白银套装1套，还望广大玩家再接再厉。所有人都愣了一下，疑惑地看着时间。现在的时间是晚上10点，这还只是第一天，大多数人还在0级徘徊，要在一次又一次的死亡之中长记性，才可以学着单杀兔子。那些重生者疯狂刷兔子，也只是升级到了3级。萧少10级了，那些重生者都皱眉，感觉有些不可思议。萧少，他们都认识，原名萧云，被称作末日奸商，在侍女超星系团的势力之中来回游动，捞了不少钱。为什么萧云升级这么快？难道我重生了，萧云也拿到了什么了不起的宝物？他们都是一样的想法，被这个纯情大男孩甩开也就罢了，竟然被萧云给甩开了，这实在是很难让人接受。我的优势从来都不是走技术流刷野，而是先拿到这个神器，只要刷10万只兔子，这天下早晚是我的。他们只能这样安慰自己。而某个角落之中的风云志此时也停止刷野，哪怕被面纱挡着脸，依旧可以从他的眼中看到一丝疲惫。
他的等级已经到了4级。不行了，哪怕在游戏舱里面，我的身体也熬不住了。风云志叹息，从游戏之中退了出去。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无菌室，这是他父母专门为他打造的房间，因为他从小身体就十分虚弱，一点小病都可能要他的命，所以他只能在恒温无菌室之中隔绝和所有人的接触，每天的食物都由父母用真空包装的方式送进来。因为孤单，他只能在游戏之中寻找一点乐趣。本来还想第一个达到10级就能引起纯情大男孩的注意，和他见一面，没想到被人抢先了。风云志的小拳头攥了攥，有点可惜。这时候外面传来一道声音：月儿，吃饭了。他叫风韵，这个风姓来自于伏羲氏的姓氏。风韵走到窗口，一份真空包装的食物被人从外面送了进来。饭菜十分简单，一份完全无菌的米饭，旁边还有一根50年的野山参。谢谢爸爸。风韵甜腻腻地道。他父亲再次询问：月儿，今天早上神域开服，你玩了吗？爸爸也对神域感兴趣。以前你可不喜欢游戏啊？风韵有点好奇。他父亲道：你堂弟玩了游戏，发现体内灵气增加，比得上好久的苦修，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游戏或许和现实有一些关联，可能会引起灵气复苏。他父亲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他们风家是隐藏于龙国的修仙家族，从上古传承到现在，只有他们家族的修仙传承还没有断。哪怕蓝星的灵气早已经干涸了，他们族群依旧非凡，一个个有千斤力，可以吞火伏拱，飞天遁地。风韵点头，我也玩了。那你认识游戏里面的那个纯情大男孩吗？可惜不认识。风韵父亲道：想办法认识一下，家族今天商讨了一下，觉得他未来肯定会成为一个超级强者，可以交好。风韵点头，他也想和纯情大男孩这样的高手一起谈谈心。随后风韵父亲拿出来一颗神珠给了风韵，道：家族都知道你游戏玩得好，所以让我把风珠给你，帮你养身体。风珠可以延长你的游戏时长，大家都很期待你在里面有所表现。这太珍贵了。风韵有些紧张，这颗神珠是他们家族供奉在祠堂的至宝，握在伏羲氏雕像的手中，竟然给了自己。风韵父亲道：长老们的决定，你拿着就好。风韵终究还是没有拒绝，拿了神珠。神珠握在手里，他忽然感觉精神百倍。他把神石用绳子绑起来，戴在雪白的额颈上，被胸前的深渊一口吞掉。吃了饭，他就再次进入游戏。没想到进入游戏之后，自己的手里竟然也有一颗神珠。还有一个提示，您已获得一颗神级天赋觉醒石，是否使用？第19章魅魔神体。啊！风韵瞪着手里忽然出现的神级天赋觉醒石，感觉有些不可思议。神级天赋觉醒石，哪怕是整个神域之中也没有几个吧，我的手里竟然莫名其妙多了一颗，难道是伏羲老祖宗的神石？他退出去看了一眼，果然自己胸口已经空空如也，神石竟然成了游戏里面的神级天赋觉醒石。这游戏果然神奇，既然有了天赋觉醒石，那我在游戏里面就轻松多了。他再次进入游戏，点击使用神级天赋觉醒石，用完之后，他的眼前出现了2个选项：觉醒第1天赋 or 觉醒第2天赋。2个天赋都有一个图标，我竟然还有2个天赋。风韵更加感兴趣了，选择了图标粉粉嫩嫩的第2天赋。第2天赋觉醒成功，你已获得神级天赋魅魔神体。魅魔神体介绍：拥有上古魅魔特性，可以使用幻象魅惑精神小于等于自己精神 x3 的目标，造成30s 硬控。硬控期间，目标双防降低 80%， 冷却 60s。拥有神体特性，天生拥有霸体全属性 x3， 免疫神明之下生物造成的 70%一切伤害，规则造成的强制伤害除外。哼，什么魅魔神体，太羞辱我了。风韵气呼呼的，随着他的呼吸，身前的波涛疯狂汹涌。我明明是个本本分分的小姑娘，竟然觉醒了这种丢人的体质。一想到这一点，他的脸都红到耳根子了。还好属性不错，别说是他这样的游戏高手了，哪怕是一个游戏新手都知道这个天赋的强大，只能说不愧是神级天赋。他看了眼自己的几个重要属性，昵称风云志，职业射手，生命值1170，物理攻击570，速度12米每秒，攻速3次 S。 他的走位精湛，所以把所有的属性点都加在了力量上。现在物理攻击竟然有了570，搭配自己的魅魔技能，现在杀 BOSS 难度不大。属性这么高，我能去完成新手村那个任务了，杀了那个黄金 BOSS 就能拿到一块地级天赋觉醒石，还能觉醒我的第1天赋。风韵很惊喜，立马行动起来。觉醒了第1天赋，自己刷级的速度会更快，估计再过几天我就能见到这个纯情大男孩了，嘿嘿，
到时候一定拉你去酒馆喝一杯。他想象着那些画面，笑得花枝乱颤，胸口摇晃，引人遐想。沐尘这边，萧云已经10级，拿到了一身的白银套装，属性大涨，终于10级了。萧云的内心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喜悦，自己可以前往主城，去拿那块神级天赋觉醒石了。纯情大男孩，再见了。他带上自己的几个保镖，和沐尘道别。下次见到你，我会亮瞎你的眼睛。萧云道。沐尘撇撇嘴，知道萧云下次见面，想要用一块神级天赋觉醒石收买慕游游的人心。人总要吃点亏，才会成长。他嘴里嘀咕，送走了萧云。这个烦人精总算是走了，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缠着我做什么，不会有什么恋童癖吧？慕游游轻哼一声，对萧云没有一点好感。沐尘笑道：那是你不懂你有多大的魅力。我很有魅力吗？慕游游睁大了眼睛，一脸期待。沐尘点头。未来女帝，宇宙统治者，怎么会没有魅力？慕游游盼望道：那哥哥也会喜欢我吗？当然喜欢，我说的是那种要当新娘子的喜欢。沐尘被噎住了，打了个哈哈，带他继续往东行。终于，两人到了新手村的最东边，山岩上有一个凹痕。沐尘把埃莫比斯的眼泪放了进去，刚好吻合。下一刻，他们身前出现了一扇门，通往上古神明之墓，里面有鬼哭狼嚎的声音传出来。慕游游有点畏惧，躲在沐尘身后，不敢朝里面看。不用害怕，不管有什么危险，有我在你身前。沐尘道。听着很负责，但是慕游游一翻白眼道：我看你就是想让我引怪。沐尘尴尬的挠了挠后脑勺，打了个哈哈，进入墓地。前方秘境完全隔绝外界，一旦进入，除通关外无法退出，无法下线，死亡将原地复活。是否选择进入？一道提醒出现在沐尘面前。这么危险吗？我们还要进去吗？慕游游有些怕。沐尘点头，当然要进去，我们肯定会活着出来的，这点你可以放心。一个没有挂的人都可以从里面出来，更何况是自己和慕游游2个挂逼。他们走进去，里面是一个墓园，有6座大坟，每一座坟墓的周围都有各种各样的光影，那是逝去的神魔在舞动，有神明在吟唱，有大魔在悲鸣，声音笼罩了一片特殊的区域。就是这一片区域会限制他们，让他们无法下线，无法离开。6座坟墓的中间是一个小山谷，漂浮着一口棺椁。外来者，休想靠近王子坟墓！那些人神魔光影一瞬间怒了，瞪着沐尘。沐尘道：我找到一个项链，特意来这儿看看。说着拿出项链。那些光影惊喜，那是王子的眼泪，凝聚了我们神国的所有神性，被兔神夺走，快点交还我等。有好处吗？沐尘问道。我们可以给你1件圣器。沐尘摇头，我想要神器。神器？你可知道神器有多么难以炼制？光影问道。沐尘点头，我知道，这滴眼泪就是凝聚你们神国的神性凝聚的一件神器，但是这件神器被兔神磨灭了神性，需要1滴埃莫比斯的血才能唤醒神性，所以我需要打开棺椁，唤醒里面的埃莫比斯，取1滴血。这一切在沐尘看到项链的时候就已经一清二楚。可以，拿你身边的那个女人来换。光影道，我们需要把她的灵魂和肉身一起献祭，补充埃莫比斯王子的生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用王子的1滴血帮你唤醒那个项链的神性。但是使用期限只有30年，30年后项链归还，否则你将受到我们神国的诅咒。你若是不接受，那就拿上1个圣器离开。沐尘此刻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那个十里坡剑神获得神器的方法。第20章戏耍神明。沐尘，快点做出一个选择吧。诸多光影说着都看向慕游游，他们可以看到慕游游的体质特殊，绝对可以让他们的王子恢复大量的生机，成为这个新时代的神王。他们的眼神让慕游游紧张到了极致，生怕沐尘把自己献祭。但是当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回想一遍之后，忽然就释然了。哥哥，如果你真的需要献祭我得到神器，我可以死。慕游游的眼底都是泪水，我流浪了很多年，只有你对我是真的好，只要我死了，你可以得到好处就好。胡说什么？沐尘心疼地揉着他的脑袋，看向众多光影，龇牙一笑道：我选第3条路。没有第3条路。众多光影道。沐尘摇头，那就是杀了你们，我强行唤醒埃莫比斯。众多光影大怒，你敢对神明不敬，找死！说着几道光影汇聚在一起，竟然逐渐变得凝实起来，变成了一个超级 BOSS。 怪物名称：古神残念集合体，圣级，等级10，血量18000000，魔法值18万，物理攻击力18万，物理防御力18000，魔法防御力18000，技能
唤醒亡灵，因为神明死亡已久，苟活于另一个世界，所以无法攻击到现实，只能唤醒海量上古神国战死的亡灵参与战斗。神圣咆哮，利用神压、清空低级生物攻击和防御。众神神体拥有众神合体的神体特性，可以免疫来自于低级生物的一切伤害，规则造成的强制伤害除外。1800万生命值，牧尘有些惊骇，这生命值实在是高的可怕，而且免疫低级生物造成的一切伤害，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怪物。不过，拥有至尊骨的牧尘本身也是一个怪物啊！1800万生命值，他只需要9000秒就可以解决，也就是2个半小时。牧尘，接受我们神国亡魂的审判吧！聚合体一声咆哮，下一刻，一种恐怖的力量席卷而来，那是神压，但是却被牧尘的至尊骨和木油油的眼睛吸收得一干二净，没有任何作用。聚合体还以为自己成功了，放声大笑，哈哈，这就是招惹神明的下场。哪怕只是我等的威压，你们都承受不住。木油油感觉有些莫名其妙，嘀咕道：“和那个兔子一样，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啊，还表现得这么嚣张。”他想反向嘲讽一顿聚合体，却被牧尘堵上嘴巴。要学会扮猪吃老虎。牧尘轻声叮嘱。木油油点头。随后，聚合体大手一招，又有大量的幽灵出现在牧尘周围，数量超过1万。怪物名称：神国亡灵。怪物等级10，血量3000，物理攻击0，魔法攻击0，精神攻击3000，物理防御80，魔法防御80，精神防御800，速度3米每秒，攻击速度 0.3 次 s。 技能：亡灵体被动，免疫 80% 物理伤害，免疫 80% 魔法伤害，不免疫精神伤害。本能之抓，亡灵没了意识，只能凭借本能向前方用力一抓，造成精神攻击 x2 等于6000点伤害。典型的高攻击低血量的怪物。牧尘，你看清楚，这就是我们神国的力量，哪怕是一个你都无法对付，更何况是1万。聚合体大笑，若是害怕，就献祭了这个女人，快滚！他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他们都不是实体，献祭这种事情他们没办法亲力亲为，必须要让牧尘动手。牧尘不动声色地给了木油油一个眼神，木油油很有默契，已经明白了牧尘的意思，要配合牧尘坑神。下一刻，牧尘瑟瑟发抖，低声下气道：“我可以献祭他，你能把那个圣器给我吗？”说罢，他推了木油油一把，让木油油一步一步上前，准备献祭。识时务者为俊杰。聚合体很满意，认为这都是自己神威的震慑力，不过是一个圣器罢了，拿走。聚合体道，随手丢出去一个披风。实际上，这是他们神国唯一保留下来的圣器，对于他们来说十分珍贵。但是他们给了牧尘，一会儿还可以要回来啊。牧尘不给，他们就不让牧尘走，让牧尘死在这儿，牧尘总是会认怂的。牧尘看了一眼披风，装备名称：瓦特的披风，是上古神国天龙神国的国王瓦特征战四方的披风。品级：圣级。装备要求：无。属性：血量加30000。特殊被动，可以在死亡之前锁定1点血量，保持 5s 无敌时间，冷却时间30分钟。耐久度100000，100000。芜湖起飞。牧尘一挑眉，惊喜交加。3万的血量，在后期或许只能算那些吨位的零头，但是前期会给自己带来质变，让自己保命的能力提升好多倍。那 5s 的无敌时间就更不一样了，足以让牧尘把血量回满。因为他打了10万只兔子，打出来的红药水都有1万多了，全都叠放在了背包里面。这些红药水一个可以恢复500分号加20点血量，可以叠加使用，叠加上限为4个，1秒钟可以恢复20百分号加80点生命值，5秒刚好回满。牧尘拿了披风，直接用了绑定券绑定了披风，让披风变成不可掉落、不可交易的状态，只能转赠，然后装备在身上，加上全局加血的 buff， 他的血量已经达到了69000。哪怕是吨位的血量成长和体质加成超高，10级吨位加上黄金装备，恐怕也只有5、6千的血量，但是我有69000，是吨位的10几倍。牧尘心旷神怡，信心大增。好了，牧尘，快点把这个女人剁碎，把她的血肉撒在棺椁上，我会主持献祭仪式。聚合体催促牧尘，有些不耐烦。没想到下一刻牧尘和木油油就变了，兄妹2个一起朝着聚合体竖起一根中指。神明，在我眼里，神明就是一群垃圾，去吃屎吧！牧尘道。第21章，屠圣的收获。牧尘，你敢反悔？不怕我把你留在这儿吗？神明聚合体雷霆大怒，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想法？等我献祭了我妹妹，你就强迫我交出圣器，让我一无所获，
否则就让我死在这儿。牧尘冷笑一声，感觉这些神明说话如同政客，就是一个笑话。聚合体的脸色一瞬间变得五颜六色，怒道：既然如此，你们两个一起死在这儿吧。说罢，已经让众多亡灵杀了出去。牧尘不急不忙，把木油油护在自己身后，然后挥舞自己的法杖，1秒钟打出去12枚法球。啪啪啪，法球打在那些亡灵上，出现了一个个1的伤害，甚至还有一个法球落在了聚合体的身上，打出一个0的伤害。蝼蚁，你根本就不可能破我防御。聚合体冷哼一声，无比的高傲。但是仅仅只是一瞬间，他的脸色就变了，因为下一秒他的头顶冒出了一个恐怖的数字-2004。不只是聚合体，那些亡灵也是一样。-2004， -2004，仅仅只是2秒钟的时间，那些亡灵已经死了。随着亡灵的死亡，聚合体身上的伤害数字也越来越大：-2005、-2006、-2007。1分钟之后，这个伤害已经提升到了2720。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高的伤害？为什么我不能免伤？聚合体之中的10几个神明都无法理解，毕竟这是超越了神明的规则力量，是来自于宇宙最深处的至尊之力。可恨，可恨！我在这一片奇异的空间之中，没有灵气，不能回血。难道我要死在这人的手里？不行！亡灵大军，给我上！给我上！把他给我吞没！聚合体抓狂了，命令众多亡灵大军。没用，都没用。今天你敢打我妹妹的主意，那我就屠胜！牧尘眼神疯狂，法杖挥舞出了残影，让一片片的亡灵消散。他和木油油的等级也在不停提升，8级、9级、10级。到10级之后，他的伤害也固定在了3411，可以秒杀那些亡灵。但是亡灵实在是太多了，哪怕是不停杀，还是赶不上亡灵推进的速度。有亡灵扑来，抓牧尘一爪子，-5800，一个巨大的伤害飘起。牧尘肉身无恙，却有一种灵魂被撕裂的感觉，痛苦万分。他单手拍了拍木油油的脑袋，叮嘱道：躲着，不要出来。尝到了亡灵伤害的苦头，牧尘更加不敢让木油油冒头，努力把他护在身后。20分钟之后，牧尘的生命值总算是见底。牧尘，你的死期到了，我要让你历经万世痛苦。聚合体大喜过望，咆哮道。但是他明显忘了，牧尘拿到了他们的圣器——瓦特的披风，被动发动，一道光芒降下，笼罩了牧尘，让牧尘的身体变得透明。这是5秒无敌状态。可恨，可恨！是国王披风的被动。聚合体差点被逼疯了，继续催促亡灵大军吞没牧尘。我的亡灵无穷无尽，总能让你死！聚合体嘶吼。牧尘立马用了4个红药水，无敌过后，他的状态已经回满。披风也把众多怪物吹到远处，让他们重新推进。这个被动30分钟才能冷却，但是我的清怪速度只能支撑20分钟。牧尘打着消耗，有些苦恼。彼时，游戏系统忽然提醒：万剑归宗熟练度提升为精通，可以分裂8剑。万剑归宗提升的正是时候。牧尘惊喜，现在他1秒钟可以清理24个亡灵，大大延缓了亡灵大军的推进速度，已经完全和瓦特的披风被动冷却持平。在用了3次被动之后，强大的聚合体血量总算见底。轰的一声炸开，把原地炸开一个陨石坑一样的天坑，其他的亡灵也都消失得一干二净。呼，总算是成功了。牧尘长长出了一口气，同时耳朵旁边响起了一道提醒：恭喜玩家纯情大男孩，第1个击杀圣级 BOSS， 奖励经验值100万点，等级已满，经验值作废，将进行全服通告，是否隐藏姓名？否。牧尘习惯性选择了否。至于会碾碎多少人的道心，他也懒得多想，而是赶紧看了看自己的称号。称号：圣者手杀人，无需佩戴，自动生效，称号可叠加。效果：全局全属性增加 80%， 全局属性包括装备以及临时属性。套装效果：手杀人5%，全局全属性增加 150%。这一下是真的起飞了。牧尘穿上自己的黄金装备兔皮长袍，血量到了129000，达到了盾位的几10倍。爽！牧尘还没爽完，又听到了木油油的欢呼：哥哥，这儿还有一个装备，是圣级装备，还有圣级装备，不应该啊。牧尘有点纳闷，因为看到那个聚合体的时候，他已经把聚合体的一切资料都看得一清二楚。神国的圣器就只剩下一个瓦特披风，竟然还有圣器。他看了一眼那个圣器，就明白了。希尔公主的王冠原本属于上古神国的希尔公主，但是在大战之中从高空掉落，镶嵌入地底，直到牧尘击杀神明残念聚合体，
炸毁大地，才让王冠再现。牧尘感叹，不愧是气运之女，这运气绝了，圣器都能随便爆。随后牧尘看了一眼王冠的属性，装备名称：希尔公主的王冠，特殊饰品，品级：圣级，装备要求：女性，装备属性：以闪耀的星辰之钻对敌人造成30S 致盲效果，此效果对每一个敌人只能生效一次。没属性不好。木有撇撇嘴，瞎说，这才是好东西。牧尘笑道，这个装备不只是在游戏之中有用，等到游戏降临现实，用处更大，可以直接让对手变成无头苍蝇30秒。以女帝的雷霆手段，就没有30秒之内解决不了的敌人。来，戴上。牧尘给木悠悠戴上，小小的钻石王冠更显她的气质，已经有了几分女帝该有的霸道。第22章，埃莫比斯的筹划。除了这些收获，牧尘还捡到了许多装备，对他们没什么大用，但是放在新手村之中都是极品，正是其他人需要的东西。他都带回去，准备卖铜币。毕竟神域世界的钱币不能用现实的钱充值，多弄一点，还要去买一些重生者记忆之中的东西。接下来就是最后的步骤，终于轮到神器觉醒了。牧尘走到众多坟墓中间的棺椁之前，把棺材板掀开，里面有一个帅气的青年正在沉睡，一眼就可以看到其信息：埃莫比斯，上古天龙神国王子，也是天龙神国第一天才，还未成长起来，神国就受到了灭顶之灾，因此陷入沉睡，要保存神国种子。品级、等级、生命值、攻击力、防御力、技能、属性竟然全都无法看穿，非要让我用全知神眼。他认真凝视，发动全知神眼，又看了一遍。品级：神级，等级150，生命值1500亿，物理攻击力1500000，物理防御力100万，魔法防御力100万，精神防御力100万。技能：古神之躯，被动，拥有神体的一切特性，拥有霸体，属性 X10，拥有霸体，对低级生物100%免疫伤害，规则造成的强制伤害除外。奥义冰封，以神力催动冷流，冰封世间万物，造成每秒攻击力 X0.3等于45万冰雪伤害，持续60秒。奥义神穿，以神力移山，化作陨石坠落，造成物理攻击 X10等于1500W 伤害。奥义天龙，化身天龙，基础属性翻倍。牧尘倒抽一口凉气，生命值竟然高达1500亿，攻击150万，三防也都是100万，弹指间就可以让自己灰飞烟灭。要是自己现在想要利用至尊骨强杀这个 BOSS， 大概需要14年才可以成功。14年，自己的真身都凉了几百次了。好在他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埃莫比斯已经沉睡了几千万年，用自己的神格发誓，若是谁能让他苏醒，他将会赠送自己的眼泪吊坠，不再追回。如果违背誓言，神格将会破碎。唤醒方式为将埃莫比斯的眼泪带回埃莫比斯的脖颈。他毫不犹豫拿出埃莫比斯的眼泪，带回埃莫比斯的脖颈。哥哥，要是他醒来，会不会杀我们？木悠悠十分忧心。牧尘摇头，不会，你在旁边看着就好。片刻后，埃莫比斯的眼泪散发出一道七彩光芒。埃莫比斯总算是苏醒，他睁开眼，一脸疑惑，是你唤醒了我。牧尘点头。现在是什么年代？我的天龙神国怎样了？他问道。按照神域前几年发布的资料片，天龙神国也是整个东银河系在神域的主战场，但是覆灭都已经有几千万年了。现在天龙神国分成了300万个国家，300万个国家又分普通国、1星到5星帝国6个等级。蓝星的主战场就在一个普通国安斯帝国的领土上。牧尘把这一切都说了出来。埃莫比斯皱眉，你说我的天龙神国早已经覆灭了，成了300万个小国，而且我等的神木所在的地方竟然只是一个没有星级的小国。看得出来，埃莫比斯对这样的结果很不满意。神国覆灭，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太没有面子了。既然我已经苏醒了，就必须要让天龙神国再次恢复到以前的盛况。他从棺材里面站了起来，开始筹划复兴神国的计划。复兴神国，神器格外重要。说实话，他不想交出这个神器，但是已经身不由己，因为他在沉睡的时候也是有一点意识的。为了尽快苏醒，用神格和天地意志对赌，要用神器来交换自由。现在他苏醒了，要是不交出神器，神格就要破碎，从此自己就要失去神体。他的神体在所有的神体之中都算是最顶尖的神体，比神器更加重要。神器要给，但是也不能直接给，而要当成一个幌子操控这个阳光大男孩。埃莫比斯内心想着，他知道牧尘想要唤醒自己，就要先灭掉周围的神魔残念。
那些神魔残念可是圣级的强者，依旧死在了牧尘的手里，足以看出牧尘的强大。利用起来是自己复兴路上的利剑。他摘下项链，滴了一滴血，项链的神性立马被唤醒，变成了乌光绚烂的神器。埃莫比斯呵呵笑道：“阳光大男孩，你看到我手里的项链了吗？这是一件神器，你想要吗？”牧尘点头，他来这儿本来就是为了这件神器。我可以给你，但是你得辅助我，让我掌控安斯帝国。王子道。牧尘耸耸肩道：“你可是神明后代，是天龙神国天赋最高的人，还要让我辅助？”埃莫比斯摇头：“我可以感觉到外面的灵气实在是太少了，已经不足以让我维持高等体质的运转，所以等我出去会变弱很多，还需要你帮我。”牧尘点头：“帮你可以，但是要给报酬。神器还不够。”埃莫比斯冷冰冰道：“你未免太贪心了。”牧尘咧嘴一笑：“这是我唤醒你的报酬，你不想给？”牧尘凭借全知神眼早就洞穿了一切，这点小把戏怎么可能骗到他？他笑嘻嘻开口：“快把神器给我，想让我帮忙就给我其他好处，要么就别妄想。”埃莫比斯气得咬牙切齿，自己可是神明啊，竟然让一个小小的牧尘给拿捏了。但是他要用到牧尘，偏偏没办法拒绝。他思考再三道：“我妹妹依旧活着，就在某一个地方沉睡，只要你帮我唤醒她之后，我可以让你成为我们天龙神国的赘婿。”他说话之间，牧尘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来自他记忆深处的影像。那人就是希尔公主，白毛绿眼，懵懂无知，不谙人世，长相清纯，最喜白丝，嗨嗨，最后的可以忽略，最重要的还是懵懂无知，单纯好骗。希尔公主就是被埃莫比斯封存起来的，所以只有埃莫比斯知道具体的地点。不过现在不一样了，牧尘也知道了，牧尘自己也可以过去，把那个白毛小萝莉挖出来，把他那个神话级别的苦茬子都骗走。第23章，坏了，冲我来的！一个千万年的老狐狸，一个能洞穿人心的老六，两个人都算计得格外高兴。牧尘继续问道：“我入赘你们天龙神国，可以得到什么？”啊！穆悠悠站在一边，感觉浑身都刺挠得厉害。这话的意思就是答应了。要知道，牧尘可是跟他说过这个游戏的特殊的，等到将来，这一切都要成真。牧尘要入赘，我不同意。他格外气闷，嘴巴鼓起来，都快要鼓成河豚了，怒视埃莫比斯：“你把我哥哥抢走了，我怎么办？”牧尘一拍额头，有些无奈。关键时刻，这丫头跳出来做什么？你同不同意都没什么影响。埃莫比斯道：“纯情大男孩，只要你入赘，我等就准许你进入我们的祠堂，助你成神。”成神两个字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只要成神，就可以像宣传资料片里面表述的那样，站在银河系之巅，统治数不清的星系。但是这个很多人不包括牧尘。要知道，牧尘有至尊骨，未来必然可以超越神明，成为至尊，怎么可能会因为成神两个字就动心？所以埃莫比斯的条件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不行，换一个。这都不行。对，不行。埃莫比斯道：“哪怕你对成神不感兴趣，我妹妹也足够让你心动。她有着银河第一美的称号，数不清的人为她着迷，我可以带你去唤醒她。”牧尘内心冷笑：“唤醒希尔，我还用你帮忙？重来一个。”牧尘道。穆悠悠这才咧嘴一笑，认为牧尘不为女色所动。他抓着牧尘的衣角，心里乐开了花。埃莫比斯也皱眉，实在是有些摸不清牧尘了。不想成神，也不喜欢美女，还能喜欢什么？你提条件。埃莫比斯眯着眼道。牧尘咧嘴笑道：“我喜欢你那双靴子。”埃莫比斯看向脚上的靴子，一脸错愕。这双靴子是他身上唯一一件无级别的圣器，但是从表面看起来，这双长靴就只是一双普普通通的靴子，很破旧，甚至不像是一个装备。为什么牧尘一开口就看中了自己的长靴？埃莫比斯道：“我手里有神话级的装备，我可以赠予你。要是我给你这双靴子，实在是太亏待你了，怕你不好好帮我办事。”牧尘笑道：“就要这双靴子，一双破鞋罢了，我还有脚臭，你要它干嘛？”有脚臭？我就喜欢这一款。牧尘怪笑道。埃莫比斯人都懵了，自己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牧尘还不放弃？这家伙口味这么重的吗？牧尘道：“要么给我靴子，要么我现在转头就走，反正那些神魔的残念已经死了，这个副本已经无法困住我了。”埃莫比斯感觉菊花一紧，坏了，冲我来的！但是为了和牧尘合作，他最终还是不得不答应。好，只要你接了这个任务，我就把靴子给你。说着，他起草了一个任务卷轴，交给了牧尘。牧尘看了一眼任务卷轴，扶持埃莫比斯成为安斯帝国的新王，奖励无，失败惩罚，收回天龙之靴，是否接受？这是牧尘在新手村之内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不是给村花摘一些玫瑰花瓣，再帮村花搓背，也不是给村头老张找20块牛粪做烟熏肉，而是帮忙夺取一个帝国。任务失败，还要收回这唯一的奖励。只能说这家伙太抠抠搜搜，什么奖励都不给，就只给我一双靴子。牧尘装作不知道，抱怨道。埃莫比斯肉疼道：“你拿到就知道了。”实际上，牧尘早就知道那是一件圣器，还是一件无级别的圣器。圣器都是很特殊的，需要满级圣级强者才可以炼制，哪怕是整个安斯帝国的价值都比不上这么一双无级别长靴。所以牧尘终究还是答应了。行，这任务我接了，别忘了把项链也给我。忘不了。埃莫比斯道。他再次摘下自己的项链，看了又看，心头在滴血。这是自己的唯一神器啊！哪怕是放眼曾经的天龙神国，囊括小半个银河系，也仅有5件的神器。他朝着神器上滴了一滴血，神性总算是被唤醒，化成了一个喷薄无光的项链，和靴子一起丢到了牧尘手里。随后道：“我在主城等你，你过来了，我再给你具体的任务。”说罢就离开。神族的东西真好骗啊！牧尘深情地看着埃莫比斯的背影，牧悠悠有点嫌弃道：“哥哥，你该不会真的有那方面的癖好吧？竟然要一个臭靴子！”不能怪牧悠悠不懂事，因为那个靴子实在是太破旧了，脏兮兮的，看着就恶心。臭靴子，一个神国的王子偏偏穿着一双破靴子，你难道没有意识到端倪？牧悠悠恍然。来，你自己看属性。牧尘道。牧悠悠看了一眼，装备名称：天龙之靴，品级：圣级，装备要求：无，装备属性：全局速度正 50%， 全局攻速正 50%， 可成长。装备耐久度100000 100000，装备附带技能风神炭，可以增加全局速度和全局攻速 100%， 持续 30s， 冷却 240s。 啊，竟然是一个圣器！牧悠悠惊呆了，感觉匪夷所思。一个破鞋子竟然是一个圣器，不单是一件圣器，而且还是一件可成长的圣器。只要完成一些特定的条件就可以成长，再加上那个技能，简直就是一件保命神器。这个靴子你穿上。牧尘道。给我。牧悠悠不敢相信，这么珍贵的东西竟然要给自己，这证明哥哥肯定是爱自己的。努力，将来嫁给哥哥不是梦。牧尘点头道：对，给你，你引怪更加安全，哪怕是一些飞鸟也不可能追上你。牧悠悠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只能在心里画个圈圈诅咒牧尘。牧尘继续道：最重要的不是这个靴子，而是这个项链。装备名称：埃莫比斯的眼泪，装备品级：神器，装备要求：无，装备特性：全局伤害增加 50%， 装备可成长，成长方式：击杀等级高于自己1级的怪物，可以获得1点经验值，当前经验值0.10000。装备耐久度：除神级力量，否则不可毁坏。神器到手，增加全局伤害的东西放在整个神域世界之中都是数1数2的存在，再加上可以成长，这件神器太适合自己了。只要不停刷野，最终可以增伤 1000%。 第24章，老六的灵魂逐渐显现。总算是到手了。牧尘把项链装上，上苍劫光的 buff 伤害立马变成了5116，而且以后他杀了野怪，一只野怪可以加的伤害也成了 1.5。 不过现在是在游戏里面，不管自己怎么努力，终究也只是一堆数据罢了。到了游戏降临现实之后，表现力才会真正变得夸张起来。一个能砍断木头的人，有了这个项链，可以砍断钢铁。神器和圣器容易遭人惦记，上面有改变外观的选项，我们把外观改变一下，不要让人发现了。牧尘道，说着就让披风成了一块兽皮披风，项链也成了一块普通的宝石项链。牧悠悠点头，也把王冠和鞋子的外观改变，问道：装备拿到了，我们要离开新手村吗？牧尘摇头，不，一旦离开新手村，我们就回不来了，所以走之前再薅点羊毛。按照李爽和李瑶月的记忆，新手村还有一个羊毛，不能错过。说罢，两人回到了新手村，先去铁匠铺修复了一下法杖和之前的匕首。铁匠铺的老铁匠十分健硕，面容硬朗，胡茬花白，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却给人一种正直清壮的感觉。老铁匠一边修复装备，一边感叹：年轻人，你可真是厉害，竟然可以打到黄金装备。牧尘身上的黄金装备散发着金色光芒，很容易认出来。牧尘笑道：既然我这么厉害，你别收我的钱了呗，免费给我修复。老铁匠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漆黑，修复2个白银装备需要大量的材料，怎么能免费？牧尘撇撇嘴，拿出来一块金币给了老铁匠，看模样格外心疼，毕竟金币的价值太高了。在神域世界，
100铜币等于1银币，100银币等于1金币。当货币足够多的时候，就会自动合成高级货币。放在现实世界里面，1金币的价值和2万多软妹币相当，而且不能用软妹币充值。牧尘打了10万多的野怪，再加上那么多的 BOSS， 手里也只有20块金币，给出去1块，怎么能平静？缺钱啊！牧尘有些苦恼，因为最后一个宝物需要用钱购买。那是老王偷看隔壁张寡妇洗澡时候的垫脚石，实际上是一块神铁，买过来以后可以打造装备。牧尘想拿到那块神铁，未来打造一个宝物出来。但是老王是个倔驴，看出来玩家需要那块石头，所以没有100金币不卖。100金币相当于现实里面的200多万，而玩家就像是现实里面刚刚毕业的打工仔，怎么可能轻易拿得出来？铁匠，你有什么赚钱的方法吗？牧尘问道。铁匠嘿嘿一笑，倒是有，但是我觉得你做不到。什么？我需要3万件完好无损的装备，哪怕是白板装备都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要完好无损，不能用耐久度降低之后的修复品以次充好。只要你可以给我，我就给你300金币。3万低级白板装备300金币，这个价格实际上已经相当高了，但是除了牧尘，绝对没有人可以做到。你用3万件装备做什么？牧尘问道。老铁匠道，我有收集癖好，想要收集10万件装备堆放在我的仓库里面，好看。但是牧尘自然不信他的鬼话，用神眼看了一眼，立马明白了。老铁匠父亲是上一代新手村村长，但是却被现在的老村长暗算，所以老铁匠打算收集10万件装备，重新熔炼，用一种失传的打铁技术铸造出一种新材料，打造一件钻石装备，镇杀现在的村长，夺回自己的村长之位。一种失传的打铁技术，牧尘感觉这种技术对于自己肯定有用，毕竟想要用那块神铁打造装备，就必须要有足够的打铁技术，必须要坑出来。除此之外，牧尘还看到老铁匠这儿有2个自己缺少的宝贝，一个是装备绑定卷轴，绑定之后就会变成无法掉落的状态，哪怕是死也不会被爆出来。还有一个装备固定卷轴，这种东西作用更大，用在某一个装备上，可以让装备的耐久属性变得不可摧毁，如同神器一样。这东西放在神域之中，也是难得一见的超级宝物。没想到一个老铁匠的手里竟然可以拥有。牧尘看了看，这2个宝物是老铁匠拼了命才拿到的，为的就是要在打造那个钻石装备之后，把装备变成不可摧毁和不可掉落的状态。牧尘很想要这2个东西，他眼珠子一转，已经开口：3万装备，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帮你找来，但是你只给我300金币，还是不够。300金币还不够吗？你想要什么？老铁匠问道。牧尘狮子大开口：给我1块神级天赋觉醒石。什么？老铁匠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神级天赋觉醒石？你把这种宝物当大白菜了吗？我要是有这东西，我能买下整个安斯帝国。老铁匠道。不管是什么东西，一旦加上神级2个字，就变得恐怖无边，放在整个银河系之中都是少之又少的东西，能买下很多个安斯帝国。不要开玩笑了，你要是想要接这个任务，那就重新开个条件。铁匠道。牧尘低头咧嘴一笑道，既然如此，给我1个装备绑定卷轴，1个装备固定卷轴，我就帮你带来3万装备。这个瞬间，老铁匠脸上都是冷汗。这2个东西他恰好就有，但是这2个东西他都是放在自己的秘密仓库之中，除了自己，从来没有人进去过自己的秘密仓库。牧尘是怎么知道的？我知道，你已经筹划了这件事情70年，只能秘密的行动，寻找装备。牧尘道，我不但可以帮你找到装备，甚至可以帮你坐上新手村村长的位置，你可以考虑一下。我的事情暴露了。老铁匠彻底沉默了。要是牧尘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村长绝对会做掉自己。他想杀了牧尘，却又无可奈何，因为牧尘是另一个世界来的冒险者，杀了也可以复活，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同流合污。第25章真龙牙和穷奇凶兽。半晌之后，老铁匠才开口：纯情大男孩，你确实有用不可思议的实力，我正好就缺少你这样的左膀右臂。我可以把东西给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保密，也要帮我坐上村长位置。说着，牧尘的眼前已经出现了一道任务界面。新任务，老铁匠的委托。任务内容，你需要交出3万件装备，并且要对老铁匠的行为保密，帮助老铁匠坐上村长的位置。任务奖励300金币，1个装备绑定卷轴和1个装备固定卷轴。任务失败奖励，你将受到老铁匠的敌视，被老铁匠追杀到天涯海角。不行，你现在就要把那2个卷轴给我。牧尘道。纯情大男孩，你欺人太甚，不怕我把你杀到0级吗？老铁匠咆哮。调级对于牧尘来说反而有好处，所以他有恃无恐，
咧嘴一笑，这是我替你保密的报酬，我想你也不想被村长知道你还和他老婆有染吧？这件事你都知道。老铁匠的脸色变了又变，但是很快就镇定了下来，道：空口无凭，你去试试看，村长信不信你的话？沐尘淡然一笑，那你就把那条大耳狗印花的苦茬子收好，放在你的床头，容易被村长找到。这个瞬间，老铁匠就像是被触了逆鳞的巨龙，因为沐尘说的是真的，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老六这么不要脸，明明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老狗，竟然好意思自诩纯情。被沐尘抓着把柄，他不得不答应沐尘。好，我给你。说着，他去了一趟仓库，把2个卷轴拿出来，顺便把那个苦茬子收起来，生怕老村长过来之后看到，然后才出去把2个卷轴给沐尘，并且修改了自己的任务卷轴内容，取消了2个卷轴的奖励，按照沐尘的要求换成了整整1000金币。沐尘总算是接了任务，他不在乎成功还是失败，接任务也只是为了在后续的任务之中把那个失传的打铁方法也坑过来。要是真的失败了，被老铁匠追杀，大不了跑路去主城。至于杀 NPC， 沐尘还没有想过，因为一旦杀了 NPC， 他将会有无法消除的红名，就连主城都无法进入，实在是不值。很好，纯情大男孩，去帮我打装备吧，3万件装备，希望你可以在10天之内给我。老铁匠道。沐尘的背包之中早就叠加了超过3万件装备了，所以点点头，把自己的披风固定，又把木油油的王冠绑定后，直接下线。下线了，老铁匠的一张脸黑成了一块铁，总有一种自己被戏耍了的感觉。这个王八蛋，该不会是在耍我，要坑我的卷轴吧？你胆敢戏耍我，等你上线，我一定要把你千刀万剐。沐尘从游戏仓出来，伸了个懒腰，感觉格外舒爽。那些主神还是有本事，做的游戏就像是休息一样，我玩了2天了，却感觉像是午休了几个小时。沐尘赞叹一句，把木油油也叫醒，准备洗个澡，出门吃饭。我也和哥哥一起洗。木油油兴致勃勃。沐尘瞪了他一眼，胡闹，你都11岁了，要自立，否则将来嫁不出去。木油油低着头，委屈道：我来的那天也是你帮我的，还不是因为你太脏了，像是泥浆里面滚出来的。沐尘很有原则，强制让他自己洗，之后出门吃了饭，去了趟相关机构，申请了一些福利院的批地。沐尘并没有背景，不过现在有的是钱，所以轻松拿到了郊区的一块烂尾别墅区，找了些人去改造。次日又带上木油油去游乐园玩了一天，精疲力竭，这才回家睡了一宿。次日醒来，他们收拾了一下屋子，准备继续进入游戏。但是木油油下楼丢垃圾的时候，却给他打来电话：哥哥，我用骨头喂了一只猫，这只猫给我找来了一颗漂亮的玻璃珠子，感谢我，它好乖啊，我能收养它吗？沐尘下楼去，果然看到了一只猫。这只猫的身体上有很多伤，而且有一只眼睛瞎了，里面的眼珠子都没了。普通人见到这样的猫，恐怕会拍个视频发网上，谴责人类的残忍。但是沐尘看到那只猫之后，却立马呵斥：快点过来，不要碰它。为什么？它这么乖，一只眼睛都瞎了，好可怜啊。乖？沐尘都无语了。你说这只猫乖？错了，这只猫是附近几个小区出了名的凶猫，咬死了好多野猫，甚至敢和大型犬打架。那只眼睛就是和一条大型德牧打架留下的。最后德牧被这只猫咬残了，这只猫也瞎了一只眼睛。他都已经半个多月没有见到这只猫了，本来以为这只猫死了，没想到还活着。它很乖的，你看，这是他给我找来的礼物，拿在手里很舒服。木油油笑嘻嘻的拿出一颗珠子给了沐尘。这颗珠子的材料很特殊，像是骨头，又像是玉石，和那个舍利子很像。沐尘看了一眼，大惊失色。龙牙珠，上古顶尖神明五爪金龙的龙牙磨成的珠子，是五爪金龙送给朋友后代的礼物，长期戴在身上可以激发出生命潜能。这丫头真的是神了。沐尘不得不感叹，木油油的运气太好了。自从遇到自己开始，好事一件接着一件。或许木油油独自一人可以活到现在，也是运气的表现。这只猫真古怪，竟然能找到这么好的珠子。沐尘对这只猫也来了兴趣，认真一看，更多的信息出现在了自己眼前。凶兽穷奇是至尊最喜欢的坐骑之一，因为遭到一位大帝灭族，不得已退化成猫的形态保命。一旦灵气复苏，穷奇成长起来，足以比肩顶尖神明，但是因为太凶残，不建议普通人饲养，除非有足够强大的体质，可以镇压穷奇的凶性。而此时木油油的双目正在散发光芒，镇压着穷奇的凶性，让穷奇瑟瑟发抖。第26章，穷奇宠物和神级瞳术。沐尘也走了过去，接近穷奇的时候，他的胸口在绽放光芒，同样让穷奇发抖，不敢造次。他摸了一下，穷奇也只是乖乖让他摸头。哥哥，我们养它好不好？木油油撒娇，我感觉它就像我，流浪了这么久，
肯定很辛苦，养它吗？牧尘确定琼奇没有威胁之后，终于点头，行，带他上楼。他们把琼奇洗了洗，又给琼奇喂饱。进入游戏之前，牧尘把那颗龙牙珠交给了木油油。现在灵气还没有复苏，龙牙在现实之中的效果并不算太好，但是到了神域世界就不一样了。神域世界的本质是灵气构建的世界，所以把龙牙珠带进去才会显化出真正的形态。你把这颗珠子捏在手里，进去试试。牧尘道。木油油点头。牧尘又道，还有这只猫，一起带进游戏舱吧。他也不知道琼奇能不能在神域世界之中显化出来真正的模样，但是试试又没什么坏处。好，木油油很乖巧，抱上更加乖巧的琼奇，躺在了游戏舱里面。琼奇竟然没有任何的反抗，自己闭上了眼睛。等到牧尘也进去，果然看到了一头巨大的怪物。怪物并不是猫，而是一头凶兽，形如虎，头上生着双角，背后还有双翅，一只眼受了伤，不过依旧睁开，里面散发射人的光芒。那2米多高的体型充满了凶残和霸道的味道。这是什么？木油油一脸畏惧，躲在牧尘的身后。牧尘道，不用怕，这就是那只猫，以后让它当我们的脚力。这一点都不像啊。木油油不敢相信，但是琼奇却十分乖巧，凑到木油油的身边，蹭了蹭木油油的身体。木油油这才半信半疑，摸了摸琼奇。真的？一定是我喂了它，它才这么乖巧。木油油格外开心，看了看琼奇的信息。凶兽琼奇，品级超神，至尊，等级0，生命值10万，物理攻击8000，物理防御1万，魔法防御1万，速度15米每秒，飞行状态速度加倍。技能俯冲，如鹰隼一般从天而降，对单个目标发动攻击，造成物理攻击 x3 等于 9W 点伤害。至尊威压，被动，可以对非人形生物形成威慑，让其丧失 90% 属性，并且免疫神明威压，附带每秒 2% 回血。形态转变，被动，可以在坐骑和战宠之间转换，当坐骑的最大载人量为3人。这就是超神级生物的可怕。牧尘有些震撼。要知道，不管是什么生物，从野怪或者 NPC 沦为玩家或者灵宠的时候，属性都会大打折扣。哪怕已经打了折扣，琼奇依旧有这么可怕的属性，让人惊骇，简直就是在影响游戏平衡，给牧尘一种游戏崩了的错觉。先滴血认主。牧尘提醒，让木油油滴血。哥哥你来吧。不用，我这当哥哥的总不能什么都抢。牧尘摇头。木油油滴血之后，琼奇才算是真正认主，绝对不会攻击他们。以后就让你来引怪了，我可以退休了。木油油嘿嘿笑着，心情舒爽。牧尘在他额头上敲了一下，训斥道，谁给你教的？我们要纯情，怎么能有这种老六行径？你教的。木油油捂着额头小声嘀咕。下一刻，他的耳朵旁边已经响起了一道提醒，恭喜玩家悠悠球获得全服第一个宠物间坐骑，开启宠物和坐骑系统，奖励宠物经验单 X10，将进行全服通报，是否选择隐藏昵称？否。木油油做出了和牧尘一样高调的选择。下一刻，全服公告响起，玩家悠悠球已获得宠物和坐骑，开启宠物和坐骑系统，宠物坐骑榜单已经开启，奖励玩家悠悠球10级白银套装一套。玩家悠悠球已获得宠物和坐骑，开启宠物和坐骑系统，宠物坐骑榜单已经开启，奖励玩家悠悠球10级白银套装一套。玩家悠悠球已获得宠物和坐骑，开启宠物和坐骑系统，宠物坐骑榜单已经开启，奖励玩家悠悠球10级白银套装一套。宠物系统和坐骑系统，所有的玩家都愣了一下。一般情况，这种大型网游前期是不会出现这两种系统的。满级1000级的网游，少说也要在有人达到150级才会开启这两种系统。为什么现在就出现了？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开启新系统的总算不是纯情大男孩了，要是还是他，这游戏没办法玩了。快点看看榜单，不知道悠悠球的宠物和坐骑怎么样？不用看，肯定是运气好开启的，就和之前的萧少一样，偶尔拿点第一罢了。但是当他们打开榜单的时候，全都崩溃了。什么玩意？超神级宠物琼奇，还有超神级坐骑琼奇？不对，这名字怎么一样？废话，本来就是一个东西，一个琼奇两用。妈的，我才刚刚拿到了一个兔子蛋，还没有孵出来，估计孵出来也只是最普通的宠物，这人就有超神级了。这个宠物恐怕能比得上我们这些玩家。我呸！你的脸真大，宠物比得上玩家？这可是超神级，估计吹口气我们都要死100次。整个神域世界再一次沸腾，甚至有各种各样的新闻发布，引发热议。很多人都在庆幸，唯一的好消息，幸好这宠物和纯情大男孩没有任何的关系，
否则老子原地退游。而此时，穷奇正在尝试接近沐尘，想要和沐尘也打好关系，但是被沐尘踢了一脚，立马瑟瑟发抖，躲在角落不敢动。宠物都是其次，你看看你的背包有什么变化？沐尘催促沐油油。多了一颗珠子。沐油油说着，把珠子拿了出来，正是之前的龙牙珠，特殊饰品，龙牙珠，品级超神，物品属性佩戴在胸口，可以慢慢觉醒天赋，觉醒出完整的至尊天赋之后，龙牙珠将失效，耐久度非超神级力量，不可摧毁。也不知道这颗珠子对你来说够不够用？沐尘嘀咕，因为他不知道沐油油的天赋到底是至尊级还是超越至尊级。他是可以看到一点未来的宿命，但是太细节的东西他一直都看不清楚。总之戴上不吃亏，他让沐油油戴上，沐油油当即觉醒出了部分的天赋。时间瞳神级可以控制自身和一个敌人的时间流动 30s， 控制上限5倍，冷却1天。第27章，这老六不是什么好东西，竟然能控制时间。沐尘有些惊骇，要知道现在沐油油穿上了靴子，速度已经达到了168米每秒，要是控制时间流动，能加快到840米每秒，攻速也可以达到84次 s， 而敌人却会被减慢一切速度 80%， 哪怕有100米的秒速度也会降低成20米每秒。不管是什么样的敌人，在沐油油的眼里都会变成一只待宰的乌龟。到了游戏降临现实之后，只会恐怖千百倍。不愧是神级天赋，简直就是一个单挑的逆天神技。好啊，有了这个，以后哥哥有危险，我抱着哥哥跑路，比别人坐飞机还要快，半分钟就能从新手村东边跑到西边。沐油油很激动，然后嫌弃地踢了穷奇一脚，你这废物太慢了，遇到危险还要我背着你跑。穷奇只能委屈地趴在一边，小眼神无比的畏惧，眼巴巴看着沐油油。而这时候老铁匠也刚刚忙活完，从铁匠铺里面出来，看到沐尘，他准备问罪，但是本来还气势汹汹的老铁匠在看到穷奇之后忽然就熄火了，他浑身颤抖，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凶兽，结结巴巴道，穷奇，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穷奇理应全都死了，要不怎么说你见识短呢？只是我养的一个宠物，长得像罢了。 NPC 只能看到玩家的昵称，无法看到其他生物的信息。老铁匠再想想关于穷奇的那些传说，果然信了。不过他看向穷奇的时候，眼里还是有一点畏惧，不自觉的说话声音都低了3度，道，纯情大男孩，我需要的3万装备，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打？难道你是在诓骗我？言语之间都是焦急。沐尘用屁股都能想到自己离开的这2天，老铁匠有多么的煎熬。老铁匠煎熬，他才能获得更多的好处。他表现得有些痛苦，道，实不相瞒，我在我的世界之中出了一些问题，父母被人暗算，后续需要大量钱财，所以让我给你打装备，只给300定金还不够。沐尘知道老铁匠小时候父母就被村长害死，童年悲惨，最听不得的就是这种事情。果然，老铁匠看着沐尘的眼神已经变了，有一种悲天悯人之感，明显动了恻隐之心。这就是真实世界的好处，这些 NPC 也都有血有肉，有感情。当沐尘洞穿他们的性情之后，就会变得十分容易控制人心。老铁匠叹息道，我可以给你更多的金币，神域世界的金币应该可以高价兑换成你们那个世界的钱财。沐尘摇头，我需要自己赚钱的能力，所以想学一点你的铁匠手艺。老铁匠愉悦道，现在的年轻人都不能吃苦，你想学我的手艺，求之不得，我的手艺也能传下去了。因为沐尘的言辞，铁匠对沐尘已经亲切了很多。沐尘也痛哭流涕，和老铁匠一见如故，只要能学到这手艺，铁叔你就是我全家的恩人。他演技自然，让人看不出任何破绽，一声铁叔让老铁匠内心更加动容。随后沐尘乘胜追击道，我听说神域世界有一种失传已久的打铁技术，可以打造出神铁，铸造超级装备，不知道铁叔会吗？老铁匠那颗躁动的心在这一瞬间就清醒了过来。坏了，冲我这超级打铁技术来的。这种打铁技术并不是老铁匠与生俱来的，而是年轻的时候在一个战争遗迹之中找到的。那个卷轴他至今都没有用，就等真正打造全新装备的时候使用。可以说那个卷轴就是他的命根子。这个纯情大男孩竟然盯上了他的命根子，妈的，老子早就看出来你这老六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在内心高呼，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仅仅因为几句话就信了这个威胁自己的小邓，看来自己真的是老了。他清醒过来，冷哼一声道，我哪有什么超级打铁技术，年轻人不要最总想着一步登天，这是300金币，快点给我打装备去。说着他已经拿出了一袋子金币，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声音十分好听。沐尘可惜道：“那我现在就能给你，你可不要骗我。”老铁匠格外不满，毕竟神域世界对外开放才3天半，沐尘有2天就不在，总共1天半的时间，怎么可能打够10万件装备？他下意识认为沐尘在欺骗自己，但是却被一边的穷奇震慑，不敢大发雷霆。骗你做什么？只要你给钱就行。沐尘说罢，已经拿出了一大堆的装备叠加在一起。兔骨长剑 X898， 兔皮长靴 X728， 兔眼戒指 X347， 光是兔子身上打下来的装备就已经超过3万了。本来沐尘还在发愁，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处理这些装备，然后就遇到了这个冤大头。真的拿到了？你难道在我忙着打铁的时候偷偷上线打怪了？老铁匠问道。沐尘摇头，你想多了，本来就刷够了。啊，这……老铁匠瞪大了眼睛，感觉呼吸都有些不稳了。1天半就刷了这么多的装备，按照神域的爆率，平均下来7个野怪爆1件装备，这么多的装备，少说要刷20万只兔子，1天半完成，哪怕是10级的神命来了都做不到啊！我只刷了10万只兔子，10万只也恐怖。老铁匠收了那些装备，眼睛都亮了。不管是什么装备，他都无所谓，只要是全新的装备就好，他就可以炼制成全新的金属。他把装备都叠放在自己的仓库之中，然后给了沐尘300金币。金币到手了，买了那块神铁，我就该离开新手村了。沐尘盘算，至于帮老铁匠当村长这个任务，自己可以量力而行，行就行，不行就算了，不影响自己以后的发育。老铁匠适时开口，看来我确实选对了，只要有你帮我，我肯定可以当上村长。接下来帮我去找一下村东头老王，告诉他我的装备已经收集够了，让他这段时间好好准备，我们马上就要进入行动阶段了。老王看到这个传信内容，沐尘愣了一下，这不就是自己要找的神铁主人吗？第28章脚踩神铁的老王。沐尘分析了一下，现在这节奏是要把自己卷入新手村的斗争，其他人被夹在中间，或许要小心翼翼。沐尘不一样，他知晓一切，包括人心，所以夹在中间反而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离开新手村的任务似乎可以暂时缓缓了。好，我现在就去传话。沐尘接了任务，立马离开。沐游游和穷奇他没带，我在新手村里面做任务，没有什么危险。你带上穷奇，先去练级，早点让他也到10级。沐尘道。好。沐游游点头。还有这些装备，你也卖了，卖给其他人，他们有多少铜币，你就要多少，不用勉强。沐尘又把那些6级以上的装备也都给了沐游游。为什么不卖贵一点？沐游游问道。沐尘咧嘴一笑，又不缺那点钱，随便要点铜币就行。重要的是，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大肆宣扬，让萧云知道。沐游游撇撇嘴道，这样会不会把他气死？毕竟萧云为沐游游花了30多亿，像是一个疯子一样。沐尘摇头，肯定会生气，但是这样才会刺激他，让他更加疯狂地花钱给我们宝贝。你不会明白他的心。沐游游不明白，但是沐尘明白。对于萧云来说，金钱就是浮云，哪怕是欠下一屁股债，只要可以抓住女帝的心，等到游戏降临现实之后，都可以轻易翻身，甚至可以和宇宙深处的神族一样，可以永生。这么多的好处，足以让萧云疯狂。哥哥，我们总是抓住一个人薅羊毛，会不会有点不好？沐游游问道。沐尘愣了一下，叹息一声，萧云3人的羊毛都快要薅秃了，急需下一批重生的长毛羊出现。先薅着吧。沐尘道，实在顶不住，先拿新手村这些 NPC 的顶一下。沐游游点头，铭记沐尘的教导，当羊毛薅秃了，又没有什么继承者之后，就要暂时找个替代品。总之就是不能闲着。行了，你带穷奇去练级吧。沐尘道。2人分开，他很快就找到了村东头的老王。老王是个长相很正派的中年人，浓眉大眼，很有精神头，但是现在却正踩着一块20多厘米高的石头，扶着墙，通过一个猫眼一样的装置，看着对面的院子。哗啦啦，哗啦啦，隔壁传来一阵水声，还有女人清脆的哼唱声，十分好听。一般情况，女人只有洗澡的时候才能有这样轻松的歌声。果然在偷看隔壁张寡妇洗澡。沐尘都惊呆了，想不到这么个浓眉大眼的家伙，竟然也会做出这种背叛纯爱的事情。老王，你在做什么？沐尘这么纯情，这么正义，自然抓了一个现行。老王一慌张，已经从石头上掉了下来，摔了个狗啃屎。异世界的冒险者，你好大的胆子啊，敢这样吓唬我！老王格外愤怒，毕竟他才刚看到最精彩的地方，就被沐尘打断了。老王啊老王，没想到你看着这么老实的一个人，竟然做出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沐尘大义凛然。老王忽然之间怂了，小声道，不要声张，我只是在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不得不这样做。沐尘看了一眼，已经知道了老王的一切。王天行，神域世界新手村的大高手，在新手村上千人之中可以排进前10，但是因为一枚魔戒，他可以隐身，所以可以排进新手村前5。70年前，老铁匠从外界回来，很快就拉拢了王天行，要和王天行一起除掉村长，许诺给王天行好处。但是事情暴露，王天行又被老村长策反，反向监视铁匠，报告铁匠的行动，以及监视隔壁被铁匠拉拢的高手张寡妇。真是在监视？沐尘有点不敢相信，难道是因为这个张寡妇很丑？他也从猫眼里面看了一眼，不丑，相反，竟然是个漂亮的少妇，身材完美。这会儿正在洗澡，用泡沫涂满了蜜桃一样的臀部，那梦幻的场面让沐尘老脸通红。这是不掏钱就能看的内容吗？与此同时，沐尘也看到了张寡妇的一些信息：72亿102,60108。不愧是全知神眼，瞟一眼就能得到这些精确的数字。让开让开，不要拦着我。他每天都要在洗澡的时候利用特殊的方式和铁匠联系。可惜沐尘还想看到更多信息，却被老王一拉，像是小鸡仔一样丢到了远处，然后装模作样，一边看一边用本子写着什么笔记。沐尘看了眼，是在速写，手法纯熟，都不用看着本子，3秒就能速写出来一个美妙的动体，活脱脱就是一个人肉照相机。我呸！你这背叛纯爱的牲口！沐尘看不下去了，道：我过来替铁匠给你传句话，他的装备已经收集够了，让你这段时间好好准备，马上就要进入行动阶段了。老王这才错愕地看着沐尘，竟然是铁匠让你来的？对，不应该啊，铁匠向来不和弱者合作，怎么可能和你这样的冒险者合作？众所周知，异世界来的冒险者实在是太弱了，血量单薄，攻击乏力，不像他们这些 NPC， 一个个都有好几十万的血量，老村长甚至有上百万的血量。铁匠找一个异界来的冒险者，是看老村长辛苦，想要给老村长刮痧。沐尘咧嘴一笑，主要还是因为我这种冒险者不怕死，好利用。老王将信将疑，据我所知，你们来这儿世界也是会有痛苦的，你怎么证明你不怕死？沐尘道：老王，你也不想让张寡妇知道，你每天都在偷看她洗澡吧？老王的笑容忽然之间凝固了。啊，这胆子这么大的吗？敢威胁自己这个强大的 NPC？ 行了行了，我信你的话，你确实是一个可以用的人才，帮我办件事。老王尴尬笑道：帮你办件事？沐尘笑了起来，你难道以为我的威胁是假的？你想太多了，给我点好处封口，否则我现在就去隔壁告诉张寡妇，以她的武力，哪怕不能杀你，也能给你一些教训。老王瞪大了眼睛，汗流浃背。我日，这老六来真的！第29章，神铁魔戒灭世凤凰。你想要什么？老王很直接，要破产消灾。沐尘直接指着那块石头道：你胆敢偷看我女神，这块石头我就没收了。老王长出了一口气，他还以为铁匠把魔戒的事情告诉了沐尘，沐尘想要得到自己的魔戒。要是沐尘想要魔戒，他哪怕不要自己的名声，也不会交出魔戒。但是沐尘只想要一块破石头，无所谓了。好，那块石头你带走。沐尘收了那块石头，看了一眼，黄道仙晶，先帝死后的骨骼化成是打造神兵利器的绝佳材料，但是基本上没有炼化的可能。竟然是先帝的骨骼化成？沐尘知道先帝的等级，超越至尊，没想到先帝也有死的一天。沐尘想要看清楚先帝是怎么死的，但是看不清。我的全知神眼觉醒的时间太短了，等到以后成长起来，大概可以看清。沐尘不再多看，把黄道仙晶收了起来。老王继续道：你确实不怕死，哪怕我想杀你，你也会无限复活。既然如此，你就帮我一个忙，把这种药物混在铁匠的仓库之中，在铁匠打造那件装备的时候让他失败。沐尘一挑眉：老王啊，你也不想让铁匠知道你已经被村长策反了吧？纯情大男孩，你不要太过分。老王勃然大怒，此刻总算是不忍了，抖手之间一把匕首出现，刺在了沐尘的身上。-10686，一个恐怖的数字飘起，但是沐尘依旧矗立。怎么可能？1万多的伤害，你竟然没有死！老王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沐尘，哪怕是10级的盾位，加上黄金盾牌，血量也只有几千。沐尘竟然好端端的，这实在太恐怖。沐尘咧嘴一笑：我不怕死，你继续。但是你很明白铁匠的脾气，他很暴躁，一旦知道你叛变，肯定会把你抽筋扒皮。老王的脸色变了又变，问道：你到底想怎么样？沐尘笑道：我是个玩家，我只要利益，只要你给我足够的利益，我就替你毁掉铁匠的装备。好，我给你200金币。不够，我想要魔戒。
老王的脸色更黑了，问道：“铁匠告诉你的？”“对。”牧尘点头，挑拨离间，毕竟知道这件事情的也只有铁匠。这是因为铁匠和老王两家是世交，只有铁匠家知道老王家曾经得到过一枚可以隐身的魔戒。看来铁匠还是没有完全信任我。老王叹息，只能摘下一枚刻画着符文的戒指。牧尘戴在手上，戒指虽然没有提供什么属性，但是却提供了一个技能：隐身，熟练度初学100-100，可以进入隐身状态，持续时间30s，冷却60s。隐身被动，当自己不在目标视野之内造成的伤害 x2。东西不错，但是只是一个钻石级的装备，因为隐身在后期的用处不大，尤其是在那些精神力强大的对手面前，比如强大的修仙者。修仙者有魂修，神识可以看清一切，隐身在修仙者面前形同虚设。不过在前期算是一个利器。老王道：“戒指给你，希望你不要助纣为虐。你们这些外来者只为利益，却不知道我们新手村封印着一只灭世凤凰，这可是超越神明的物种。而铁匠一家就想放出灭世凤凰，自以为可以控制灭世凤凰，称霸整个银河系。实际上，一旦放出灭世凤凰，不要说是一个小小的新手村了，哪怕是整个银河系都要遭殃。灭世凤凰，牧尘皱眉，他通过龙牙珠和穷奇得知了一点关于灭世凤凰的信息。灭世凤凰和真龙一样，都是顶尖的至尊物种，一旦进入壮年，就可以成为至尊之中的最强者。那等强者翻手之间可以覆灭一个星系。而且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来了，灭世凤凰太强大，彻底掌握温度法则，这种法则超越了水火法则。这样的体质，哪怕是自己的至尊骨都不一定可以造成强制伤害。所以你要是真的想帮助铁匠，就要想好，一旦放出灭世凤凰，整个神域世界都要完蛋。老王道。说罢就给了牧尘一点药粉。化铁粉可以让炼器材料变成无法凝聚的状态，极品材料容易发生爆炸。容易发生爆炸这几个字眼让牧尘内心有了新的想法。要是我用这个，铁匠会不会被炸伤？老王道：不但会炸伤，而且会让他几十年的心思白费。牧尘眼睛发亮，这么一来，他只能让别人帮忙打造武器了。老王点头：不会有人帮他的。对，这种毁天灭地的事情怎么能帮他？牧尘义正辞严，眼珠子一转，已经打算好了，好人做到底，必须要把铁匠的打铁技术学。不对，必须要帮铁匠一把。我可以帮你，但是你必须要发布任务，给我一些好处。金币？不，金币太少，对我意义不大。牧尘道。他当然还需要金币，到了主城之后，遇到其他重生者，说不定要大量使用。几百金币多半只能算杯水车薪，对自己现在的帮助也不大。我要属性点。牧尘道。这些 NPC 都可以把自己的属性点拿出来，当做任务奖励发放。可行，只要你帮忙，让我死也行。老王道。牧尘看了一眼，发现这竟然是老王的真实想法。看来为了新手村，老王是煞费苦心。给我1万属性点，我立马去办。牧尘道。1万点？你疯了！老王差点被气疯。牧尘这就是在狮子大开口。他作为 NPC， 属性点成长很高，饶是如此，也只有300属性点。最多100点，不能再多了。老王道。300点，再少你自己去干。你看看他会不会让你进入他的打铁铺。牧尘道。300点。老王再次汗流浃背，总有一种赤身裸体站在牧尘面前的感觉，什么都被牧尘看穿了。第30章，灭世凤凰的弱点。这小子绝对有问题。老王自言自语，想要讨价还价。不行，300点太多了，最多。他话说了一半，牧尘转身就走，嘴里还发出一道沈笑，300属性点都不愿意给，还好意思说你愿意为了新手村付出生命，可笑。老王怒红了脸，咬着牙，总算是拿出一个任务卷轴，道：这个任务卷轴拿好。牧尘接过来一看，任务名称：毁掉铁匠的新装备。任务成功奖励300属性点，任务失败惩罚5。可行。牧尘接了任务就走，片刻之后就回到了铁匠铺。你回来了。铁匠见到牧尘格外高兴，道：我要打造装备了，需要你帮忙，打下手也能学点打铁。说着，牧尘已经看到了任务提醒，任务：帮铁匠打下手打造全新武器。任务奖励：低级锻造术。低级锻造术算是那个打铁术的前置技能，还算不错。你为什么选择我？选择老王不是更好吗？他的力量比我强很多。牧尘道。铁匠眯着眼道：他不忠诚。你竟然知道？我本来就知道，我父亲就是他和村长一起害死，我拉拢他，只是想除掉他，想来我打铁的时候，他肯定会过来捣乱，
我在这儿布置了陷阱，除掉他。牧尘知道铁匠有心机，但是从铁匠的嘴里说出这番话，还是让人惊讶，高看铁匠一等。那你为什么选我？因为你这人唯利是图，我可以用足够的利益收买你。好，这个任务我接了。牧尘毫不犹豫接了，跟着铁匠进入锻造室。接下来就是永无止境的重复步骤，把10万件装备一件一件熔炼。1天半之后，铁匠总算是熔炼了8万件装备。他长出一口气道：“我去上个厕所，你好好烧火，不要偷懒。”好。牧尘点头。在铁匠离开之后，立马把化铁粉放了进去。被熔炼之后，看不出任何端倪。片刻之后，铁匠回来继续熔炼。但是等到全部熔炼凝聚成一团金属之后，铁匠正要打铁，轰！那块金属已经炸开，整个铁匠铺在内的100米范围都被炸成了灰烬。铁匠也横飞出去，血肉破碎，不停呕血。而牧尘更惨，直接死亡，从新手村泉水复活。死得真爽，我都没有感受到痛苦。牧尘哈哈大笑，看了看自己的面板，现在已经降到了9级，而且任务完成，他已经多了300属性点，还有低级锻造术，东西还没有打造成功，低级锻造术就有了。不错，他赶到铁匠铺，看到铁匠还活着，长出了一口气。但是铁匠却崩溃了，嚎啕大哭：“不，我的材料，我的装备！”铁匠铺被炸毁没关系，可以利用一些地形修复卷轴，轻松修复。但是10万件装备全都没了，几十年的苦功白费了。而且自己这状态，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继续打造装备了。我辛辛苦苦几十年，怕的只是被老王搅局，最后却栽倒了自己手里。铁匠黯然神伤，还不知道是牧尘在搞鬼。牧尘上前拍了拍铁匠的肩膀，道：“还能打造吗？我可以给你打装备，对我来说不难。”铁匠猛然看向牧尘，他这才发现这个老六还有如此热心的一面。但是很可惜，他摇头道：“不行了，我伤得太重了，暂时已经不能打铁了。太可惜了，我们要放弃了吗？”牧尘叹气。铁匠猛然抬起头，看向牧尘：“你的力量有多少？”牧尘道：“很低，只有15点。”铁匠道：“我可以给你285点力量，让你的力量提升到300点，还能给你那个打铁术。你帮我打造这个武器。”牧尘内心惊喜，目的这就达到了。只是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我先下线一趟，很快回来。牧尘道。下线后他接通电话，是有关部门打来的，要和他说关于孤儿院的事情，要让他过去一趟。我马上来。牧尘让穆悠悠也回到现实，但是他们发现琼奇似乎变了，原本是一只胖乎乎的小橘猫，大概只有30厘米那么长，现在却有半米长，体型大了一圈，而且身体之内一直在轰隆隆作响，和猫的呼噜声大有不同。凑近了听，就像是惊雷炸裂。小花长得真快。穆悠悠惊喜，这名字是他在游戏里面取的。牧尘也试了试，发现琼奇小小的身体里面蕴含的力量恐怕要超过1吨，是个好猫。牧尘点头称赞，乐得琼奇不停蹭牧尘的裤管。别这么恶心人，保持距离。牧尘踢了一脚琼奇，让他安生点。随后两人洗了个澡，下楼吃了点东西，就到了别墅区。刚到别墅区，他就感受到了一道几乎要吃人的目光。果然是你。还有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声音虽然不大，但是牧尘有了至尊骨之后，耳聪目明，还是捕捉到了一点。果然是我，是重生者。牧尘有点惊喜，本来就在发愁找不到第4个重生者，现在总算是见到了。他和那人对视，很快就知道了那人的信息。罗征，有关部门高层，上一世坑杀100万人民，投靠外星星系，最后死在时空风暴之中，得以重生，现在已经拿到了地级天赋觉醒时，觉醒了地级天赋。罗征上一世知道的机缘不多，但是却包括一个最重要的机缘。游戏后期，新手村被铁匠掌控，放出了灭世凤凰。灭世凤凰初始等级为10级，虽然不高，但是发育极快，很快就毁灭了整个安斯帝国。数以亿计的玩家付出调集无数的代价，官方才找到了灭世凤凰的弱点，击杀了灭世凤凰。灭世凤凰的弱点为腹部，曾经他就是因为腹部的伤陷入沉睡，现在腹部依旧是弱点。牧尘惊讶，实在是没想到这位大佬的记忆之中竟然有关于灭世凤凰的击杀方式，这可是至尊级天赋的生物啊！现在自己知道了弱点，就有击杀的机会。能杀灭世凤凰，我就不用束手束脚了，直接让铁匠把灭世凤凰放出来。第31章，我慕纯情，没有隔夜仇。牧尘记住了灭世凤凰弱点的具体位置，一边走一边策划，顺便提醒穆悠悠把小花抱好，不要让她乱跑，
影响我们的福利院谈判。穆有有点头，捏着琼奇的后脖梗，不让他跳。很快，他们就和罗征见面。罗征此时眼神十分阴翳，因为他今天才刚刚拿到那个地级天赋觉醒时，觉醒了自己的羽级天赋进攻狂人。这是第4等天赋，天赋效果是可以让自己的攻击翻倍。刚刚觉醒自己的天赋，还没刷怪刷个爽快，就已经接到电话要处理沐尘的事情。他当时就愣住了，因为沐尘这个名字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凡，可以算是他最厌恶的人。他赶过来一看，果然就是害死自己的那个沐尘。呵呵，穆老六，没想到吧？你也有落在我手里的一天。罗征内心暗爽，开口道：沐尘，你这个福利院项目我审核了一下，没有任何的专业成员，所以不予通过。好的，我知道了。沐尘笑着回应。哥哥，我们不能修建福利院了吗？穆有有有点难过。沐尘给他一个眼神，又叹息道：恐怕是不能了。仅仅只是一个眼神罢了，穆有有已经明白了，这是想要找个地方给罗征这个老狗敲一顿闷棍，给有关部门一点敲打。说罢，沐尘带上穆有有转头就走。罗征愣了一下，啊，这不是应该求我让我帮你们通过吗？怎么可以转头就走？沐尘，他呵斥一声，你不求我，求我，说不定我就让你通过了。沐尘摇头，不求，再见。你会求我的。他哈哈大笑道：我叫罗征，资源管理局的处长，的手机号码是151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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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想求我就打给我。沐尘记住了电话号码，带上穆有有离开。离开之后，沐尘问琼奇：小花，我这几天一直压着你，不让你捣乱，你很男人是不是？小花立马摇头，说实话，我又不打你。沐尘道。小花点头。沐尘笑道：这才是琼奇的性格，你记住他的样子了吗？琼奇点头。味道呢？琼奇依旧点头。能追踪吗？琼奇这次艰难开口，兴奋道：能。很好。沐尘咧嘴一笑，带上穆有有去游乐场，缓解了一下神域刷怪的枯燥。而罗征也感觉有些索然无味，叹息道：好不容易可以抓到一点穆老六的把柄，可惜了，竟然没机会搞他一波。他也只能回去。单位的人问他如何处理了，他有没有给钱？罗征叹息道：没给，他直接放弃了。这人简直不知好歹。他们都对沐尘有一些意见，不过也无可奈何。罗征道：这件事情不要再打扰我了，我必须要在游戏里面获取更多资源，没空。几个同事都严肃点头。我们单位的业绩全看你了，你要努力。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龙国最近的宇宙粒子探测器探测到了蓝星的能量粒子变得浓郁了很多，而原因似乎和这个游戏有关，所以龙国给他们这些单位都定了指标，让他们在游戏里面有所作为。罗征的水准极高，他们都盼着罗征可以创造奇迹。我知道，你们等着瞧好了，我一定会超越一切。罗征哈哈大笑，准备大展身手。他再次进入游戏，开始刷野。时间很快就到了下午。今天的天气并不好，外面开始刮风下雨。遇到这种天气，穆有有也兴致缺缺，被沐尘带回家里。闲来无事，发了一些短视频，把悠悠球把大量装备便宜抛售的事情宣传了一番。现在神域已经成了最火的游戏，这个消息很快就会扩散出去，传到萧云的耳朵里。希望萧云可以早点看到。沐尘许愿。就这样操作到晚上，沐尘总算是放下手机，看向琼奇，咧嘴一笑。琼奇也是一样，呲着白花花的牙齿，笑得十分灿烂。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时，你不用压制你的凶性了，去吧，但是切记不要杀了他。沐尘叮嘱。毕竟穆有有只是一个11岁的孩子，知道自己养的宠物是个吃人的怪物，肯定会留下阴影。再者，杀了那种级别的人物，会提前引起龙国注意，相当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是罢了。好。小花的喉咙鼓胀，艰难地吐出一个字。下一刻，他直接从窗口跳出，身形一变，已经成了2米多长的凶兽，并且伸出2只巨大的翅膀，根根淋雨都像是金属打造，雨水打在上面啪啪响个不停。他扇动翅膀，很快就消失在大雨之中。他就像是一只飞鸟，飞了半个小时，已经到了100公里之外，来到了一个天海市单位之前，然后身形一收，再次变成了之前的小猫，窜入大门，顺着气味到了一个房间。房间之中的设备十分的先进，用的是顶尖的游戏设备，有专门的营养供给装备，还有自动身体清洁装备和一些处理伤势的装备。罗征正躺在游戏舱里面努力刷怪，他不知道有一个恐怖的阴影透过游戏舱的玻璃舱盖投射到了他的脸上。不正是已经恢复原样的琼奇吗？啪！琼奇伸手把舱盖拍飞，巨大的动静一瞬间把罗征惊醒，惊恐地看着眼前的凶兽。好！
穷奇一声吼，把罗征彻底吓懵了。我还在游戏里面吗？怎么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不对，难道是我在做梦？不，他还没反应过来，已经有一条手臂被穷奇咬断，三两口就吞入腹中。随后，穷奇咧嘴一笑，把嘴上的血擦干净，冲破窗户消失不见。啊！原地只剩下罗征的惨叫。哪怕是经历过往后30年的动荡，他都没有这么痛苦过。毕竟现在的他只是一个凡人，并不能压制自己的痛苦。他努力保持冷静，躺在游戏舱里面，启动疗伤的装备，片刻之后已经止血。但是他这条手臂彻底没了，再也不可能长出来。游戏明明还没有降临现实，为什么会有那么恐怖的东西出现在现实里面？罗征满头都是冷汗，咬碎了牙齿，死活想不明白。片刻后，他的手机响了，是沐尘打来的。喂，是罗处长吗？我想好了，我要求你让我修建那个福利院。声音之中满是戏谑。穆老六，是你干的。第32章元神之怒。罗征立马怀疑到了沐尘的身上，毕竟他今天刚刚和沐尘起了矛盾，然后晚上就被一个恐怖的怪物袭击了。刚刚袭击完，沐尘就给自己打电话了，哪有这要巧的事情？但是沐尘怎么能承认？罗处长，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听不懂？沐尘笑呵呵道。罗征脸上都是冷汗，此刻总算是知道了，这就是沐尘对自己的敲打。说实话，罗征真的很不甘心，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重生而来，依旧要被沐尘碾压。沐尘，你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汗流浃背道。他调查过沐尘，知道沐尘前期就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哪怕是到最后也不是什么惊人的强者，就只是凭借那恐怖的头脑坑杀了一波又一波的外星强者。为什么这辈子这么恐怖？你就让我输个明白，告诉我吧，我到底输在了哪儿？罗征道。沐尘笑道，我还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是想求你帮我弄一下福利院的各种事项。你说对了，我放下尊严来求你了。罗征死咬着牙，哪怕沐尘不承认，他也知道肯定就是沐尘。要是这一次他还不答应，恐怕就要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能行，你休息着就好，我会为你处理好一切。罗征立马答应，挂断了电话。沐尘这一边也咧嘴一笑，成了，我们的福利院可以开起来了。沐尘道。沐悠悠抱着小花高声欢呼，太好了，我要把我小时候的那些孩子都接过来。沐尘反问，他们还活着吗？沐悠悠沉默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我会花钱让人去找。沐尘摸了摸沐悠悠的脑袋道。沐尘看到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沐悠悠记忆。沐悠悠从小漂泊，并不知道那个孤儿院的具体位置，只能让人去找。好。沐悠悠点头，抹了抹自己眼角的泪水。两人再次进入神域世界，这边也是夜晚。沐尘一上线就再次见到了铁匠。铁匠表面已经恢复了，但是身体深处的伤势依旧存在，不能打铁。你总算是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铁匠格外激动道，我现在就给你自由属性点，等到你的力量有300了，就可以学习那个打铁术了。沐尘一脸正色道，不用急，我并不是为了贪墨你的属性点和神级打铁术，而是为了帮你。这一刻，铁匠忽然有点羞愧道，纯情大男孩，原来你这么真诚，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看来我真的看错人了。沐尘正色道，不用愧疚，能帮到你重整新手村是我的荣耀。若是在之前，沐尘可能会拿了这些属性点和锻造术赶紧跑路，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杀凤凰的方法，他打算帮铁匠。他和铁匠分开，就开始呼叫沐悠悠，丫头10级了吧，过来，我们去刷野。沐悠悠回复，我在一个秘境里面，应该有好东西，等我出来再去找你。沐尘一挑眉，你之前怎么没说？你也没问。沐尘一脸黑线，不再打扰，自己过去刷野。他先刷了一遍10级野怪魔能巨猿，魔能巨猿的血量达到了17000，而且经验很高，不过600多只就让他升到了10级，秒伤也到了6000点，然后秒伤就停住了，无法继续提升。不过刷这些10级野怪也可以了，没有了沐悠悠，他刷野的爆率低了很多，平均下来10个野怪才会爆出来一件装备，比普通玩家爆率低很多。非求非我莫属，想凑够10万件装备，要杀100万只野怪。沐尘一番盘算，感觉有些浪费时间，所以干脆加了40点敏捷。沐尘现在的自身攻击速度已经到了 1.5， 再加上属性点加成2和匕首的加成2，被全局加成 130% 之后，他的攻速达到了 12.65 次 S， 每一次的攻击都会分裂成8道攻击，1秒钟可以攻击到100只。在接下来3秒钟的时间内，那些野怪自己就会暴毙，不用他再攻击。所以100万只也仅仅需要2个半小时。
他提着匕首一通横扫，杀的怪足够多之后，金鹰、青铜、白银乃至于黄金野怪全部出现，但是杀了之后都没爆装备。没有，运气真差。牧尘嘀咕一句，就在凑够10万件装备之前，天空忽然之间就变得乌云密布，天空之中闪烁一道道的雷霆，无数的雷蛇凝聚起来，竟然化成了实体，形成了一头恐怖的巨猿。怪物名称：猿神之怒。怪物介绍：当有人击杀足够多的猿猴类生物，就会激怒已经死去的猿神，猿类的死去的神明会降下一缕怒火，惩罚此人。品级：钻石。等级：20级。血量：200万。物理攻击力15000，物理防御力2万，魔法防御力2万，速度50米每秒。技能：猿神之怒，锤击胸口发出咆哮，清空低级生物的攻防 60S， 冷却 180S。猿神之枪，以恐怖直立猿的灵活性，拿起一根长矛抛出，对单个敌人造成 3x 物理攻击，等于45000点伤害，冷却 30S。竟然和兔神一样，也会降下愤怒的气息。虽然有200万生命值，但是对于牧尘来说依旧是活靶子。他现在速度有30米每秒，被称号加成之后有69米每秒，自己也能把巨猿溜起来。6分钟之后，巨猿倒地，得到了钻石手杀人的称号，得到了全服通报。还有爆装备了。第33章重生者，10万只兔子达成。一道蓝宝石一样的光芒从一大堆的金币、银币、铜币之中透发出来，钻石级装备。牧尘立马赶了过去，拿起来看了一眼，是一个戒指，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裂缝。装备名称：元神的冷静之戒。装备品级：钻石级、元圣级，已破碎，已降级，使用5小时将会彻底破碎。装备要求：无。装备属性：冷却缩减 45%。冷却缩减绝对是整个神域之中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冷却缩减的上限是 50%， 这么一件装备几乎就可以拉满。他把戒指装备上，使用了一下，发动隐身。果然，隐身的冷却时间成了 34S， 但是很可惜，只能用5个小时了。他赶紧摘下戒指，防止戒指破碎。随后，他又捡起一个卷轴，名称：灭世凤凰封印法阵的破坏卷轴。作用已经一目了然。破坏卷轴总共有3个，被曾经的3个神明掌管。现如今，那些神明早已经死亡，不过可以击杀他们的同类，激怒他们的意志，让他们重临人间。但是具体在哪3个神明的手里，只有当初的一些神仆才知道。那些神仆代代相传，把这些信息都继承了下来。现在的村长就是曾经的一个神仆后代，看来必须要强迫村长说出3个卷轴的具体归属。牧尘收起这个卷轴，又把20多块金币都收起来，然后才看向自己的新称号。称号：钻石手杀人，无需佩戴，自动生效。效果：全局全属性增加 20%。套装效果：手杀人6%，全局全属性增加 230%。现在的套装光全局属性加起来就有 330%， 对生命的加成更高，已经达到了 390%。他看了一眼，因为兔皮长袍已经成了废品，所以自己的生命现是151655。修好兔皮长袍，生命值将可以达到166355，速度也已经达到了156米每秒，攻速达到了 15.6次 S， 而且杀了100万魔力巨猿，还有新的惊喜，他的万剑归宗总算是再次提升了。一次攻击可以分成16次攻击，每一次的普攻伤害都会变成原本普攻伤害的1/16。不过牧尘最重要的打野方式还是用至尊骨，普攻降低关我上苍劫光什么事呢？所以说这完全是正向增强。现在的牧尘1秒钟可以让240只野怪染上上苍劫光的 buff， 等到前往主城，他升级的速度会快到所有人头皮发麻，哪怕是带上队友10几秒钟都可以升1级。还有一个超棒的，就是埃莫比斯的眼泪被动特性也进化了，全局伤害增加 100%。 现在他的上苍劫光 buff 伤害已经达到了8102。这么好的事情怎么能我一个人独享？必须要让其他人也大饱眼福。牧尘嘿嘿笑着开启了拍摄功能，拍摄了自己刷怪的影像，1秒钟240只野怪，然后匿名发布到了神域论坛上面，搭配了一句话：拍摄纯情大男孩刷野过程，崩了，这游戏的数值已经崩了，垃圾游戏，回我青春。这样的文案让大量的玩家注意到了纯情大男孩，这也是穆纯情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前。这个牲口从精英杀到圣级 BOSS， 今天总算是要露头了。我倒是要看看这个纯情大男孩到底有什么样的属性。
当他们看到了这个视频之后，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如同见鬼，就连呼吸都不敢大喘气。这不可能！他的攻击竟然可以分成16道，这是什么技能？我知道，这是我们修仙者的一个被动技能——万剑归宗。我打出来过，效果是可以让普通攻击分开，但是造成的伤害是会下降相应倍数的。什么？竟然是这么鸡肋的被动技能？为什么他的伤害那么恐怖？3秒钟就可以让10级的野怪魔能巨猿暴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修仙者不行？别说是你们这些垃圾修仙者了，哪怕是我这个爆发最高的刺客，到了10级之后也不可能打出1000以上的伤害。刺客是什么垃圾？老子可是法爷，全家智力，哪怕是到了10级也只能打出2000点伤害。崩了，这游戏的数值已经崩了，垃圾游戏，毁我青春！所有的玩家心态都彻底崩溃，那些重生者也都盯着视频，有些难以置信，为什么会这么强？前世可没有这样的技能出现过，不但是群攻，而且伤害还这么恐怖，还是持续伤害。难道是禁咒？不对，禁咒也不对，那是法师的技能，但是这人只是一个小小的修仙者，到底是谁？他们不停放大牧尘的视频，仔细观看，等到看清楚之后，全都浑身发冷。穆老六，这不可能！他们的眼睛都红了。在所有的重生者记忆之中，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穆老六，就是深陷时空风暴之中的那一刻。他们进入一片秘境，明明十分安全，但是却遇到了这样的危机，简直死不瞑目。就在临死之前，他们看到了时空风暴之外站着的青年，不是穆老六还能是谁？穆老六脸上带着邪魅的笑容，看他们如同看着一群刚刚开化的猴子，这让他们感觉自己一辈子就像是在被牧尘耍猴。不甘，那时候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只剩下不甘。好不容易重生，本来以为这辈子就可以弥补遗憾，可以步步登天，可以把牧尘踩在自己脚下。为什么牧尘变得这么恐怖？还好这几天我没有闲着，刷了这么久，兔子总算是要刷够了。所有人都暗自庆幸，他们已经在十里坡没日没夜地刷了好几天的兔子，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拿到神器。第一个刷够的就是李爽，因为他有好几个兄弟引怪，自己可以好好的进行输出。终于10万只兔子刷够了，轰轰轰轰，所有的兔子都炸开了，凝聚成了兔神的愤怒凝聚体。黄金 BOSS， 兄弟们无比的震撼，配合李爽花了好几个小时。轰，终于黄金 BOSS 倒地，哈哈，神明总算是死了。李爽笑弯了腰，杀了这个 BOSS， 自己总算是可以拿到神器了。第34章重生者神器获取失败，快点打扫战场，整理收获，我们去村东头。李爽指挥几个兄弟，已经忍不住想要看看神器的模样了。几个精神小伙都点点头，开始打扫战场。金币真多，4块金币。听论坛的人说，已经有一些人在收购金币了，1块金币10万龙币，4块金币就是40万龙币。哈哈，爽子你就是我的神！说带我们赚钱，一刻都不耽误。他们恨不得把李爽抱起来亲一口。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个散发着金光的装备。黄金装备，是黄金装备，10级黄金装备，兔骨黄金剑，加500攻击，拿出去卖掉，可以卖几百万。几个精神小伙此时已经欣喜若狂。李爽嗤笑一声，幼稚，这点好处你们就满足了啊？几百万还不够吗？李爽摇摇头，钱有什么意义？3年之后，侍女超星系团入侵，灵气彻底复苏，钱就成了废纸，就连黄金都成了废品，只有灵石才是永恒。你们啊，目光还是太短浅了，跟我走。李爽道，他今天打算让这些兄弟们长长见识，见识一下传说之中的神器，估计能把这些人的下巴都吓掉。但是当他兴致勃勃地前往新手村东方的大山之后，却找到了那个放置项链的痕迹。什么？还要一个项链？看到这些信息，他的脸色变了，因为他对这个机缘的了解并没有那么多，并不知道还有一个项链。项链呢？快点找！项链呢？几个兄弟都看向李爽。项链？什么项链？就是一个项链，可以放在这个凹痕之中的项链。他已经彻底疯了，在自己的背包里面疯狂寻找，没有，然后翻其他兄弟的背包，还是没有。你们藏起来了吗？是你们藏起来了吗？李爽红着眼睛咆哮。众人都摇头，没有，我们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项链。李爽立马赶回十里坡寻找，但是就是没有找到任何的项链。不！李爽彻底崩溃了，瘫软在地上。他花了6天啊，6天杀了10万只兔子，都快让自己吐了，什么都没有得到。至尊骨也被人拿走了，
没了，一切都没了。这一刻，李爽的世界是黑暗的，不只是李爽的世界陷入了黑暗。另一边，李瑶月是如此，她凭借优秀的相貌和身材，这几天已经吸引了一大堆的拥趸帮她刷兔子。最后，她再出手拿下兔子的兔头，就这样刷了10万只，终于引出并且杀了兔神愤怒凝聚体。但是来来回回找了老半天，也没有找到那一滴埃莫比斯的眼泪。东西呢？东西呢？他歇斯底里，不甘而绝望。其他重生者何尝不是如此？几天努力白费，让他们心态爆炸。到底怎么回事？神器呢？神器呢？他们面孔扭曲，想死的心都有了。少了那个神器，重生者的优势就少了一大半。唯一开心的大概就是风云至风韵了。他还在看沐晨的视频，因为没有上辈子，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沐晨。阳光大男孩，好像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嘛，白白净净的，长得很合我心意。他对沐晨很满意，因为他游戏天赋太强，这些年来已经成了全球第1玩家，和第2有断层的差距。忽然出现这样的玩家，让他出现了一点慕强心理，有些春心萌动。嘿嘿嘿，我马上就能见到你了，到时候我穿个什么样的时装好呢？这件太暴露了，这件虽然清纯，但是领口设计不好，要被胸口撑开，都要走光了。这件比基尼，看到那几件暴露的时装，风韵气呼呼的，怎么都这么暴露？怎么就没有一件适合我的？他内心郁闷，因为他的胸部太大了，怎么穿都显得色情。他彻底放弃了。算了，我还是先从这个秘境出去吧。他早就到10级了，能去主城了，但是却触发了一个新手村的连锁任务。现在已经到了连锁任务的最后一环，进入了一个秘境。走出这个秘境，他将可以拿到一个神话级装备。正主沐晨此时也打包好了10万件装备，回到了铁匠铺。你回来了。铁匠盯着沐晨，没想到这么快。沐晨笑道：回来了，10万件装备都带来了。说着，他把10万件装备都拿了出来。什么？都是10级装备？铁匠更加感觉不可思议，因为他收集的装备也很少有10级装备。这么多10级装备配合起来，或许可以打造出来闪耀装备。铁匠哈哈大笑道：很强，你真的很强，你有这样的本事我就放心了。这是285点属性点，这是神级打铁术的卷轴，都给你，帮我打造一个战锤。沐晨拿了属性点，又看了一眼打铁术。神级打铁术卷轴，使用可以学习神级打铁术，最高可以打造出来神器，学习要求300点力量，初级锻造术，最高可以打造出来神器的打铁术，挺不错。沐晨把那些属性点都加在力量上，力量达到了300，然后使用了卷轴，学习成功。好，那我就进去打造装备了。沐晨道。接下来一天，沐晨彻底钻进了小小的锻造室里面，不停熔炼装备，然后提起锤头，一锤一锤打铁。终于，2天之后，铁匠的锻造室内一道闪耀的青色光芒出现。成了！沐晨高呼，拿起武器。进入铁匠视线的正是一个半人大小的战锤。哈哈，成了！终于成了！铁匠拿起战锤，看向属性，激动无比。装备名称：闪耀之锤，品级：闪耀。装备要求：特殊职业狂战士，等级达到10级，力量达到300。装备属性：力量加200，攻击加1500。按照神域的特性， NPC 的装备和玩家装备不一样，属性可以增强10倍。装备了这件战锤，铁匠攻击力大增。有了这个战锤，我们可以筹划杀村长了。第35章，老谋深算老村长。铁匠开始筹划，你先去联系张寡妇，让他拖住老王，防止老王在我们杀村长的时候从我们背后偷袭。本来铁匠打算在打铁的时候让老王过来捣乱，他已经布置好了陷阱，只要老王过来，肯定要死在锻造室之外。但是很可惜，老王出乎意料没有过来。他很怕老王的魔剑，生怕自己和村长大战的时候，老王偷偷摸摸过来给自己身后一刀子，所以必须要拖住老王。随后铁匠又道，再想办法让村长来村南边的落凤坡，我在那边布置了一个陷阱，配合那个陷阱才可以杀他。落凤坡？沐晨好奇，就是一个超级生物曾经被封印的山坡。沐晨明白了，就是灭世凤凰被封印的地方。怎么让他过去？沐晨犯愁，你自己想办法。铁匠道，我可以给你一个任务卷轴，只要你完成任务，我可以再给你50点自由属性点。说着，已经写好了任务卷轴，放在了沐晨面前。任务卷轴和普通任务不一样，要是做普通任务，做完了还要回来提交任务才可以得到奖励，但是有任务卷轴，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自动得到奖励。沐晨拿了任务卷轴前往张寡妇的院子，近距离观看，
张寡妇的身材更加健美，丰满的娇躯让宽松的休闲服装变成了紧身衣，两半臀部给人一种惊人的力量感。就连上次没有来得及看的信息也都看出来了。张黎今日休闲裤下穿纯白蕾丝花边裤衩，白色吊带丝袜，上装真空。明日不但这样，还配着那些样式的画面。这女人长得好，身材好也就罢了，还这么会穿搭，也难怪让老王每天都爬墙。这什么狗屁神眼，怎么净给我穆纯情看这些？穆晨擦了擦嘴角感动的泪水，义正辞严：我穆纯情岂是这种好色之徒？随后他总算是了解到了张寡妇的背景。张黎是张家收养的刘浪，和张家次子张莹是青梅竹马。80年前，张黎8岁，因为小孩子的玩笑话和张莹私定终身。几日之后，张家勾结铁匠家族的事情被发现，遭到灭顶之灾，只剩张黎活着。从此张黎不嫁，以张寡妇自称，孤独一生。但是神域世界灵气逼人，这些修炼的人寿元长达300载，他今年才88岁，就跟蓝星20多的女人相差无几，还要忍受200多年的孤独啊！看到这些信息，沐晨这个纯爱战士应声倒地，就连之前的那些偷看都让沐晨感觉自己有些肮脏。纯情大男孩，你来我这儿做什么？张寡妇正在晒衣服，听到沐晨的动静，回过头来询问。沐晨道：铁匠要去杀村长，让你帮忙盯住老王。不行。张寡妇皱眉，据说他有一个宝物，我不一定可以拦住。沐晨道：已经在我的手里了。张寡妇多看了沐晨一眼，完全认可了沐晨的实力。他像是看到了希望，有什么任务要给沐晨，但是还是压了压内心的躁动，送沐晨离开。沐晨刚出门就见到了老王。老王怒道：纯情大男孩，你违背了我们的约定，还偷走了我的自由属性点。沐晨耸耸肩：什么叫偷走？老王恶狠狠道：你明明答应我要摧毁铁匠的武器，为什么铁匠有了武器，你还拿到了属性点？沐晨咧嘴一笑：因为我又为他打造出来了一个全新的武器，闪耀级哦，可以加200点力量和1500点物理攻击力哦。200点力量，1500点攻击力，给了他们这样的 NPC 就是19000点攻击力，而他们这些钻石级 NPC 哪怕是加上装备，一般也只有13000点防御力。铁匠有了这个恐怖的闪耀装备，100%可以击杀村长。你这是在助纣为虐！老王已经抓狂了，但是下一刻，一根导一棒落下，正中老王后脑勺，老王已经昏死了过去。老王的身后则是站着张寡妇，丢了手里的导一棒。我呸！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偷看我洗澡。张寡妇冷冰冰道，然后拿了几条苦茬子堵上老王的嘴，3下5除2，给老王绑了一套龟甲缚，丢在了自己的院子角落。沐晨放心了，朝着村长的宅子走，同时在内心盘算，村长是新手村的主心骨，肯定十分谨慎，不可能轻易去落凤坡。看来我只有用他老婆的事情才能激怒他，让他去迎战。村长虽老，但是老婆却格外漂亮，就跟蓝星的1线女星差不多。要是让村长知道他老婆跟铁匠有染，肯定会去找铁匠拼命。心里想着，他已经到了新手村中心，见到了村长。村长是个相当和善的老人，拄着拐杖，坐在新手村中心晒太阳，看似已经风烛残年。沐晨看向村长，王守义，新手村村长，众神仆人后人，已经185岁，神域世界新手村第1强者，也是新手村唯一闪耀级天赋大 BOSS。80年前，铁匠家族要释放出灭世凤凰，被王守义得知，将其镇杀，夺了村长位置，但是却没能杀死现在的铁匠铁童。70年前，铁童回归，底牌众多，王守义不敢轻易动手。为了守护新手村和平，王守义把自己老婆推给铁匠，让其监视铁匠。啊！沐晨看得傻眼了，自己还想着要用村长老婆引村长过去呢，结果老婆竟然是村长安插的卧底，就尼玛离谱啊！简直比萧云还能隐忍，看来遇到了一个硬茬子。沐晨自言自语：既然如此，我就看穿你的记忆，找出那3个神明愤怒凝聚体的身份，我自己去拿封印破坏卷轴了。但是那些记忆都被曾经的神明给封印了起来，烙印在血液之中，这些仆人并不知道具体的信息。棘手啊！见到他过来，村长也站了起来，那张树皮一样满是褶子的脸上有和气的笑容，道：纯情大男孩，我这儿不欢迎你，也没有任何任务可以给你，你快走吧。第36章两面3刀沐纯情。啊！沐晨真的是懵了，没想到村长笑眯眯的，竟然能说出这样一番话。为什么不欢迎我？他问道。村长道：因为你帮助铁匠打造全新的装备。沐晨问道：你老婆跟你说的？这你都知道？村长错愕，本以为自己是那个掌控全局的人，结果纯情大男孩反而将了自己一军。他已经掌控全局70年了，
忽然被一个小兵一样的冒险者将军，这种感觉十分难受。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了纯情大男孩。虽然玩家不死，但是却知道疼。杀他1000次、10000次，让他退游。纯情大男孩，你已经严重破坏了新手村秩序，我必须把你打回0级，让你一辈子都无法踏出泉水半步。说着，村长身上的威势越来越恐怖，摆明了要动手。难道我需要亲自杀老村长？牧尘陷入了这样的困境。随后看了一眼老村长的属性，这种 NPC 直接是看不到的，但是牧尘有全知神眼，自然可以看清。新手村村长王守义，品级闪耀，职业魔剑士，隐藏职业，等级10，血量200万，物理攻击力18000，物理防御力18000，魔法防御力18000。技能火遁，以极快的速度突进到敌人面前，造成 3x 物理攻击等于54000点伤害。冷却 10s。 精盾，以极快的速度突进到敌人面前，用大剑劈砍敌人，造成 3x 物理攻击等于54000点伤害。冷却 5s。 神仆之怒，临死之前以众神的诅咒吞噬敌人，剥夺低级敌人 99% 的寿命。不愧是新手村第一强者，恐怖如斯。最重要的还是第3个技能，临死之前以众神的诅咒吞噬敌人，剥夺敌人 99% 的生命。太恶毒了，简直就是一个同归于尽的技能啊！虽然牧尘拥有至尊骨，大概率不算是那个所谓的低级敌人，但是还是怂。万一影响到现实，给自己折寿了怎么办？还得是让铁匠来。牧尘改变了想法，觉得这种苦还是让铁匠吃吧。下一刻，牧尘忽然开口：“老村长，其实我过来是为了弃暗投明。”弃暗投明？王守义冷静了3分，愿闻其详。牧尘继续忽悠：“你不是问我怎么知道的吗？自然是被你老婆说服，告诉了我灭世凤凰的真相。在这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都是被铁匠蛊惑，才为他打造了一个闪耀武器。你老婆说了之后，我这才知道，原来你老婆是你派遣过去的卧底。我这才知道，原来我做了错事，所以我决定改过自新，阻挠铁匠。而我之所以来这儿，是想告诉你，铁匠已经拿到了3个灭世凤凰封印法阵的破坏卷轴，他现在已经到了落凤坡，要破坏封印灭世凤凰的法阵。”牧尘这一番话说出来，或许其他人会怀疑，但是村长不会，因为知道灭世凤凰的人虽然不少，但是知道卷轴的人就只有他和铁匠2个人。牧尘能知道，肯定是亲眼所见。什么？村长一听，额头上青筋暴起，那个王八蛋竟然已经拿到了卷轴，他这是要毁灭我们新手村。村长说罢，立马换出一匹战马，狂奔前往落凤坡。任务完成，获得自由属性点50点。牧尘也拿到了铁匠给自己的自由属性点，心里美滋滋，然后也跟着村长的战马跑了出去。片刻之后，已经到了落凤坡，但是下一刻，天空忽然之间雷云滚滚，那些雷云竟然变成了几个金箍一样的气体环形物体，像是闪电，一瞬间就融入了村长的身体。村长感受着自己的身体，脸色大变，惊呼道：“锁气环！铁头，你疯了，竟然用这种东西来对付我！锁气环需要付出100年的寿命，可以锁住自己同级敌人的属性，让敌人的属性只剩下一半。”这时候，铁匠也从远处的山石后面走了出来，哈哈大笑：“王守义，你总算是来了，把那3个卷轴的位置告诉我，今天可以给你个痛快。”王守义冷漠道：“你想为了自己的欲望毁灭半个银河系吗？我绝对不会和你同流合污。”铁匠哈哈大笑：“你知道我会锻造术，既然你不帮我，那我就杀了你，用你的血液提炼出那些信息。”铁匠不再多说废话，提起自己半个人高下的战锤，已经砸了出去。轰轰轰！他作为狂战，拿了战锤之后彻底疯狂，如同一个巨大的风火轮，一瞬间就转出去10圈，砸了村长10次。若是原本的老村长还有希望对抗一下，但是现在他的属性已经全部减半，变得和钻石 BOSS 相当，哪怕是拿出自己的压箱底防具都没用。-34543，-34523，-35231。10个巨大的伤害数字飘了出来，打掉了老村长3%的血量，就连老村长手里的盾牌都被彻底摧毁，成了几片废铁。哈哈，王守义，现在的你怎么和拿着闪耀装备的我对抗？铁匠哈哈大笑，一个又一个的技能抛出来，一套技能就清掉了老村长1/2的血量。老村长也没办法了，看向牧尘道：“纯情大男孩，现在不出手，更待何时？”这个瞬间，铁匠的脸上浮现了一抹紧张。难道纯情大男孩已经被老村长策反了？他根本看不穿纯情大男孩，要是这个冒险者加入战场，
他真怕自己死。但是牧尘却摇头，不行，我不能杀 NPC， 否则会给我一个超级红名，根本没办法进入主城。老村长咬牙道，我给你好处，只要好处足够，不用去主城，去主城外面你也能发育起来。什么好处？我给你100属性点，1000金币。不够，500自由属性点，10000金币，一个装备绑定卷轴。牧尘摇头，这是老村长的所有财产，牧尘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老村长对抗铁匠格外艰难，已经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了。好，帮我杀了铁匠，我立马给你。村长说着，已经发布了任务。牧尘摇头，不行，现在就给，我要用属性点才能杀他，否则根本办不到。村长一咬牙，把东西给了牧尘。下一刻，牧尘咧嘴一笑，恭送老村长上路。第37章，木纯情人人得而诛之。什么？老村长此刻眼睛都红了，撕心裂肺在嘶吼，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我明明和你没有任何仇，没有任何怨。牧尘点头，对，我确实和你没有任何仇，没有任何怨，但是我想放出灭世凤凰。这一刻，村长彻底明白了，原来从头到尾都是牧尘在戏耍自己。啊！纯情大男孩，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他一边咆哮，一边在铁匠的进攻之下咳血。我要用众神的名义诅咒你，让你损失99%的寿命！他疯狂道。说罢，那些血液竟然融入了天空，化成了一大片的氤氲。氤氲之中投下一道血色的光芒，笼罩了牧尘。牧尘，我 XXXXX！ 这老家伙有病吧？不诅咒铁匠，诅咒自己！但是这时候他的胸一阵颤抖，里面隐约之间有风雷之声传出，如开天辟地一般，隆隆作响，震撼人心。那是至尊骨苏醒，至尊之威超越神明，不可侵犯。所以红色光芒终究还是没有侵入牧尘的身体。怎么回事？老村长瞪大了眼睛，感觉不可思议。神明的寿命诅咒竟然无用！既然如此，我要用更加恶毒的诅咒，让你进步的难度提升1倍。老村长撕心裂肺呐喊，献出自己的大量生命值，喷出了一道又一道的鲜血，融于天地的氤氲之间。下一刻，那一道红光总算是侵入了牧尘的身体。这个诅咒太强大，强大到需要让村长付出生命的代价。村长原本还有1半的生命，这时候彻底见底，只剩下1点生命值。但是村长不但没有感觉悲哀，反而笑得十分癫狂。哈哈，诅咒成功了，你很快就会体会到这个诅咒的恐怖之处了。绝望吧，哀嚎吧，对他来说，哪怕是自己牺牲也无所谓。但是必须要阻止牧尘这个不稳定的混乱因素。王守义，你敢诅咒我的左膀右臂！铁匠勃然大怒，一锤砸碎了村长的脑袋，然后急匆匆跑到了牧尘身前，询问道：纯情大男孩，你没事吧？牧尘皱眉，摇摇头道：不知道，不知道。你仔细感受一下，有什么不同？牧尘各种查看自己的身体，各种查看自己的面板，片刻之后，总算是发现了不同之处。他现在已经到了10级，经验一直都空着，不能继续获得经验值。但是经验条后面的数字更长了，原本需要10万经验值，现在已经变成了20万。这是天大的好事，自己以后可以刷上苍劫光 buff 的时候，可以累积更高的 buff。但是现在他却发出了杀猪一样的惨叫。啊！我的经验值，我的经验值加倍了，我升级的难度提升了。牧尘就像是疯了一样，咆哮道：铁匠，你毁了我，你毁了我！我现在的升级难度是别人的10倍，你赔我！说着，他嚎啕大哭，没有一点男人该有的样子。铁匠虽然野心很大，但是也讲情义。他道：纯情大男孩，你帮了我很多，你放心，我肯定会弥补你。牧尘一脸崩溃的模样，揪着铁匠的衣领子，咬牙切齿道：怎么弥补？说，你要怎么弥补？我已经彻底完蛋了，等级不可能提升上去了，你自己心里很清楚，神域意味着什么，我会死在灵气复苏的浪潮之中。铁匠不慌不忙道：你放心，等到那个超级神兽出来，我就能掌控整个神域世界，那远在天边的300万国度都会成为我的囊中之物，到时候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牧尘摇头，不，我不吃大饼，我现在就要。他很清楚，一旦铁匠放出灭世凤凰，灭世凤凰第一个杀的就是铁匠，还想掌控灭世凤凰？开什么玩笑，那可是顶尖的至尊啊，哪怕是自己的至尊骨都不一定可以镇压。你凭什么？铁匠叹息道：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宝物可以给你了，你还有属性点啊。牧尘提醒。铁匠在外面游历，得到了大量的属性点，
是整个新手村之中自由属性点最多的人，而且这些 NPC 都可以把自己已经用了的属性点重置。牧尘就看上了铁匠最后的300点属性点，只要可以拿到，就把铁匠完完全全压榨干了。要求这么低，给你就是。铁匠也没多想，就把300属性点给了牧尘。现在牧尘的手里有了1110点属性点，加体质的话可以变成53900点血量，还有5390点双防。纯纯的数值怪，可以让所有玩家绝望。但是牧尘并不着急使用，而是先留着，等到灭世凤凰出来了再说。很好，接下来我要好好炼化一下王守义的精血了。铁匠道。实际上神仆并没有那么容易死，等我炼化了他的精血，就能把他血脉之中的秘密提炼出来，也会让他彻底消亡。说着他就引燃了一缕火，把整个尸体都丢了进去。2个小时之后，天空之中忽然响起一道提示，面向全服，不仅包括玩家，也包括新手村的各个 NPC。 新手村村长王守义已经被铁童和纯情大男孩杀死，铁匠为新村长，请玩家自行转往铁匠处接取任务。因纯情大男孩击杀新手村村长，赋予红名值3000点，被击杀100%，爆出所有装备，绑定装备除外，请广大玩家为民除害。我日，什么情况？关我什么事？牧尘听到之后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但是又听了几遍，没有错，杀人的真的包括自己，就连他的名字都变成了红名，红度值达到了3000点，比得上杀3000个玩家。坑，自己别说是不能进主城了，就连新手村自己都回不去了。王守义为了诅咒你，消耗的血量超过了50%，你出的力比我还大，多正常的事情。铁匠撇撇嘴道。牧尘很无奈，只能任由广播一遍又一遍播放，播放了10遍才停下。刚刚听到的时候，所有人都愣了一下，下一刻新手村的 NPC 们和玩家都沸腾了。纯情大男孩，这个狗东西竟然杀了村长！妈的，这是想要毁了这款游戏吗？村长都没了，我们还要怎么玩？你们还想着玩？村长是我们新手村的主心骨，没有了老村长，我们新手村完了。这会儿老王也醒了，历经万难从张寡妇的手里逃了出来，把牧尘的行径公之于众。那些 NPC 更加愤怒，啊，这个老六竟然助纣为虐，杀了他，必须要杀了他，杀他10000次，用最残忍的方法折磨他，让他退游。铁匠也要杀，这个大恶人，他想毁灭世界，让他们2个一起死。第38章灭世凤凰出世。新手村那边众多 NPC 的声音传得很远，让牧尘十分头疼。完了，我进不去新手村了。他长叹一声，进不去就进不去，放出那个超级神兽之后，我就带你去外面的世界，管他什么主城，管他什么安斯帝国，我们都不要了，直接统治整个银河系。铁匠哈哈大笑道，老哥带你去刷野，挑衅神明意志，我们需要杀4级野猪，8级风狼，10级魔能巨猿，杀得足够多就可以了。牧尘点头，拿出来一个卷轴，道：“这是魔能巨猿的元神保存的卷轴，不错。这么一来，我们只需要杀其他2种。”铁匠更加喜悦。只是他们过去之后，牧尘很快就被玩家盯上。现在大多数玩家都是3、4级，正是刷野猪的时候。一看到牧尘，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纯情大男孩，是纯情大男孩，他现身了，他现身了！杀了他，杀了他，爆出他的所有装备。他杀了那么多 BOSS， 身上肯定有大量的装备，杀了他，我们登临巅峰！几百上千个玩家从远处如同潮水一般涌来。牧尘叹了一口气，丢出飞剑，飞剑变成了16把飞剑，一瞬间就秒杀了16人。因为攻速夸张，1秒钟240人就倒下，上千人也只是几秒钟罢了。他们甚至还没有冲到牧尘的身前，就出现在了新手村的泉水之中。站在泉水里，他们互相对视，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惊悚。秒杀！妈的，一点游戏体验都没有！我还没有靠近他50米就倒下了。我更惨，我都没去杀他，就是安心刷野猪，因为你们杀他，把我给误伤了。太惨了，太惨了呀！辛辛苦苦刷了这么多天，好不容易升到4级，等级还没有捂热就掉级了。他们都欲哭无泪。早知道牧尘这么恐怖，给他们100个胆子，他们都不敢接近牧尘啊！看到他们都回到了泉水，那些 NPC 很愤怒，教训他们：“你们这些废物，这么多人都被牧尘送回来了。”就是啊，我们可是给了你们1000点自由属性点的悬赏，连一个纯情大男孩都解决不掉，垃圾，要你们何用？那些玩家都很委屈，既然你们觉得轻松，那就不要让我们去啊！你们 NPC 的属性那么高，那些 NPC 都哽咽了。
他们要是在新手村里面，会被神域世界的规则保护，只要不出新手村就不会死。但是出去就不一样了，他们都害怕自己也被铁匠2个人干掉。遇到这么强大的2个人，他们也都没办法呀。而牧尘此时也唉声叹气个不停，又多了1000的红名值，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但是事已至此，他也没办法了，先杀凤凰吧。等到去了主城，找找埃莫比斯，他应该有办法。就这样，牧尘以格外夸张的速度刷了30万只野猪，总算是激怒了死去的诸神，降临了诸神的愤怒凝聚体。杀了之后，又去刷了狼神，3大卷轴总算是收集全了。哈哈，我现在是村长，也有了3个解封卷轴，总算是可以解封那个超级神兽了。走走走，快点过去，我们一起操控那个超级神兽。铁匠很兴奋，带上牧尘，很快就回到了落凤坡，然后找到位置，把3个卷轴使用。当3个卷轴都使用完之后，天地之间出现一道巨响，响声太大，就像是某一道捆着天地的锁链被挣断。下一刻，整个新手村都开始震颤。啾啾，地底下传出一道清脆的鸣声，让所有人都感觉耳膜要被震破了。凤凰要出来了吗？新手村的 NPC 都惊悚交加。果然，下一刻，整个新手村的温度都提升了好几度，让这个冬暖夏凉的小村子变得炎热了起来。啾啾，那一道鸣声也越来越高亢。终于，空气之中的炎热分子开始燃烧，整个新手村到处都是火焰，火焰凝聚起来，汇聚在了落凤坡，变成了一只30多米高的巨大飞鸟。但是，整个飞鸟都是由赤红的烈焰组成。与此同时，一道声音在整个神域世界响起：警报！警报！灭世凤凰出世，此生物为终极生物，影响甚大，火焰会损伤玩家神经，请玩家逃亡。警报！警报！灭世凤凰出世，此生物为终极生物，影响甚大，火焰会损伤玩家神经，请玩家逃亡。警报！警报！灭世凤凰出世，此生物为终极生物，影响甚大，火焰会损伤玩家神经，请玩家逃亡。一连通报了10几次。灭世凤凰，真的是灭世凤凰！铁匠看到自己家族几代人追求的灭世凤凰出世，因为激动满眼泪水。灭世凤凰也低下头看向铁匠：是谁唤醒了我？凤凰问道。是我，是我。铁匠急忙回应：唤醒我做什么？我要驱使你，掌控整个银河系。驱使我？凤凰声音冰冷，一张口，嘴里就迸发出一道炽烈的火光，只是一瞬间，就让铁匠变成了一堆枯骨。但是，当凤凰看向牧尘，却发现牧尘已经消失不见。隐身法！凤凰冷哼一声：卑微的人类，你以为凭借这么一点小小的隐身法就能瞒过我？但是下一刻，凤凰就有些暴躁道：可恶，沉睡了这么多年，我的神魂太弱了。此时，牧尘也回头去看向这只巨大的灭世凤凰。怪物名称：灭世凤凰，品级：至尊，等级：10，生命值2亿，物理攻击10万，魔法攻击10万，精神攻击300，物理防御20万，魔法防御20万，精神防御300，速度300米每秒。技能：焚天，扇动翅膀，用无穷烈焰焚烧世间一切，造成魔法攻击 X10等于200W 点伤害。冷却10S，明帝，从口中喷出热浪，造成魔法攻击 X5等于100W 点伤害。冷却10S。至尊体，被动，作为顶尖至尊体质，凤凰拥有最强的至尊体，以超越神域的规则力量，免疫一切控制，免疫低级生物造成的 90% 伤害，包括神明和部分强制伤害。因为灭世凤凰刚刚苏醒，所以只有这3个技能，但是每一个技能都可以秒杀和克制自己。不愧是顶尖至尊级，就连品级都和穷奇不一样，简直不可战胜。牧尘心道：10级的等级，2亿点生命值，比150级的埃莫比斯还要离谱很多。难怪当年可以杀死那么多玩家。但是牧尘知道他有弱点啊。第39章，击杀灭世凤凰。牧尘见到罗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灭世凤凰的弱点，记住了大概的位置。但是用全知神眼看到的更加明确。灭世凤凰弱点：胸口3寸偏下。35亿年之前，天凤此处被黑暗先帝的灵气洞穿，打碎了至尊本源，同时灵气也侵蚀了天凤神智，从此天凤入魔，被世人称为灭世凤凰。因为伤口的存在，天凤始终无法遏制自己的生命流逝，在神域世界之中表现为天凤无法回血。果然，牧尘可以看到那个位置，
被众多烈火一样的羽毛遮掩起来，相当隐蔽，而且有5米的高度，一般人根本攻击不到。牧尘操控飞剑才可以，但是牧尘并没有急着进攻，因为他一旦进攻就会现身，会被凤凰追击。以凤凰的速度追上自己太容易了，必须要加点敏捷。称号可以全局增加 330% 的速度，一点敏捷可以增加 2.15 米的秒速度。我现在秒速度已经是156米，再加100点够用了。他加了100点之后，速度达到了371米每秒。随后在隐身即将结束的时候，一剑刺在了凤凰的身上，啪啪啪！凤凰很敏锐，16剑只有3剑刺中那巨大的身体。负零，负零，负零，3个可怜的伤害飘了起来。可笑，不过是一个凡人也敢对我出手。凤凰冷笑一声，顶尖至尊天赋的高傲被他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下一秒他的头顶再次飘出一个数字，负810，强制伤害。你有至尊骨？凤凰只是一瞬间就明白了过来，认定牧尘的身上有至尊骨，这是人类唯一可以伤到他的方式。牧尘也感觉有些可惜，至尊骨潜能虽然是至尊，但是终究只是刚刚觉醒，和神级天赋相当还是太弱，被灭世凤凰的规则力量抵消了 90% 的伤害。你的至尊骨不如我，待我杀你！凤凰尖叫一声，追了出去。只要到攻击范围内，他就能秒杀牧尘。我天凤种族乃是宇宙深处最快的种族之一，3秒必然杀你。凤凰信心十足，但是牧尘的速度出乎他的意料，轰的一声突破阴障，距离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拉大。这诡异的虚拟世界竟然把你的速度加持那么多！凤凰大怒，因为有元神的冷静之戒加持，牧尘的隐身冷却只有3-4S。4秒之后，牧尘就再次隐去了身形，只剩凤凰像个无头苍蝇在乱窜。这一次，牧尘凭借隐身的能力靠近了凤凰，在隐身即将破除之前，从凤凰身前出剑，总算是刺中了凤凰的伤口。负1089，一个巨大的数字飘出来，证明牧尘竟然也破了凤凰的防御。负8102，同时上苍劫光的效果也拉满了。你知道我的弱点，你有特殊能力。凤凰越发愤怒，但是4秒后，牧尘再次隐身。隐身之后，隐身被动也被发动，当自己不在目标视野之内造成的伤害 x2， 上苍劫光的秒伤翻倍，已经变成了16204。他利用这种方式和凤凰迂回，不过1个小时就消耗了凤凰4500万的血量。卑鄙小人，有种正面一战！凤凰彻底怒了，飞上天空，翅膀扇动，一大片的火焰飞腾，把周围的森林和山石全都融化。但是始终不见牧尘的身影，就只有一个凤凰不停在火海之中翻滚。那个场面太恐怖，吓得新手村所有人都在瑟瑟发抖。天哪，这就是灭世凤凰吗？10级就有这样的破坏力，要是他到了1000级，绝对可以轻易摧毁整个安斯帝国，甚至可以毁灭那些星级帝国。完了，我们全都完了，以后整个银河系都会被灭世凤凰毁灭，哪怕是主神们也无法阻挡。铁匠那个畜生为什么要放出灭世凤凰？为什么？纯情大男孩才是罪魁祸首，要不是因为纯情大男孩帮忙，铁匠怎么可能做到？此时他们对牧尘的仇恨值已经提升到了极致，恨不得扒了牧尘的皮，吃牧尘的肉，喝牧尘的血。至于那些玩家，则是早就下线跑路了，毕竟他们都已经知道了这个世界的恐怖，就连系统都开始警告了，他们哪里有胆量继续逗留？除非他们想继续调级。下线后，他们越想越气，干脆把牧尘的恶行公之于众。神域本来就有现象级热度，有了这样的消息之后，只是几10分钟就在整个蓝星传开，各种各样的视频报道铺天盖地而来。玩家纯情大男孩放出灭世凤凰，干扰游戏秩序，理应处罚，将他逐出神域世界。纯情大男孩击杀新手村村长，如此恶劣的行径，官方如何解释？细数纯情大男孩的13项罪行，所有的报道都带着极为强烈的批判性，就连龙国的官方都被惊动了。毕竟龙国根据能量粒子探测器知道了神域的特殊性，已经开始部署未来，怎么能容忍一个小小的纯情大男孩在里面捣乱？但是可惜这个网游并不在他们的监管之内，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查到牧尘的身份。知道牧尘身份的那些人也并没有暴露自己，生怕自己的重生者身份被龙国发现，以后捞不到任何的好处。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过去，新手村和社会舆论已经愈演愈烈，不管是在神域世界还是在蓝星，所有人都想要把牧尘碎尸万段。转眼就是5个小时之后，啾啾！凤凰一声悲鸣，生命值总算是见底。负8102。随着最后一个数字飘起，
凤凰的身体也化成了一大片的火焰，朝着四周散去，只剩下一根羽毛飘到了沐尘的手里。紧急通知！玩家纯情大男孩成功击杀终极 BOSS 灭世凤凰，拯救了神域世界，奖励无级别黄金装备1套，红名值清零，奖励声望3000点。开启声望系统。第40章萧云的神级天赋觉醒时。这一道全服通报和之前的全服通报不一样，之前的全服通报都是面向于玩家，而这次也面向神域世界的所有 NPC。 灭世凤凰死了，新手村的众多 NPC 都瞪大了眼睛看着远方，脸上都是难以置信。这可是超越神明的存在啊，哪怕是同级神明过来也要被灭世凤凰轻易击杀。但是现在灭世凤凰死在了纯情大男孩的手里，难道纯情大男孩已经超越了神明了？真的有这么恐怖的人吗？以凡人之躯超越神明，简直就是做梦一样。天哪，我之前竟然还想要杀纯情大男孩，我真不是人。他们都打着自己耳光，差点把自己的脸都要抽肿了。那些重生者也都是一样，经历了挖掘神器失败的事情之后，他们都已经离开了新手村，前往主城。听到沐尘击杀了终极 BOSS， 他们都攥紧了拳头，不甘、愤怒还有嫉妒等等情绪全都糅杂到了一起。莫老六，你行的，我也行，我总会让你后悔你的所作所为。最终所有的愤恨都变成了这样一句话。他们收拾了一下自己的心情，就开始了下一步的计划。神域世界机缘无穷，我作为重生者，优势依旧存在，只要去接了那个连环任务，最多半个月就能拿到那个特殊物品。很多人都知道一个机缘，只要完成就可以拿到一个特殊物品。这个物品非同小可，可以提升一个人的天赋，放在整个神域世界都是凤毛麟角的好宝贝。此时某个山洞之中，萧云一身血，正在倒抽凉气。他此刻的模样不是一般的凄惨，浑身的骨头都被打碎，遍体鳞伤，只有凭借自己坚定的意志力才可以站起来。30次了，总算是30次了。他哈哈大笑，但是笑容之中却充满了凄凉。他来这儿自然是为了获得神级天赋觉醒石，但是他只知道来到这儿之后需要死30次，却不知道这死亡的30次必须要受尽折磨。这儿有一个头发花白，看着格外奸诈的老人，名叫张莹，也就是守着那块神级天赋觉醒石的人。折磨他是想要收集他的痛苦，炼制一个精神类的攻击宝物。只有死亡的痛苦才符合这个 NPC 的要求。这几天，这个老人几乎把蓝星古代所有的酷刑都在他的身上重现了，给他带来的痛苦比死1000次还要多。好在承受这么多次的痛苦，一切都是值得的。他终于得到了这个老头的认可。萧少，我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可以坚持死亡30次，为了一块神级天赋觉醒石，真的值得吗？张莹问道。值得，依我看，你的天赋最高也只是玄级，甚至只是黄级之下，只有宇宙洪荒的等级，真的不值。张莹道。萧云点头，不错，我只是宙级天赋，但是我有其他用处，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东西给我就好。张莹道。给女人。萧云点头。张莹把神级天赋觉醒石给了萧云，哈哈大笑，女人这东西不能强求，依我之见，你还是自己用比较好。萧云看着那块神级天赋觉醒石，像是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只要把这块神级天赋觉醒石给启儿女帝，一定能让启儿女帝对自己动心。你根本不知道它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萧云哈哈大笑，想来不久之后，安斯帝国甚至于东银河300万国都是我的囊中之物了。拿了这块石头，他总算是走出了山洞。阳光洒落他的额头，肉眼可见他的头上添了很多白发，那都是这几日生出来的。死亡30次竟然让我变得这么憔悴，几天像是过去了几百年一样煎熬。他照了照自己的模样，眼底都是泪水。好在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就等启儿女帝过来了。此时沐尘认真看了眼自己手里的灵羽，凤凰死了，没有爆出来任何的装备，就只剩下这么一根灵羽，上面有火焰一样的纹路在流转，就像是着火了一样。他用普通的游戏属性查看方式看不到任何关于灵羽的信息，只有用神眼的时候才可以看到灵羽的信息。涅槃之羽，凤凰会把自己一身的精华都汇聚在这根羽毛之中，当凤凰死亡的时候，可以借助这一根羽毛重生。凤凰还能重生？怎么重生？沐尘来了兴趣。沐悠悠已经有了宠物，他也想有。要是把巅峰至尊资质的凤凰收成宠物，哪怕是穷奇都要怕凤凰9分。但是要怎么用？难道要碾碎？沐尘尝试了一番，没用。放在火里，浴火重生。他试了一下，还是没用。其他的方法统统没用，直到最后，灵羽化成了一道火焰，
融入了沐尘的胸口之中。没了。沐尘有些痛心，没有装备，没有金币，甚至没有一个称号，合着自己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甚至还把那个冷静之戒给用掉了，亏了。好在沐尘很快就知道了真相，这是要利用自己的至尊骨重生，想来再过不久，我就能用我的至尊骨养出一个全新的小凤凰。沐尘心情愉悦，又看了看刚刚奖励的装备，总共10件装备，因为是系统奖励，很特殊，耐久度达到了10000点，杀几百万野怪都不会报废。而且这套套装的套装属性还不错，能给自己带来15000点血量、1500点3攻和1000点3防，以及30米每秒速度和3次 S 的攻速。最重要的是，没有项链、披风和一枚戒指，恰好可以和圣器、神器、魔戒不冲突。装备之后，全属性提升了 330%， 血量尤其多，提升了 390%。他把剩余的1010点属性点全都加在了体质上。临离开新手村之前，属性总算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昵称纯情大男孩，等级10，血量289345，物理攻击11481，魔法攻击6751，精神攻击6751，物理防御8793，魔法防御8793，精神防御4450，速度371米每秒，攻击速度37.1次 S， 力量300，智力15，体质1075，精神15，敏捷155。第41章，凤凰复苏。马上就要离开新手村了，这属性还算不错。沐尘嘀咕，只需要等沐悠悠从里面出来，他就能离开新手村了。他通过2台游戏舱的联系给沐悠悠传讯：丫头，你还要多久出来？沐悠悠回话：还要1天。这么久吗？遇到什么了？就是上次诸神墓地里面的那些坟墓，我进来了，但是有2个已经被人搬空了，还剩下4个，我把这4个搬空就来。沐尘撇撇嘴，估计萧云已经拿到了神级天赋觉醒石，在外面等我们呢，你快点。正说着，沐尘听到了远处有一些人正在朝着这边赶来，听声音应该是那些新手村的 NPC， 一个个都喜大奔庆，要来找杀死灭世凤凰，拯救了整个神域世界的超级英雄。我不去找你们，你们反而来找我了，既然如此，我就却之不恭，好好从你们身上刮一层油水下来。沐尘咧嘴一笑，新手村的 NPC 超过300人，这些人固然不如铁匠和村长那么强大，但是加起来还是很肥的，搜刮一下说不定可以搜刮出来几千点属性点，不管是给自己还是给沐悠悠那丫头都有巨大的价值。先制造一点我死了的假象，然后以英雄的姿态出现，他们才会给我大量的好处。沐尘说着原地下线，他下线之后很久，那些人才跑过来，他们想要找到沐尘，但是没有任何的影子。英雄呢？英雄呢？英雄不会已经死了吧？他们不是冒险者吗？只是意识从那个世界传输到了我们这儿进行冒险罢了，应该不会死吧？不会死？你在想什么？灭世凤凰可是超越神明的存在，那种级别的生物已经可以顺着他们的意识跨越无穷空间，影响到他们的现实。难道英雄真的死了吗？或许是真的。这些分析一出来，已经有人忍不住潸然泪下。原来纯情大男孩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他之所以要放出凤凰，不过是为了灭掉凤凰；他之所以帮助铁匠，不过是想让计划顺利进行；他之所以要杀村长，不过是因为村长迂腐。他们分析了这一切，没有人不动容，哪怕是老王此时也愣住了。你难道是我错了吗？都怪我们，我们就应该和英雄一起并肩作战的啊！他们叹息，可惜现在英雄已经无了，他们可以做的也只有一件事了，那就是为英雄塑造一个巨大的雕像。英雄永垂不朽。谁家有铜？多找一些过来，我们为英雄铸造一个铜像。不够啊，我们的铜差很多。那就让那些冒险者一起去杀5级野怪铜人，带回尸体，杀一个我们给1块金币。村民们纷纷行动了起来，去发布任务。而此时那些玩家也都开始陆陆续续上线，通过任务知道了事情的全过程。他们自然不相信玩家会被游戏里面的怪物真正杀死，但是纯情大男孩击杀了灭世凤凰啊，这开玩笑的吧？那可是游戏系统都发出警报的东西啊！在他们的理解之中，这个灭世凤凰大概就是一个游戏 bug 竟然都被这个纯情大男孩给硬生生灭掉了，你比杀毒软件都要强啊！这件事情也迅速传了出去，让整个蓝星轰动。打脸！纯情大男孩击杀灭世凤凰，那些谴责纯情大男孩的人呢，
出来挨打！一群垃圾，用你们那少得可怜的见识揣摩纯情大男孩。他之所以放出灭世凤凰，可是为了杀了灭世凤凰。官方好意思谴责纯情大男孩？他在为游戏的发展努力做贡献，就你们凭一张嘴遥遥领先。有关牧尘的风评在这时候彻底反转，大批少女开始为牧尘着迷，大批强者想要一睹牧尘风采。牧尘从游戏舱里面缓缓睁开眼，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次我感觉身体这么累，这么沉重？牧尘感觉胸口被压着一样，喘气都有些艰难。自己这次上线的时间确实是长了一点，再加上杀凤凰的时候对精神的损耗也有点大，但是自己可是有至尊骨的人，也不至于这么疲惫啊。直到他伸手要打开游戏舱的舱门，却摸到了一个温软的东西，太软了，太大了，像是一团云，弹性十足。他低下头一看，倒抽凉气，自己的胸前竟然趴着一个女孩。这女孩满头长发火红，如同火焰一样在流动，瓜子脸显得高贵而且清冷，一双凤眸楚楚动人。她的身材丰满而且紧致，一丝不挂，胸口狠狠地抵着牧尘的胸口。两个人被挤在游戏舱小小的空间里面，也难怪牧尘喘不上气。啊！牧尘被吓了一跳，尖叫起来，仓皇打开游戏舱舱门。女人总算是醒来，如同一个小鸭子一样，懒洋洋地坐在牧尘的小腹上，白嫩的脚丫随意伸到了牧尘的面前，每一根脚趾都像是用漂亮的和田玉雕琢，圆润粉嫩。他揉了揉眼睛，火红的眸子里都是疑惑，问道：“这是哪儿？这是哪儿？你问我？这是我家。我还想问你怎么闯进我家的。”牧尘勃然大怒，自己可是住在24楼啊，好好的高层住宅，莫名其妙就被人闯入，这让他嗅到了一丝危险的味道。但是女孩却笑嘻嘻道：“我也不知道，感觉就像是睡了好久好久，醒来就在这儿了。那你叫什么？家住哪儿？”“我叫凤熙。”凤熙这名字让牧尘愣了一下，感觉有点熟悉。仔细一想，内心一颤，凤熙似乎是那个凤凰的名字。你是灭世凤凰？什么灭世凤凰？我是天凤。女孩笑嘻嘻的看着无忧无虑。牧尘彻底傻了。天凤凤熙，真的是那个凤凰？本来以为凤熙会在游戏里面复活，而且复活之后肯定也是一个凤凰，可以当自己的坐骑。没想到竟然复活在了现实里，并且保持着人形。他仔细看了一眼凤熙，脑袋里面立马浮现出来凤熙的一切信息。第42章，把一村人忽悠瘸了。凤熙，天凤公主，是现在仅存的天凤。35亿年前，十至尊死亡，黑暗先帝入侵本宇宙，天地破灭，生灵涂炭。凤熙伙同天凤族一起对抗黑暗先帝，最后凤熙被黑暗先帝的一道灵气击中胸口，灵魂被污染，只保留了一缕原本的灵魂，等待复苏。果然，牧尘可以看到凤熙的胸口有一道树叶一样的粉色印记，和雪白的身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么说来，你才是真正的天凤，之前的只是个黑暗傀儡。牧尘问道。凤熙点头，他已经被封印起来35亿年了，对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我饿了。凤熙眼巴巴的看着牧尘，给牧尘的感觉像是看着仆人一样。我去给你买点吃的。牧尘急切道。他已经有些忍不住了，被一个身材这么火辣的女人盯着，着实有些羞耻。那夸张的上围都快要给牧尘秃脸了。隔着这么近，牧尘甚至可以嗅到凤熙身上的香味。他不顾指尖细腻的触觉，推开凤熙，急匆匆下楼，这才感觉自己和好兄弟都冷静了3分。片刻之后，就买了一大堆的饭菜，又买了几身衣服，回到了家里。然后就看到凤熙正赤条条的在研究他的门。你在做什么？我在想怎么打开这扇门出去。出去做什么？找你啊，你好慢。凤熙双手叉腰抱怨，胸口不停晃动，弹力十足，并没有因为蓝星引力出现任何下坠。我呸，这下做的乳亮。牧尘心道，指着凤熙的身体说，你就打算这样出去，不穿点衣服？哎呀呀，以前都拿火光当衣服，现在灵气不够，都没办法催动了。凤熙大大方方，没有一点羞耻。牧尘赶紧拿出一套火红的宫裙，让她穿上，裙摆高高挑起，一不小心就要露出大红的苦茶，以及上面粉色的草莓图案，刚刚合适啊。他有些惊喜，火红的眸子里全都是小星星。牧尘内心得意，那可不，也不看看我是谁，全知神眼的拥有者呀。我看你一眼就能把你的3围。算了，不说也罢，快来吃饭。他把饭菜排摆到了桌子上。吃到现在的饭菜，凤熙更加开心，喉咙鼓动，散发出一阵愉悦的鸟鸣声，就连包装都被他3-2口嚼碎咽了下去，把牧尘都看呆了。这个有点不好吃。
他点评刚刚的塑料，让沐尘无语。随后，凤熙又问道：“你知道吗？为什么这儿没有灵气？本来就没。那我要怎么修炼？我的能力都没了，需要重修。”凤熙很不满意，看了沐尘很久，眼睛发亮。他正色道：“你这小小人族却拥有至尊骨，还算不错。以后你就是我的仆人了。”沐尘，凤凰都这么霸道的吗？以后有谁欺负你，你就跟本女王我讲。凤熙道：“但是现在你得帮我个忙，我有一个双修法门，你陪我修炼，能共同进步。不知道，听说会吸阳气。”沐尘倒抽冷气，赶紧捂住了自己的腰子。坏了，冲我腰子来的！身为高贵的凤凰，你必须要拥有一点凤凰的高冷啊！怎么可以当一个随意的妖艳贱货？我还是带你在游戏里面重修吧。3年之后，游戏里面的实力就会降临现实，相当于灵气复苏。沐尘又买了一个游戏舱，给凤熙讲解了一下，然后叮嘱凤熙：“你先在泉水里面待着，我去处理一些事情，处理完就带你升级。”好，凤熙道。初来乍到，他打算好好研究一下现在的世界，在彻底了解这个世界之前，还是要等沐尘帮自己。就这样，两人一起躺进了游戏舱。沐尘睁开眼，已经出现在了落凤坡。他看向远处，结果竟然看到新手村里面树立起来了一个巨大的铜像，而铜像的样貌咋和自己这么像？果然，他走近了之后看了一眼，卧槽，真的是自己！铜像之下就是关于自己的介绍：纯情大男孩，神域历1988年3月23日至1988年3月29日，为了拯救神域世界，纯情大男孩和灭世凤凰同归于尽。沐尘一脸黑线，合着自己就活了7天呗。正想着，沐尘忽然听到了身后传来一道惊呼：“天哪！是纯情大男孩！”沐尘回过头去，看到了一个 NPC， 是村西头的老张，标准的娘娘腔，老嫂子。老张见了沐尘，立马奔走相告：“大家快点出来！纯情大男孩还活着！”什么？纯情大男孩还活着？在哪儿？快点让我看看！英雄从地狱里面爬回来了，快去膜拜！所有人都急匆匆跑出来观望。可嗨嗨！沐尘立马变得虚弱了起来，在众多 NPC 的围观和膜拜之下，不停咳嗽，就像是一个大限将至的肺痨患者。众多 NPC 都无比心痛，道：“纯情大男孩，你为了杀灭世凤凰，竟然受了这么重的伤，我们还都骂过你，我们不是人。”嗨嗨，我不要紧，可嗨嗨！沐尘拼命咳嗽，一边咳嗽一边艰难说话。他越是这样，众多 NPC 就越是心痛，尤其是老王，甚至没有任何勇气和沐尘对视了。一些玩家嗤笑一声：“你们到底在想什么？他可是玩家，你们就只是一大堆的数据，怎么可能会让他受伤？”闭嘴！这些话总算是激怒了众多 NPC。对于你们来说，这只是一个游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世界。你们总是站在你们的角度，骄傲地给我们科普，总有一天，你们会明白，你们的想法有多么可笑。他们都怒视众多玩家，为此感觉可悲。沐尘是不是装的？他们能不知道？和足以毁灭神域世界的至尊级生物交战，最后将其镇杀，怎么可能会毫发无损？要是纯情大男孩是装的，我吃屎！有个粗人自信的打包票，然后直接把那些玩家轰走。他们都围着沐尘道：“纯情大男孩，我们不许你硬撑，我们会治好你的伤。”沐尘继续咳嗽着，叹息道：“没必要了，我已经活不了多久了。”胡说八道！我们怎么可以让你死？众多 NPC 已经有些泣不成声了。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之间啊！我们可以给你自由属性点，增强你的体质。拿了我们的自由属性点，去真正的神域大陆吧。等到你到了安斯帝国，肯定可以治好自己的伤。第43章，荒古修士完全体。除了那些小孩和老掉牙的老人，还有老王那种剩余价值被榨干的人，其余270人，每人都给了沐尘10点自由属性点，加起来就是2730。给的最多的是张寡妇，一人就给了他170点属性点。你帮我杀了村长，这是我的感谢。张寡妇道，这已经是他的极限，再多一点，张寡妇的强度不够，恐怕会被村子里的人欺负。沐尘很能体会张寡妇，收下自由属性点之后，郑重道：“谢谢。”张寡妇拿出一个卷轴道：“公子，我还有一个任务要拜托你。”什么？前天王天行跟我说，我的丈夫张银还活着，不过在新手村之外，要是你出去之后见到他，请告诉他我还在新手村等他。这就是张寡妇之前欲言又止，想要告诉沐尘的事情。沐尘忽然有些悲情，感觉张寡妇这几十年过得有点不值得，但是还是接了任务。任务成功的奖励并不多，132块金币。现在沐尘的手里已经有了11097块金币。
并不缺少这132块金币，这是奴家可以拿出的所有金币了。张寡妇有点怯懦，道：“希望你不要嫌少。”牧尘笑道：“没问题，这些金币已经很多了，可以帮我完成很多的大事。”张寡妇自然知道牧尘说的是假话，但是她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温柔的谎话，这让她忍泪盈眶，口中呢喃：“要是你是他该有多好。”众多普通玩家站在远处，看着牧尘接受这么多 NPC 的礼物，甚至还有身材容貌都是极品的 NPC 暗送秋波，眼睛都红了。尼玛，这游戏太不公平了呀！凭什么我们说真话，这些傻逼 NPC 都不听，就听纯情大男孩的？这不是废话吗？也不看看人家纯情大男孩有多少声望值？你知道声望值的用处吗？就是啊，真以为声望值是针对我们这些玩家的？想多了，是针对这些 NPC 的。声望值够高，才可以在 NPC 的面前获得足够的好处，比如你想创建工会，都要有足够的声望，才可以拿到相应的地皮建立工会总部，这就是声望的好处。自从牧尘开启了声望系统，已经有很多人尝试过了，完成一个颇有难度的任务，才可以获得1点声望值，3000点，简直不敢想。之后，牧尘利用2个设备之间的关联，联系上了凤溪。凤溪，你在哪个新手村？10086。啊，这要求！10086号新手村最近虽然有很多退游的，但是也不至于凤溪一选就到了10086号新手村啊，这也太巧了。凤溪道：“你说你在10086号新手村，我就直接选了这个新手村。让你选？不让，我硬选。”凤溪平静回应。牧尘沉默了，不愧是天凤的公主，确实霸道，年纪轻轻已经有了女王的气质，这都能强制选择。牧尘和众多 NPC 告别，很快就在泉水出口找到了凤溪。凤溪的昵称不变，就叫凤溪。到了游戏里面，或许是因为灵气的存在，凤溪变得越发的动人。那一头火红的头发看着格外鲜活和飘逸，铺到胸口，搭在臀部，很有仙气。她赤着脚，连步款款，在泉水周围走动，观察周围的环境。凤溪这样的美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引起许多人的关注。有很多男人围着凤溪，一脸谄媚：“小姐姐，要和我们组队吗？我们可是5级天团，绝对带你体验飞升的快感。小姐姐，选我们吧，我们可以一起为你服务。我们打怪没血了，我们就让你出手。都滚蛋，不要和本少抢。这个女人，本少要了。本少走的是全智力流法眼，女人遇到本少是你的幸运。”一个富家少爷比之前的萧云还要霸道，上来就要霸占凤溪。凤溪皱眉，很不悦。他催动手里的剑，长剑已经化成了一只火鸟，击中了那个少爷的身体。负2300，只是一次攻击，直接把那个少爷送回老家。好家伙，又是一个荒古修士。牧尘赞叹，发现了凤溪的身份，和木悠悠一样的荒古修士，而且木悠悠的荒古修士已经断了传承，相当于木悠悠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凤溪不一样，他本来就是来自于几十亿年之前的超级强者，传承是完整的，所有属性点的成长和属性点的利用，竟然都是一般修仙者的5倍。所以0级的凤溪血量高达1250，物理攻击、魔法攻击和精神攻击全都高达250，三防则是高达125，还有一大堆的技能，光看面板就已经是一个恐怖的数值怪了。还有一个更加恐怖的天赋，不错，就是天赋。他明明没有用天赋觉醒时，竟然自带天赋。天凤真火圣级未完全开发，利用天凤种族的火焰特性，在使用火系攻击的时候伤害 X10。偏偏这女人所有的攻击都是火系攻击，圣级都这样了，完全激发之后会有多强，简直无法想象。或许可以完全镇压牧尘的至尊骨。牧尘一脸震撼走了过去，一见到牧尘过来，所有人都如同见鬼的一样疯狂逃窜。现在的纯情大男孩已经成了玩家的噩梦，几百个人一瞬间秒杀。这就不说了，灭世凤凰都能被这家伙杀了，脑子有病的人才会和纯情大男孩打。那个富家少爷此时已经从泉水里面复活，哈哈大笑着走出来道：“我就喜欢你这样火辣的女人，女人，你。”话说一半，他已经看清了牧尘的名字，一时间双骨发颤，说了一声：“女人，对不起，打扰了。”就一路奔逃。凤溪看向牧尘，冷哼一声道：“你这仆人来得太慢了，我已经处理了好几次这样的麻烦。”牧尘耸耸肩：“不要乱说，我把你从黑暗之中拯救，应该你听我的才对。”凤溪道：“所以你要实现我3个愿望。”牧尘，是不是搞反了？怎么我把你救出来，还要实现你3个愿望？你先帮我找一块至尊天赋觉醒石来，我要觉醒我的天赋。凤溪如同一个高傲的女王，胸口在牧尘面前摇晃，发号施令。至尊天赋觉醒石，
我也想要啊。沐尘很无奈，这儿终究只是神域，一切都是神明创造，最高也只有神级天赋觉醒石，没有至尊级神级也行，给我来几块神级天赋觉醒石。神级天赋觉醒石当成大白菜了。沐尘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神级天赋觉醒石也找不到。凤熙眼睛发亮道：少年，我有一个功法，只要你帮我修炼，就能激发我的天赋，你看如何？说着口水直流。沐尘忽然之间感觉腰子再次隐隐作痛，完了，这女人不达目的，看来是誓不罢休了。第44章，我有一个功法。沐尘拿凤熙有些没办法，他感觉这样下去自己都不敢随便睡觉了，生怕某天睡着了就被凤熙榨干。你把你的荒古修士传承传我，我帮你。沐尘道，反正在劫难逃，总要捞够好处。凤熙笑道，可以呀，传承我早就忘了，只剩下身体本能，不过我有一个功法，不但可以让你修成荒古修士，而且很舒服哦。又是我有一个功法。沐尘用屁股都能想到，从头到从尾3个功法，就是一个功法。你就是缠我身子，我呸！他根本不上当，立马拉上凤熙去练级。有他的上苍劫光，练级太快了，片刻之后已经是10级。凤熙也拿到了250点属性点，可以当成1250点属性点用，全都被他加在了攻击力上面，攻击力高达13450，再加上他的圣级天赋，普攻可以达到10几万的伤害，比木油油还要夸张。还行，等我出去找几块天赋觉醒石，觉醒一下我的本能。凤熙随意道。沐尘提醒，普通的天赋觉醒石应该是不够用的。凤熙嗤笑一声道，怎么会没用？天赋觉醒石本质上就是一种变异灵石，可以激发自己的本能天赋，那是你们不会用。这么说来，我还真有几块天赋觉醒石。沐尘拿出了10几块天赋觉醒石，都是宇宙洪荒4个等级，是从那些野怪的身上打出来的。打了几百万的野怪，只有这么点觉醒石，足以看出觉醒石的难得。凤熙拿了天赋觉醒石，一瞬间就将其炼化，随后他的天赋已经有了一点变化。天凤真火圣级未完全开发，利用天凤种族的火焰特性，在使用火系攻击的时候，伤害 X10.3，竟然真的行！要是换做别人，这种天赋觉醒石根本就觉醒不了高级天赋。沐尘眼馋，想学？沐尘点头，我有一个。沐尘知道这榨汁机又在打自己腰子的主意了，所以转身就走，多听一个字都是在浪费时间。丫头，你什么时候出来？我们该去主城找你萧云叔叔了。沐尘联系上了木油油，这都已经这么多天了，该拿的神级天赋觉醒石，萧云肯定已经拿到手了，估计就等木油油过去交给木油油。木油油有些嫌弃，你怎么总是念叨萧云？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的？沐尘改口，那就要去找埃莫比斯了，他身上还有很多油水，能让我们飞速进步。这次木油油满意了，道：我马上过来。他们等了片刻，木油油总算是从坟墓里面出来了。他的属性高的可怕，属性点多的离谱，根本不像是一个10级的选手，更像是一个50级的 BOSS， 收获不小啊。沐尘道。木油油生气道，不行，总共有6个坟墓，我只拿到了2个坟墓的东西，其他4个呢？被人搬空了。沐尘有点惊讶，新手村竟然有这么多高手吗？他知道其他的坟墓应该是被其他新手村的人搬空的。新手村听上去是分开的，实际上所有人都在一个新手村里面，只不过是频道不同，所以看不到其他人。应该是其他新手村里面的重生者拿走了其他的宝物，不过那么点宝物影响不大，总体来说优势还是在自己这边。准备好，我们要去主城了，埃莫比斯和萧云还在那边等着我们呢。沐尘道，然后带上2个人要走进传送阵。木油油警惕地看着凤熙，问道：他是谁？哥哥，你还带其他女人升级了？沐尘干咳一声，咱家的新住户。你还带其他女人回家了？木油油变得越发的谨慎，已经嗅到了一点奸情的味道。还是哥哥太优秀，外面总是有妖艳贱货勾引哥哥。他二话不说，放出穷奇，小花咬他。穷奇嗷呜一声扑到了凤熙的身边，乖巧地舔舐凤熙的脚丫。你这臭猫，见色忘义，我要你何用？木油油踢了一脚穷奇，穷奇只能委屈巴巴地看着凤熙，不敢反抗。他很憋屈，我只是一个小小穷奇，整个穷奇那么大的种族，最高的上限也只是堪堪迈入至尊，一般的穷奇未来也只能顶尖神明。你让我去咬一个顶尖的至尊，我哪有这个胆子？那种来自于血脉深处的原初压迫感，几乎要让穷奇窒息。你就是油油嘛，好可爱，在外面姐姐就想抱抱你了。凤熙也嫌弃地踢了一脚穷奇，把木油油抱在怀里，一阵 RUA。那下作的乳量
直接让穆有有整张脸都陷了进去。他摸了摸自己平平无奇的胸脯，内心有些酸楚。打不过就算了，身材都比不过。有有，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你就和姐姐说，姐姐帮你。凤熙笑嘻嘻的对穆有有喜爱的很，还在循循善诱。有有，姐姐这儿有一个功法，你打住！沐尘一张脸都黑了，这天凤简直无法无天了，男女通吃。凤熙正色道：不用怕，这是双阴互补法，我和她都会变强的。那也不要把那种淫荡的法门传授给我妹妹。沐尘都被气笑了。实际上他知道凤熙从来没有用过这些法门，但是要拿自己和穆有有做实验，风险太大，坚决反对。他阻止了凤熙，带上2个人走进了传送法阵。传送的过程有10几秒，这10几秒，沐尘听到穆有有小声跟凤熙交流：姐姐，我要是学了功法，身材也能变得你这么好吗？当然了。穆有有一脸心动，对自己未来的身材颇为神往。沐尘扶额，实在是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教育小孩。片刻之后，他们落在安斯帝国的玩家主城。主城有300多公里大， NPC 也是数不胜数，但是每一个 NPC 看到沐尘都是一脸崇敬，朝着沐尘脱帽致意。纯情大男孩，欢迎你来到我们狂风城。他们都很激动，总算是见到了击杀灭世凤凰的英雄。沐尘都回不过来话，走出传送大殿，就见到了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沐尘仔细一看，这不是萧少吗？第45章，给萧云坑死。还是萧少一字千金，说话算话。这次见面，你果然亮瞎了我的眼睛。沐尘乐呵呵的，几天不见萧云，萧云像是老了30岁，额头上都是皱纹，头发花白，肯定是因为死了30次，才把萧云折磨成了这个样子。幸好啊，自己没有冒险去拿那块神级天赋觉醒石。悠悠球，你总算是来了。萧云很激动，立马带着自己的几个保镖来到了穆悠悠的身边，哪怕是旁边有一个惊为天人的凤熙，他都直接忽略，因为上辈子并没有人可以让凤熙复活，他也没有见过凤熙，所以他只想讨好穆悠悠。原来是大叔你啊，干嘛？穆悠悠嘴很甜，认为叫这种人叔叔都有些不合适了，直接改口叫大叔。萧云笑眯眯的道：这个给你，你拿着。然后拿出来一块石头，流光溢彩，上面有一个神字。这是什么？穆悠悠好奇的把东西接过来，看了一眼，顿时惊住了。神级天赋觉醒石，这么贵重的礼物，穆悠悠忽然有点不敢收。收下。沐尘给他私聊发送信息，就算是替那些死在他们集团手里的亡魂讨债，我们的目标是让他们家破人亡，让他们锒铛入狱。既然法律制裁不了他们，那么就让我们动手好了。穆悠悠想到那些因为萧云变得和自己一样悲惨的人，重重点头，然后一脸笑容道：谢谢大叔。萧云一时间更加开心，这几天自己确实受了很多苦，但是可以讨女帝开心，这一切苦都是值得的。这块石头你记得用，我下线一趟去买个东西，回来之后给你一个惊喜。萧云道。穆悠悠点头，不管萧云要给他什么，他都打算照单全收。还是那句话，既然法律不惩罚这些恶人，那么就让自己动手。之后萧云很快就和自己的几个保镖下线。几个保镖看着萧云苍老的模样，都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萧云冷笑道：你们肯定是觉得不值得，对吗？5个保镖都不敢回话。萧云道：你们根本不懂这个游戏意味着什么，你们等着看吧。再过3年，你们就会知道我花的这些钱到底有多值得。5个保镖都在内心嘲笑，傻鸟一个，花了几十亿买了一大堆垃圾就不说了，把自己折磨成这样，得到的道具还给别人了，说你是傻逼，也太侮辱傻逼了。这种话哪怕他们不说出来，萧云也能猜到他们的想法。但是萧云能忍，忍到3年后，一切真相浮出水面，他将会成为半片宇宙的主人。萧云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很快就把自己的管家叫了进来，问道：让你们找的那个古玩找到了吗？少爷你看，是这个吗？管家拿出图片，图片上是一个小小的镯子，似乎是金属制成，又像是玉石。就是这个。萧云因为激动，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就是这个玩意，3个月后出现在了拍卖会上。鉴定人员说这是个古物，但是又不是玉石，收藏意义不大。最后被另一个富二代花了580万买走。之后那个富二代就一路起飞。后来他才知道，原来那个镯子就是传说之中的金刚镯，带进神域世界就是一个顶尖的神器。这让萧云一度心态崩溃，因为萧云明明就在那场拍卖会上啊，手里掌握着几十亿，竟然没有买下金刚镯，而是花了几百万买了2个女人。这辈子他重生了，这一切都不能再次上演。
既然现在已经找到金刚镯了，无论如何都要拿下。萧云自言自语，然后问道：东西在哪儿？带我过去。这是一个盗墓贼偷来的东西，我们想买。那个盗墓贼直接坐地起价，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范围。多少？他要13亿。管家冷冰冰道：我们想杀了他抢过来，但是他很精明，一直都躲在一个有关机构的监控可视区，让我们没办法动手。13亿？怎么不买回来？萧云道。管家吃惊道：他疯了，你也疯了。13亿买一个破金属手镯，哪怕是玻璃种帝王绿，也不过4、5千万。你们懂什么？带上钱去买。萧云呵斥。13亿？管家愣了一下。对，13亿。但是少爷你已经没钱了。管家道。没钱就去找我爸，问他要。萧云红着眼睛道。这些年萧云每年都可以拿到几千万的零花钱，再加上萧云自己也在做生意，赚了20多亿。但是前段时间为了买一大堆垃圾装备，全都花完了。为此萧氏集团董事长萧润发还狠狠打了萧云几巴掌。这才过去几天啊，好了伤疤忘了疼。少爷，你是真打算把萧家败光？管家也有些怒了。你们懂个屁，我这是在保护萧家。萧云懒得多做解释，只要再过3年，这些人都会为自己今天做出的决定而自豪和骄傲，哪怕是变卖资产也去给我变卖。不要说是13亿了，哪怕他要30亿、300亿，也得把东西给我买过来。萧云已经疯了，这是他能为启儿女帝做出的最后牺牲。等到3年之后，启儿女帝成了自己的人，整个宇宙的历史都会被自己改写。传送大殿之中，穆悠悠手里把玩着那块神级天赋觉醒石，最终还是决定交给沐尘。我有龙牙项链，完全够用，这个觉醒石还是给哥哥用。穆悠悠道。没白养你。沐尘捏了捏穆悠悠的小脸蛋，乐开了花。但是他还没用，就感受到了凤熙那炽热的目光。你唤醒了本女王，就要实现本女王3个愿望，这个东西先给我用。凤熙火红的眸子里都是渴望。不就是一点觉醒石，我慢慢给你打。沐尘生怕他抢，立马点击使用。下一刻，一道神光融入他的身体。神级天赋觉醒石使用成功，因天赋过高，无法完全觉醒天赋。您已觉醒神级天赋上苍劫光。上苍劫光被动，以超越神域的法则力量，使所有攻击附带每秒强制扣除目标4056点血量的效果，无法减免，可叠加1层，持续120秒。技能特性1，每击杀一只高于自身等级1级的野怪，可以提升1点伤害。技能特性2，每击杀一只高于自身等级10级的 BOSS， 可以多叠加1层伤害。第46章食性至尊的亲传卷轴。上苍劫光总算是可以叠加了。沐尘惊喜交加。现在他的上苍劫光伤害终究还是有限，沙普攻野怪足够，对上顶尖的 BOSS 完全不够用。比如凤熙这样的 BOSS 10级就有2亿血量，当初他借助魔界的力量也是花了5个小时才击杀。要是可以多叠加一些层数，时间可以大大减短。但是凤熙却在一边撇撇嘴，你这至尊骨效果还是太差了，换做我，火属性攻击可以成千上万倍的增幅，我一腿横扫可以让那些垃圾小神当场蒸发。所以刚刚那块天赋觉醒石不如给我，也只有凤熙这样的顶尖至尊才有资格把神明叫做小神。沐尘嘲讽，你觉醒不了有屁用。凤熙笑嘻嘻道，我有。话说了一半，沐尘赶紧带上穆悠悠走人。哥哥，让姐姐把话说完嘛。穆悠悠道，已经亲昵到要把凤熙叫姐姐了，毕竟凤熙的功法能让她身材变好，这简直就是一个活祖宗。她这么机灵，必须要把握机会。沐尘满脸黑线，不用听，这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他都有点后悔了。早知道这样，他当初就不应该把凤熙放出来，现在时时刻刻都要提防这个女人，否则一个不小心自己就要被榨干。他带上穆悠悠直接前往转职神殿。不管是什么职业，10级就会停止成长，必须要进行第一次转职才可以升级到1转，开始真正的神域之旅。他们到了转职大殿，虽然游戏开始已经有8天了，不过这儿还是冷冷清清，只有7个职业的导师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立马过来迎接沐尘，一脸恭敬。纯情大男孩，欢迎你来到狂风城转职。沐尘有点不习惯，道：你们不用对我这么客气，搞得好像仆人一样。不愧是杀了灭世凤凰的人，这气质无人能比。几个导师一顿彩虹屁输出。随后沐尘道：转职1个修仙者，2个隐藏职业荒古修士。竟然有2个荒古修士。几个导师都是一脸错愕。荒古修士早已经绝种了，具体原因没人知道。能转职吗？沐尘询问。可以，只有1个名额。几个导师点头。给他。
凤熙指了指穆由由道：“所谓转职，本质上只是突破罢了。不管是什么职业，修炼到一定程度都会有瓶颈。我看出来了，你们的那个转职水晶可以让人瞬间突破瓶颈，我用不着，真是走运。”牧尘让导师帮忙转职，果然和凤熙形容的一样，转职的本质就是突破瓶颈。转职过后，牧尘的基础成长属性直接全部翻倍，穆由由的属性更加恐怖，翻了2倍，攻击力累计到了10万，和其他玩家200-300点的攻击力比起来，简直就像是一个毁灭机器。可惜我不是隐藏职业，有没有隐藏职业，让我重新转一个？牧尘格外眼馋。据说是有，几个转职导师作为转职者，自然知道那些传说。他们7个人一起互相交流，再慢慢拼凑一些有用的信息。哥哥，他们好奇怪啊，为什么还要交流信息？像是要合起伙来坑我们。穆由由嘀咕。牧尘摇头，不，你想多了。他们7个人曾经是一个人，但是因为触怒了安斯帝国的国王，灵魂被分成了7份，所以记忆有很多偏差。这是牧尘用神眼看到的。这位导师曾经身份显赫，是安斯帝国的大法师，因为不满安斯帝国的暴政，请求国王减免人民的30%赋税，就被国王处以极刑，用最残忍的手段把大法师的灵魂直接撕裂成了7片，然后剥夺了原本的宰相官职，发配到了这儿，给他们这些玩家转职。看来办实事的人不管在哪儿，下场都很惨。牧尘道，他知道神域世界是一个真正的世界，这位导师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越来越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人情冷暖。交流片刻之后，这7位导师总算是统一了口径，道：据说那位创造了荒古修士修炼体系的至尊，害怕自己的体系失传，所以在作画之前，把自己的本源封印在了一个卷轴之中，打造了一个转职卷轴出来。这个卷轴可以把荒古修士的职业效率最大化，属性点成长和利用都达到普通修仙者的10倍，大概率就在天龙神国的遗址范围之内。你是说起源卷轴？凤熙惊讶。7人都点头，好像是有这么个名字，我们也记不起来。凤熙点头，那就是了，只有拥有这个卷轴才可以复刻出那位至尊的辉煌。因为我们后来者虽然都是荒古修士，但是却没有感受到荒古修士的道，只有这些开创一个体系的之人才拥有完整的道，完整的道已经被那位至尊灌入了起源卷轴之中。牧尘恍然看向凤熙，想要看更多的信息，但是却被凤熙察觉，羞赧道：等我们下线了，我去洗个澡，你来浴室，我们慢慢交流，说不定我们能探索出完美的荒古修士体系。牧尘立马变得严肃起来，正色道：不了，这伤身体。他又问几个导师有没有更加具体的位置，几个导师摇头，没有了，那也只是我云游到一个5星帝国的时候听来的一点小道消息，要是有具体的位置，那些神明早就抢得头破血流了。牧尘点头道：那是至尊的法则力量，确实有这样的诱惑，有这个消息就好，自己以后可以慢慢寻找。随后牧尘就准备前往狂风城之外刷野，以他现在的刷野速度，很快就可以提升到50级，升级太快对牧尘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必须再带2个人分经验。牧尘还是选择联系萧云的2个保镖，让他们跟着自己升级。我们这么急吗？要不你们先在城里逛逛。2个保镖道。牧尘点头，很急，想来我马上就要被人约谈了。他说的是埃莫比斯。埃莫比斯来到这儿已经好几天了，作为曾经的神国王子，估计埃莫比斯现在多半已经在安斯帝国有了自己的势力，很快就要用到自己了。我能用来发育的时间不多，几个小时之内最好把一转等级刷满。牧尘道。第47章，以后叫你穆小六。什么？几个小时就要刷满？2个保镖都惊呆了。一转满级是50级啊！他们来到这儿之后拼命刷野，都已经好多天了，这才16级。牧尘竟然想要在几个小时之内把一转等级刷满，要是别人说出这句话，他们是不相信的。但是这句话从牧尘的口中说出来，就多了一种莫名的说服力。2个保镖道：纯情大男孩，你要是能把我们的等级带起来，你就是我们的义父，以后我们跟你干。萧少呢？牧尘反问。保镖激动道：不瞒你说，那个狗比萧云就是歌姬吧，1个月给我们2万5，让我们干送命的活，风险快要比得上战争地区的雇佣兵了。要是游戏里面能站起来，以这个游戏的热度，我们1个月能赚好多万，还跟个屁的萧云。但是这时候穆由由忽然开口：不行，我不许你们离开萧少。2个保镖都顿了一下，心里有些埋怨。是啊，萧少给了你30亿，你是高兴了，但是凭什么管我们？随后穆由由继续道：你们不能走，继续在萧云的身边当人肉监控仪，帮我们看着萧云，萧云有什么动向，你们要告诉我们。牧尘朝着穆由由伸出一根大拇指。
不愧是我穆纯情的妹子，坑人这方面的优良传统不能丢。凤熙更是疼爱的揉着穆悠悠的脑袋，道：“以后我叫你穆小六好了。”穆悠悠撇撇嘴，不喜欢这个称呼。哥哥叫穆纯情，我就叫穆小纯。他道，不承认自己的老六性质。那两个保镖却有些激动，瞪大了眼睛。我就看你们俩好心，果然是在骗萧少。我就不知道萧少为什么看不出来呢？他们差点给气吐血了。看着纵横情场20年的萧云栽在一个11、12岁的小丫头手里，还骂他们不懂，真的是要把人气死。实际上，哪怕萧云知道又能怎么样？这种有所图谋的人，该中招还是要中招。我看你是想搞死萧云。两个保镖问道：“难道你是被萧云害过的人？经常有你这种来复仇的，但是你是第一个把萧云坑成这样的。”穆有有腼腆一笑：“哎呀，也没你们说的这么好了。”保镖道：“既然如此，我们得帮你们监视他。萧云这几天一直都在找一个手镯，要买，哪怕花几10亿，他都要买。买来干嘛？”穆有有好奇。保镖耸耸肩：“还能干嘛？给你当礼物。”穆有有一拍手，格外喜悦。但是保镖却摇头：“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他这次买这个东西可不容易，都比脸干净，已经在被公司董事会批评教育，估计他不会买了，他肯定会买到手，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买到手。”穆尘道：“这可是一个神器，放在整个银河系上千万个大国之中，数量不超过10个的神器，只要不是傻子，就不会因为几句家长的批评教育而放弃。哪怕真的可以买到手，最后他肯定也舍不得给你。”两个保镖道：“没事，我们早就布置好了后手。”穆尘淡然笑着，穆有有也点头：“走，姐带你们升级。”穆有有像个小大人，走在最前面，很快就到了城外，配合穆尘开始刷级。现在穆尘升级的经验需要20万，11级的幽灵狼血量已经来到了恐怖的5万，经验100点。一般职业者需要杀200只才可以升1级，但是穆尘需要杀2000只。被分了经验之后，他需要杀1万只，能长1万点伤害，加上埃莫比斯的眼泪的100%全局伤害加成，可以增长2万点伤害，是个好差事。开干！穆尘高呼一声，手里的黄金长剑已经飞了出去。天海市萧氏集团大厦88层，萧家所有主要掌权者都坐在巨大的会议桌之前，逼视萧云：“不孝子，你知道吗？你这些天给我们家族带来了多少麻烦？现在竟然还想要13亿去买一个破镯子！”萧云父亲手指点在桌子上，咣咣咣的，让气氛几乎凝固起来。涨价了，现在是30亿。萧云道：“30亿？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刚拿30亿买了一大堆的垃圾，现在又来用30亿要买一个破手镯。”萧云父亲冷冰冰道：“看来上次那个巴掌还是没有打醒你，我需要动棍棒。”一边有人劝说：“大哥，不要这么生气，萧云这样做也有他的道理，老五不是已经说了吗？”龙国上峰那边放出消息，说这个游戏有问题，会变成全球的最终支柱产业。萧云把资产放在游戏里面，这战略目光已经很长远了，将来也是大有可为的。萧家老五是天海市高层，要知道天海市可是龙国的经济之都，这种大城市的高层放在整个国家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得到的消息就是龙国的最终战略。原本他们还有点不信，但是萧云的变化让他们不得不相信。今年不过28岁的萧云，玩了游戏后忽然之间就变得像是58岁，究其原因，竟然就是因为在游戏里面受到了一些折磨，所以萧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游戏，并且已经开始想办法要把现实里面的资产转移到游戏里面。萧云父亲就是因为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才更加愤怒。老子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畜生儿子，要用60亿买一堆废铁，哪里值60亿？他呵斥。萧云拍着胸脯道：“我会把我花出去的万倍1倍赚取回来，相信我，神域有这个能力，我也有这个能力。要是不行，我以死谢罪，去见祖宗。”想起萧云是第一个达到10级的选手，萧云父亲还是动摇了。拿30亿去赌一个完全不确定的未来，要是失败，整个天海市的人都会出我们几两股。萧云父亲道。其他亲戚也都看向萧云，有这个意思。放心，我们萧家会把一切都踩在脚下。萧云道。好，拨款。萧云父亲终于做出决定，其他人也都一致通过。萧云大喜过望，让人拨通了那伙盗墓贼的电话。涨价了100亿。那伙人开口：“什么100亿？”萧家董事会几乎要疯狂了。之前就是从13亿涨价到了30亿，现在竟然狮子大开口要100亿。对面笑道：“我们总算是明白了，你们在打什么主意？这个手镯里面有能量波动，被我们的仪器检测到了，和游戏的能量波动类似，这是个能影响游戏的宝贝。
100亿，便宜你们了。萧家所有人都互相对视了一眼，有些惊骇。他们总算是知道了，为什么萧云对一个破镯子这么痴迷。第48章，一点后手，拿捏得死死的。萧云父亲萧崇山迟疑片刻，对面的盗墓团伙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你们要不要爽快点？不要的话，我们可就要把东西带到游戏里面去了。他们道。萧崇山道，这就和赌石一样的性质，我要是买了还要承担风险，所以我觉得价格150亿。对面的人开口，我200亿。萧崇山还想再说什么，萧云立马开口，200亿我们要了。你疯了，账户上哪有200亿？萧崇山震怒，他们的公司规模虽然超过5000亿，但是集团账户上的现金只有100亿出头。挪用项目款，这个手镯必须拿下。萧云道，他的表现正如牧尘所说，彻底疯狂，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拿下这个手镯。毕竟神器的重要性，没有人会比作为重生者的萧云更加清楚了。好，萧崇山咬咬牙，让人把大量项目的钱都搬空，这才凑够200亿。合作愉快，双方敲定汇款收货。200亿的生意，甚至做出了一种200块的感觉。片刻之后，手镯已经被送来了。送手镯的是一个胖乎乎的青年。你不怕我们杀你？萧崇山很不悦，毕竟他想要讲价，却反向把价格给打上去了，以后怕是会被人叫一声萧七夜。胖子笑道，你们动我一下，明天你们的仙人的众多尸骨就要被挂在你们的大厦上面了，可以试试。天海人在仙人这方面十分敬重，萧崇山只能压着自己的怒火，放人离开。我们集团的现钱都已经砸在这个破手镯上面了，手镯给你，希望你可以给我们集团带来足够的利益。他们把东西给了萧云，萧云拿着手镯，忽然想哭。不容易啊，神器总算是到手了，或许这个神器我应该自己留着。面对神器，萧云总算是诞生了一点占为己有的想法。毕竟神级天赋觉醒石虽然珍贵，但是对自己来说作用并不大，自己用黄级都够用，但是神器不一样，可以给自己带来实质性的提升。哪怕是有启儿女帝当属下，自己的实力也要放在第一位啊。还是自己留着，反正启儿女帝已经被我抓得牢牢的了。他打定主意，忽然感觉浑身轻松，躺在自己的大床上，打算玩会儿手机再睡觉。打开手机，他就看到了这2天的热搜。玩家悠悠球慷慨大方，将几千高级装备低价出售给其他玩家，声称要为广大人民做贡献，我们为他点赞。什么？萧云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猛然跳了起来。假的，假的，一定是假的！他的身体都在颤抖，疯狂刷新评论。下面一群现场怪：1楼，我当时就在现场，我是那只猴子。2楼，胡说八道，我是真的在现场，38铜板买了一把剑。图片，一把帅气的10人长剑。3楼，我花了3块银币买了一套5级神装。图片，一套帅气的赤尾蝎套装。4楼，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便宜卖给我装备的悠悠球最可爱了。图片，圆圆脸的悠悠球小朋友。5楼，呜呜，为什么这样的大神不在我们的新手村？各种各样的评论带着图片都被点赞到了前面的楼层。他们说的都是事实，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萧云疯狂刷视频，视频软件都要被悠悠球霸屏了。这一刻，萧云急火攻心，一口老血喷在了雪白的床单上。启儿女帝把1级的垃圾卖给自己，卖了30亿，竟然把那些好的装备都给了其他人，那么点铜板和他妈的白送有什么区别？这一刻，他感觉自己做过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就是一个笑话。包括那块神级天赋觉醒石，也像是一个笑话。此刻，萧云彻底明白了，自己就是一个小丑。但是，出了这种事情之后，他想到的并不是责怪慕悠悠，而是在想，不够，不够，我做的还是不够。我相信，只要我给的足够多，他肯定会心动。毕竟，他只是一个小乞丐啊，钱对乞丐来说，不就是最好的东西吗？肯定是我给的还不够多。说着，他再次拿出那个手镯，这可是金刚镯啊，是蓝星上古神明太上老君的宝物，是整个银河系都要疯抢的超级宝物，价值不可估量。把这个给启儿女帝，启儿女帝就该心动了吧？继续进游戏，我要把这个宝物给他。萧云此时已经很疲惫了，毕竟经历了30次的死亡，对于萧云来说，就像是经历了30次的轮回，已经把他的精神完全掏空了。但是现在他却顾不上休息，赶紧进入游戏。进入游戏之后，那个手镯也出现在了他的手上。装备名称：金刚镯。装备品级：超出神域范畴，无法探测。装备属性：无。装备效果：砸中敌人，造成大量伤害，
100%造成30秒晕眩，竟然无法探测。我还以为是神器，看来这个东西远远超越了神器。萧云倒抽凉气，虽然金刚镯从表面看没有属性，但是这30秒的晕眩无法避免，无法阻挡。想当年孙悟空那样的大仙人都因为被金刚镯砸了一下，这才被捕，更何况是其他人，哪怕神明来了，都要乖乖躺尸30秒。在真正的生死对战之中，不要说是30秒了，强者对战，哪怕只是晕眩1秒，都是致命的。所以说，灵气复苏之后，有了这个宝贝，全天下都可以横着走。这个东西，琪儿女帝肯定喜欢。他立马联系上了木悠悠，问道：“你在哪儿？30级区域乌龙林，有事吗？我来了再跟你说，给你一个惊喜。”萧云喜笑颜开，带上宝物，雇佣了一个坐骑，赶紧前往乌龙林。15分钟之后，他总算是到了乌龙林，把手镯拿出来，让木悠悠看。你看，这就是我给你的惊喜，金刚镯。一边的凤溪眼尖，一眼就认了出来，太古年代道德天尊的金刚镯，一镯子下去，能让至尊伤筋动骨，元气大伤。有个不长眼的猴子就被这镯子砸过。第49章，我有一个功法，杀敌无数。凤溪看着这个手镯，有些眼馋，又有一些惊讶，因为这颗星球的宝物实在是太多了，简直层出不穷啊！把这手镯给我吧，我可以用我的一次人情和你交换。凤溪道，他可以看得出来，萧云就只是一个资质低下的凡人，将来也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拿着金刚镯不但没有什么大用，未来反而会招来杀身之祸，倒不如给自己未来也可以帮此人一把。但是他明显是低估了萧云的野心，一个人情，开什么玩笑？一个人情就想让他交出金刚镯，他还打算用金刚镯收买女帝的人心呢。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借我卖人情？萧云冷哼一声，没见过凤溪的他，怎么能想象凤溪曾经和未来的恐怖？凤溪凤眸微微眯起，既然你这么说我，那我就只能劝你一句，最好把东西给我。我要是不给呢？萧云反问。凤溪笑嘻嘻道，这样的话，我有一个功法，要和你交流交流。沐尘猛然抬起头，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这女人是疯了，随便找个人都敢说这种话。下一刻，他就看到凤溪伸出一根葱根一样的手指，像是调戏一样，轻轻从萧云的胸口划过，充满了诱惑。萧云读懵了，怪笑道：“本少的魅力大，本少爷知道，但是你这样的角色竟然能来找本少爷，还是有点惊喜。”说罢，轰！凤溪的指尖忽然浮现一片火光，彻底炸开。-3250000，一个恐怖的数字飘起，萧云已经化成了灰烬，什么都没有剩下。然后地上爆出来一个装备，是个白银装备，只剩下一点铁片，不是金刚镯，可惜了。凤溪道。这时候沐尘总算是开口，高呼一声：“卧槽！难道这女人想和自己交流的功法是这种不成？你杀她干嘛？”沐尘问道。凤溪冷哼一声，他说：“我算什么东西？这不就是在挑衅我吗？既然如此，我就杀了她，把金刚镯爆出来。但是现在都没有爆出来，你要咋办？”沐尘又问。凤溪道：“继续杀。”说罢，他已经如同一道风，飞向狂风城的复活泉水。复活泉水距离他们并没有多远，而主城玩家的复活时间则是3分钟。在萧云复活之前，凤溪也已经到了泉水之前，他心里默默数着：10、9、8、7。而此时，在游戏系统的复活空间之中，萧云一脸懵：“刚刚我看错了，多少伤害？300万？不可能，绝对是我看错了。这个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强者，上辈子我都没有见过她。”他说着，头顶的复活倒计时已经到了，他感觉眼前一闪，已经出现在了泉水之中。但是他的耳朵旁边却传来了一道娇媚好听的声音：“小哥哥，你醒来了呀，看这里。”然后就有一根纤纤玉指抵在了他的胸口。怎么可能？他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的凤溪，感觉有些不可思议。这儿和刚刚那边距离可是有几十公里，在现阶段既没有什么传送卷轴，也没有什么超级坐骑，这个女人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儿？他还以为这是幻觉。下一刻，又是一道火光出现，他头顶再次浮现出来一个巨大的伤害数字：-3250000。就这样，他在泉水里面化成了灰烬。这次爆出来的是一个白银护手。垃圾！凤溪轻哼一声，根本看不上白银装备。作为完全体的荒古修士，他自身的属性都比这些装备高。他只要金刚镯，金刚镯的力量是超越神域世界的法则力量，只要丢出金刚镯，哪怕是神明来了，都要被他硬控30秒。他怎么能不心动？所以
他手在泉水里面，直接等着杀萧云。3次、4次、5次，此刻萧云感觉无比的无助。他想要下线，但是灵魂在复活空间的时候是无法下线的，必须要复活到神域世界，才可以让灵魂重回肉身。下线也需要2秒钟的时间。他每次一出去就被凤息击杀，根本就没有办法下线。他这疯狂的做事风格，自然引起了狂风城那些城卫军的注意。狂风城内不准杀人！几个穿着银色战甲的城卫军咆哮着，已经从远处赶来。这些城卫军都不简单，乃是50级的精英 BOSS， 血量只有200万。血量虽然低，但是攻击极高，而且速度也极快，根本没有一个玩家敢招惹城卫军。但是凤息不一样，滚！他呵斥一声，怒视那些城卫军。老娘要拿的东西，岂能让你们这些小小的城卫军阻拦？大胆！你敢对我们城卫军不敬？城卫军勃然大怒，二话不说，已经提着大剑和长枪杀来。凤息根本不怂，他现在已经30级，因为把所有的自由属性点都加在了智力上，所以现在魔法攻击力达到了惊人的55000。他一弹指用出的技能堪比法师的禁咒焚天，造成魔法攻击 X10等于55000点伤害，再加上升级天赋圣级天凤真火，伤害变为10.3倍，总伤害5500000，再加上焚天是群体 AOE 伤害，这一挥直接把所有城卫军都化成了灰烬。没有人打扰他，继续等着萧云复活。就这样被杀了整整8次之后，总算是爆出来了金刚镯。凤息捡起金刚镯，等萧云再次复活。这一次萧云复活，立马缩在泉水的角落，瑟瑟发抖，眼睛里面只剩下畏惧。我对不起你，求求你不要再打了。萧云感觉自己五脏就像是被火焰焚烧，无比痛苦。这是因为至尊的法则力量早已经超越了神明，这种力量甚至可以通过游戏影响到现实。再这样下去，他害怕自己死在神域世界。凤息再次伸出手指，把萧云吓得崩溃，嚎啕大哭。别怕嘛，姐姐又不会伤害你。凤息邪魅一笑，手指捏着萧云的下巴，让他抬起头，道：原本我可以送你一个人情，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保你一命，但是很可惜，你不要这个人情。既然如此，这个金刚镯我就却之不恭了。这一刻，萧云的肠子都快要悔青了。第50章闪耀 BOSS。 萧云重生最想做的是什么？不就是抱上一个大腿，青云直上，成为宇宙之中的强者吗？结果这么好的机会被他放脱了。我后悔了，我后悔了呀。他歇斯底里，想求凤息给自己一个机会。凤息这人并不是什么黑心的大恶人，拿人手短，他也开始考虑要不要答应萧云。不过下一刻，远处已经传来一道广播声：玩家凤息赌拳击杀玩家7次，杀害主城城卫军13人，红名值超100。本城主决定把凤息逐出狂风城，红名值消除之前，永远不得进入狂风城，否则格杀勿论。同样的播报进行了3次，而泉水之中的凤息也看到天空之中出现了一个传送法阵，落下一缕光芒，把他笼罩，只是一瞬间就把他传送到了城外。给不了你机会喽。凤息笑嘻嘻的和萧云说完之后，立马消失。不，狂风城老狗，老子和你势不两立。凤息可以听到一点萧云的惨嚎，懒得理会，如同一道风，瞬间到了几百米之外，飘然远去。很快，凤息就回到了牧尘身边，一回来就看到牧尘凶神恶煞，怒视他，义正辞严呵斥道：凤息，我们都是文明人，必须要讲文明，树新风，怎么可以有这种残暴的强盗行径？凤息低着头，像个做错了事的小朋友，恨不得把自己的脸埋进胸前深深的沟壑之中。下一刻，牧尘已经轻轻凑到了凤息的耳朵旁边，小声问道：怎么样，东西抢到了？凤息笑嘻嘻点头。牧尘的声音更小了：杀了几次？凤息道：8次。牧尘伸出一根大拇指。凤息纳闷，为什么这么小声？好像我在和你偷情一样。不要带坏了孩子。牧尘指着穆悠悠，小丫头还在引着一大群的怪物四处跑，笑得十分开心。你看她多乖巧，随我那么纯情。牧尘道：我信了你的邪。凤息一翻白眼，不想和牧尘多说一句废话。这两兄妹加起来100公斤的体重，99公斤的心眼子，怎么好意思自称纯情？来，让我试试金刚镯。牧尘道：他对萧云记忆之中的这些机缘预谋已久。他拿了金刚镯，砸了一个30级野怪，只打出了300多点伤害。但是凤息拿了就不一样了，直接把野怪秒杀。这个我要留着。凤息对金刚镯越来越喜欢，道：曾经的道德天尊用金刚镯，甚至给一位超越至尊的仙侯砸了一个踉跄。
等到未来肯定可以派上大用。这么熟悉的剧情，沐尘一听就是那只大闹天宫的猴子。没想到凤熙也知道这些，你留着也好。沐尘点头，他现在看凤熙看的不多，但是刚刚见到凤熙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了凤熙的性格。别看凤熙岁数大了，实际上长期在天凤的巢穴生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心思单纯的很，比沐油油这个小滑头单纯很多。凤熙知道自己是借助沐尘的至尊骨重生，所以才像个牛皮糖一样赖上了沐尘，所以这宝物给他拿着也一样。继续扫野，必须要打出来几个高级 BOSS， 把我的至尊骨 buff 叠加上去。沐尘道。他们过来之后，已经打了3个高等级的黄金 BOSS， 把至尊骨的 buff 提升到了4层。不过那些 BOSS 的经验值太高，再加上跨世级杀怪，他的等级也升得有点快。现在沐尘已经到了30级，上苍劫光秒伤达到了52000，叠加了神器之后，秒伤到了104000，叠加之后秒伤可以达到416000点。要是以现在的状态去杀当初的凤熙，哪里用得着5个小时，最多10几分钟就可以成功。他们继续清理野怪，让沐油油引怪，凤熙在一边称赞小六子走位越来越精湛了。沐油油一怒，当场绊倒，经不起夸。凤熙撇撇嘴，刚刚说完，远处就出现了一头恐怖的人面蜘蛛。出 BOSS 了，哥哥，出 BOSS 了！沐油油欢呼，指着远处的一个 BOSS。那是一个蜘蛛，有5米高，8条腿如同金属打造，上面有好几个脑袋，都长着人脸，闪耀着强烈的青色光芒。沐尘看了一眼，倒吸凉气。怪物名称：闪耀的人面蜘蛛之王。怪物品级：闪耀。怪物等级50，血量5000万，物理攻击1万，魔法攻击6万，物理防御1万，魔法防御1万，速度50米每秒。技能：蛛王之毒，以强大的力量喷涌出大片的毒液，对目标造成魔法攻击 x5等于3000000点伤害。蛛王之网，可以用3个小时在100米乘100米之内编织一张大网，大网收回的瞬间，对范围内所有目标造成3H 束缚效果。蛛王之吞，可以把毒液注入目标体内，融化目标血肉。注意，此效果会对现实造成部分影响。闪耀级 BOSS， 沐尘揉了揉眼睛，感觉不可思议。在神域世界之内，钻石和闪耀之间有一道巨大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也决定了一个帝国的强大与否。一般情况，只有那些星级帝国之中才会出现闪耀级的生物，那也是神域世界在达到2转巅峰之后才可以前往的全新大陆。但凡到了闪耀级，都具有唯一性，全服只有1只。沐尘唯一见过的闪耀级生物，就是新手村的老村长王守义。王守义之所以是闪耀 BOSS， 完全是因为他的神仆身份。没想到狂风城周边也会出现这样的怪物。沐尘看了一眼，明白了蜘蛛的来历。30年前，异星帝国乌光帝国的强者鬼面蛛王偷了一个宝物被追杀，逃往安斯帝国。最后鬼面蛛王陨落，只留下了一颗蛋，10年前孵化，变成了现在的闪耀人面蛛王。不过蛛王处在被封印的状态，直到刚才封印才被沐油油撞碎，还是有油油好。沐尘感叹，放在别人身上显得不可能的事情，放在沐油油的身上就可能。对他来说运气好，对别人来说就不一样了。警报！警报！就连狂风城都慌了，发出警报，有闪耀级生物出现，本城防御罩已开启，请广大玩家回归狂风城，不要离开狂风城区域。这样的警报一连10遍。第51章，知道什么是刺客的伤害吗？狂风城周围的玩家数量极少，基本上都是那些重生者。听到这样的警报之后，他们的脸色都难看到了极致。闪耀级 BOSS， 这种级别的 BOSS 怎么会出现在这边？如果我没有记错，上一世第一个闪耀级的 BOSS 应该是出现在乌光帝国呀。他们都知道闪耀级 BOSS 的可怕，没人有胆量靠近，生怕自己死在闪耀 BOSS 的手里。那些人竟然没有过来，可惜了。沐尘叹气，感觉自己需要下一批的重生者和自己来一场美丽的邂逅。你总是等其他人干嘛？沐油油骑着穷骑嘀咕道。你懂什么？千里送羊毛，礼轻情意重，他们过来我才能给你置办嫁妆。沐尘撇撇嘴，等不到其他人就不等了。没人就没人吧，我的称号都已经好久没有更新了，总算是可以更新了。沐尘长剑化成了16剑，全部刺中了人面蛛。随后他立马选择隐身，隐身状态伤害翻倍，负208000， 208000， 208000， 208000，四个恐怖的伤害同时飘起，秒伤832000。这恐怖的伤害让人面蛛自己都有些慌了神，想杀沐尘又没有方向，只能追杀沐油油。但是沐油油和沐尘跟凤熙一样，
作为荒古修士，速度极快，只把人面猪当成小虫子随意戏耍。在他们的配合下，人面猪的血量急速下降，30秒就少了2400多万。之后隐身破除，太弱了，跟玻璃一样，再有1分钟就死了。木有摇头，但是沐尘却嫌慢，看向凤熙道：“要不你也打一打？”凤熙摇头，懒洋洋坐在一边发呆，啃指甲。就这样等了60多秒，凤熙猛然抬起头，凤眸之中火光喷涌，娇喝一声：“何方鼠辈，在那边藏匿了许久，要抢本王的东西？”但是并没有人出现。你神经了？沐尘道。下一刻，他的身前猛然出现了一道身影，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狠狠抹在了他的脖子上。脖子算是玩家的弱点，在神域世界也和现实世界的规则相似，有弱点的说法。比如之前杀凤熙的时候，沐尘就是攻击到了凤熙唯一的弱点，攻击玩家的脖子也有类似的效果，可以打出2倍伤害。负10，一个巨大的伤害飘了出来。前来刺杀沐尘的这个刺客明显是愣住了，打死他都想不到自己的一击竟然给沐尘造成了高达10点的巨额伤害。沐尘不是修仙者吗？修仙者都是脆皮啊，哪有这么高的防御？鼠辈，你真敢动本女王的人！凤熙也怒了，说罢，他抖手之间把手里的金刚镯丢了出去。轰隆隆，金刚镯拿在手里轻飘飘丢出去，却如同有几万公斤重，早已经超越了音速，打破了音障。这就像是一枚几10吨的炮弹，足以轰碎一座山。啪！只是一瞬间，刺客的半截身体已经碎了，化成了一片血雾，染红虚空。还有一个恐怖的数字出现，负8880000。刺客的眼神之中充满了错愕，感觉浑身的痛苦都到了巅峰，不可思议地看着凤熙，不知道凤熙怎么看穿了自己的隐身。实际上，这就是隐身上不了高端局的作用，在这种强者的面前根本无处遁形。刺客刚刚说了一半，已经倒下，彻底消亡，进入了游戏的复活空间。你应该留着。沐尘感觉惋惜，他才看到这人是个重生者，也就是新出现的长毛羊，还没来得及看看羊毛到底有多长，竟然就这样被凤熙送走了。进城找人又要一些时间，留着干嘛？他敢偷袭本王的人！凤熙冷哼一声，完全就是一副刁蛮公主的模样。说了你也不懂。沐尘撇撇嘴，越想越不爽。下线之后必须要去找罗征的麻烦，在线下剥削一点，这样才能舒爽。他们说话之间，远处的人面猪也轰的一声倒下。恭喜玩家纯情大男孩，成为全服守卫击杀闪耀 BOSS 的玩家，奖励经验值8000万点，将进行全服通报，是否隐藏姓名？我刁你妈的，黄金 BOSS 你才给我那么点，这个直接8000万！沐尘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本来这个 BOSS 的经验值就多，分散到5个人身上之后，都足够让自己升3级。结果系统又给自己奖励了8000万经验值，他一看面板，整张脸都黑了。得，直接给自己干到了50级。此刻，沐尘忽然感觉自己多死几次，多刷一点 buff， 似乎也是一个好事啊。不过，那也只是想想，沐尘并没有受虐的倾向。你的至尊骨已经叠加了5层，秒伤有100万，其实也够了。凤熙道。沐尘点头，顺便把游戏的通报隐藏姓名选项选择了否。下一刻，全服响起首杀通报。不止如此，就连狂风城之中也响起了一道道的通报。玩家纯情大男孩已击杀闪耀级生物，危机已解除。同样是10遍的播报。公告他已经懒得听了，直接看向自己的称号。称号：闪耀手杀人，无需佩戴，自动生效。效果：全局全属性增加 30%。套装效果：手杀人7%，全局全属性增加 300%。现在的套装光全局属性加起来就有 430%， 对生命的加成更高，已经达到了 490%。沐尘按照老样子，把新手村和升级带来的3100点属性点全都加在了体质上，看了一眼属性，又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就是昵称纯情大男孩。等级50，血量540735，物理攻击15423，魔法攻击9593，精神攻击9593，物理防御27903，魔法防御27903，精神防御6120，速度649米每秒，攻击速度64.9次 s， 力量340，智力55，体质1315，精神55，敏捷195。这属性越来越漂亮了，这样下去，不要说是玩家了，哪怕是那些 NPC 也很难杀我。沐尘惊喜交加，这么健硕的胸膛肯定抗打，我有一个功法，交流一下吧。
凤熙很开心，温软的小手从沐尘的胸膛上面摸过。沐尘也不知道凤熙说的是哪个功法，双修的，还是焚天？但是不管是哪一个功法，自己都只有一种下场，要么被榨干，要么被烤干。滚蛋！你自己玩去！沐尘黑着脸，幸好穆悠悠正在打扫战场，否则被孩子看到，影响多不好。他回过头去，已经听到了穆悠悠欢愉的声音：“哥哥，爆装备了！”是一本书。第52章，埃莫比斯的新任务。沐尘接过那本书，吃了一惊，竟然是个神话级装备。这蜘蛛哪来的神话级装备？沐尘纳闷，看了看来历，原来当初的鬼面蛛之所以从乌光帝国出逃，就是因为偷了这个神话级装备。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死亡笔记》，准确来说，并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笔记本，是4星帝国死亡帝国那位号称死神的君王死亡圣君炼制出来的法器，结果被鬼面蛛王偷来，因此被人追杀。装备名称：死亡笔记，特殊类，无需装备。装备品级：神话级。装备要求：无。装备效果：在死亡笔记上面写下一个人的名字，每时 S 将会给此人造成魔法攻击 X 0.3点伤害，对神明有效。鸡肋。凤熙撇撇嘴，魔法攻击 X 0.3的伤害，不要说是他了，哪怕是神域世界的超级 BOSS 来了，也打不出什么伤害来，最多只能给其他 BOSS 破皮，破的那点皮随时都可以恢复过来。真不知道死亡圣君为什么要炼制一个这样的鸡肋宝贝。死亡圣君炼制这个是为了报复一下某些神明，虽然只能破开神明的皮，但是能膈应一下神明啊。沐尘笑道：对你来说是鸡肋，但是对我来说不一样啊，这是宝贝，能搭配你的天赋。凤熙惊讶：能，我的所有伤害都可以激发出来天赋的强制伤害。沐尘道：那还不错，但是很可惜只剩下几页了。凤熙道：这个厚厚的笔记本基本上已经写满了名字，只剩下几页可以用。几页也够用了。沐尘满意的收起来。下一刻，他已经听到了远处有人骑马的声音，在朝着这边赶来。他看过去，呜呼，竟然是狂风城的程卫军。程卫军风驰电掣而来，骑着一匹8足神驹，秒速度超过150米。但是即将来到附近，速度却忽然之间慢了下来，就连动作都变得十分缓慢，瞪大了眼睛，嘴张开，口水都要慢慢滴落了一样。沐尘、凤熙，直到他们感受到穆悠悠的左眼在闪烁明亮的光华，那些光芒竟然汇聚在穆悠悠的身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时钟，指针正在一点一点转动，秒针的转速只有正常秒针的1/5，而那个程卫军速度也只剩下1/5。不要调皮！沐尘给穆悠悠的脑袋打了一下。穆悠悠一翻白眼道：你看他冲那么快，要撞死我们！放屁！我看他就是来接我们的。沐尘捏了捏他的脸，让他站在一边。果然，很快程卫军就来到了沐尘前方，下马之后脸上都是冷汗。他不知道刚刚是怎么回事，反正自己就像是落入了时间的乱流，被时间束缚了一样。看到凤熙之后，他的脸色更加难看。这是那个被逐出狂风城的超级红名之人，你也不要吓人。沐尘把凤熙的瓜子脸撕成一张大饼，凤熙只能闷闷不乐站在他身后。程卫军这才有胆量走上前，朝着沐尘深深鞠了一躬，道：见过拯救狂风城的大英雄。沐尘笑道：有事情找我。程卫军点头：埃莫比斯大人有请。总算是来了。沐尘点头，带上穷奇、穆悠悠和凤熙就要走。程卫军眼神变得有些阴沉，道：纯情大男孩，我们不允许凤熙进入。那我下线了。凤熙撇撇嘴道：你们不欢迎我，我还懒得玩嘞。但凡那边有一点灵气，我分分钟捏碎你们这个小国。程卫军作为安斯帝国的人，也是一个修炼者，可以感受到灵气的波动，只感觉自己面对凤熙的时候，灵魂都在颤抖，所以这番话很让人信服。沐尘急了眼，道：不要乱跑，你先在周围逛逛。他生怕凤熙下线之后，趁着自己意识没有清醒，对自己动手动脚。要是真的出那种事，自己这保持了20多年的金刚不坏童子身，不但要破功，以后恐怕要常吃6味地黄丸。我们天凤一次最多只会进行半年，别把你吓死了。半年？沐尘听了，双腿禁不住颤抖。凤熙冷哼一声，自己在主城周围晃悠，找其他野怪玩耍。那些野怪见了凤熙，也都瑟瑟发抖，一动不敢动，只能像是一只乖狗狗，任由凤熙摸。沐尘放心了，和穆悠悠坐上穷奇，飞到了城里，见到了埃莫比斯。埃莫比斯还是那个埃莫比斯，但是离开了神木之后，他的神性已经彻底流失，成了一个钻石级的 BOSS。不过天才终究是天才，埃莫比斯的基础属性还是比其他钻石级的 BOSS 恐怖很多倍。生命值有15亿，攻击力有50万，一旦发威，
运转那些强大的技能，依旧可以秒杀牧尘。埃莫比斯和牧尘如同老友重见，熟练的上前来拍了拍牧尘的肩膀。纯情大男孩，我们好久不见，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牧尘耸耸肩，请说。他现在必须要帮助埃莫比斯夺取安斯帝国，否则天龙长靴就要被收回，这代价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沉重。埃莫比斯不客气的开口，我总算是知道了，安斯帝国作为我们神木所在的国家，为什么只是一个小小的普通帝国？原来是因为当初其他星系入侵之后，我们神国破灭，那些人拼着余力把一尊大魔封印在了安斯帝国。大魔2个字在神域之中有特殊的意义，并不是形容这个人是个大魔王，而是和神明一个等级的生物。什么？竟然有大魔被封印在这儿？牧尘惊讶，不过可以看到埃莫比斯说的是实话。对，安斯帝国为了镇压大魔，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国力空虚，所以才这么弱小。埃莫比斯道，这等大魔曾经都是1000级的满级怪物，挥手之间可以覆灭一方国度，但是被镇压了无数年之后，他成了一个150级的怪物，恢复能力也因此大打折扣，1秒只能回复80万点血量。而我来到安斯帝国表明身份之后，他们虽然让我当了国师，却不给我实权。我想得到实权，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除魔。但是除魔和屠神一样艰难，150级的大魔，凭现在的我可没办法除掉。说着，他认真凝视牧尘。纯情大男孩，请问你能帮我除掉这尊大魔吗？第53章，他可是我们的财神爷。此刻牧尘内心已经惊喜到了极致，神魔同等，只要可以击杀神级生物，他的称号再次进化会有质的飞跃。但是他却板着一张脸，看着十分为难。埃莫比斯，你未免太过于高看我了，我怎么可能有能力屠神？他唉声叹气，已经准备好讨价还价了。埃莫比斯道，但是你曾经就杀了我们神国的神明残念凝聚体。牧尘一脸为难，扯谎道，因为我用了一种能力，消耗了我的寿命，这才可以做到。你这就是在让我送死。埃莫比斯皱眉道，想来游戏开始之前，你们应该早就看到了这个游戏的资料片，知道侍女超星系团入侵的事情，也知道游戏的属性早晚会化成现实，到时候你的寿命就会无穷无尽，不用担心寿命枯竭。牧尘嗤笑一声，这意思让我承担？你我都是成年人，好处给够了，我自然去干。埃莫比斯道，我可以把我妹妹。打住！牧尘摇头，埃莫比斯的妹妹他早就知道了埋藏的地点，打算到了3转之后自己去挖，哪里轮得到埃莫比斯用这种事情来坑自己？不如这样吧，你把你身上那件神话装备送给我，我就照做，一个神话级装备换一个大魔的脑袋，你赚翻了。牧尘提议。埃莫比斯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上次牧尘要走了圣级长靴，这次又要神话装备。他料想应该是上一次自己跟牧尘说了自己身上有神话级装备，没必要非得要一个破靴子，所以才被盯上。纯情大男孩，有时候我是真不明白，你一个小小的玩家，底层的人类蝼蚁，胃口为什么会这么大？埃莫比斯心情很不好，我已经沉睡了无穷岁月，这段时间也了解到了这些年的历史。银河系12主神为了培养出来足够的强者，已经让这个游戏进行了上百万年，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这么贪心。牧尘笑呵呵道，最起码你用钱和宝物还能收买我。也是。埃莫比斯点头道，这是最后一次，为了除魔。说着立马拿出来一颗宝珠。牧尘看了一眼，装备名称生命宝珠，装备品级神话。装备介绍，存在于神话之中的5颗宝珠之一，可以增幅海量生命传说及其5颗宝珠，可以汇聚成一颗完整的5行宝珠，同时增幅所有属性。装备要求，体质3000点，5等级要求。装备属性，增加30万点生命，增加3000点体质，增加全局30%生命值。这恐怖的增幅让人震撼，不要说是现在了，哪怕是放在大后期，这颗生命宝珠也有大用。没了生命宝珠之后，牧尘再看向埃莫比斯，埃莫比斯的生命值已经成了115亿。埃莫比斯把生命宝珠融入一个任务卷轴，放在了牧尘的手里。牧尘看了一眼，任务：除掉大魔菲利克斯埃隆。任务成功奖励：传说中的生命宝珠。任务失败惩罚：收回传说中的生命宝珠。纯情大男孩，我希望你不要骗我，欺骗神明，你会面对世间最恐怖的诅咒和惩罚。埃莫比斯道。好。他刚刚说罢，外面忽然传来一道怒吼，下一刻琼奇已经从大殿外面扑了进来，怒视埃莫比斯。这一刻埃莫比斯双腿狠狠一颤，这是琼奇。他满是不可思议。
穷奇是传说之中的凶兽，可以超越顶尖的神明，甚至有传说说穷奇以神明为食。在他们天龙神国的古书记载之中，就有一个神族的老祖被穷奇活吞。13亿年前，侍女超星系团的强者入侵，更是有一头穷奇带头，斩杀了数不清的强者。只有那些顶尖的至尊才有资格驾驭穷奇。刚刚的话，你再说一遍。你要诅咒谁？木悠悠坐在穷奇上，左眼散发青色的幽光，怒不可遏。穷奇的喉咙里面也发出一道可怕的呜咽声，但是下一刻木悠悠的脸蛋就被沐尘捏住，差点撕成一张大饼。他呵斥：没大没小，怎么和我们的财神爷说话呢？木悠悠立马变了脸，笑嘻嘻朝着埃莫比斯一鞠躬：原来是财神爷，您随便诅咒我哥。穷奇也低下了脑袋，变得像是一只大猫，只敢在原地呼噜噜作响。很抱歉，我家这两个小子不懂规矩，回去之后我会教训他，希望不要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合作。沐尘道。埃莫比斯背后都是冷汗，点了点头。沐尘又道：作为帮你屠神的附带条件，你得帮我一个忙。你说，希望不要超出我的能力范围，帮我找一个刺客玩家，昵称叫做轩辕无恨。这就是那个偷袭了自己的刺客。沐尘只看到了昵称，知道这个刺客是个重生者。有了上一次的偷袭，估计轩辕无恨已经不会主动过来寻找自己了。既然如此，自己去找轩辕无恨，就只是找一个刺客？埃莫比斯问道。沐尘点头，对。埃莫比斯拿出一块玉石，道：拿着这个专门用来确定冒险者位置的东西，只能用最后一次了，而且仅限于城内。沐尘拿了玉石，欣喜若狂，赶紧带上木悠悠去寻找下一只长毛羊。等到沐尘出去之后，埃莫比斯总算是摸了一把自己的后背，后背已经彻底湿了。竟然是穷奇，穷奇不是都死了吗？埃莫比斯越想越后怕。一边有一个太监小声道：神子，我去监视他们。这个太监其实也是天龙神国的人，被埋在地底封存到了现在，被埃莫比斯挖了出来，乃是3转巅峰的250级黄金 BOSS， 是埃莫比斯的得力干将。不用，你多大的胆子，敢去监视穷奇？埃莫比斯摇头，同时也有些期待了。没想到纯情大男孩竟然有穷奇助力。埃莫比斯笑道：若是这样，他的作用就大了。一边的太监摇头：神子，这个人太危险。埃莫比斯摇头：恰恰相反，纯情大男孩是一个最纯粹的人，他只为利益办事，只要我们给他的利益足够多，他就能成为我的得力干将。太监还是有点担心，道：安斯帝国的财力都已经用来镇压大魔菲利克斯埃隆，没有那么多的财力可以让神子你用来浪费。埃莫比斯笑道：既然如此，我就动用我的身份，拿出我们天龙神国的上古神藏。那些神藏拿出来，恐怕都能把纯情大男孩砸晕。到时候得到安斯帝国只是我的第一步计划，往后我还可以收复更多的疆土，包括那个5星帝国天龙帝国。说到这儿，埃莫比斯的目光变得有些愤懑。天龙帝国建立在他们神国的中心，占地350颗顶尖星辰，资源丰富到了极致。但是他们早已经忘了曾经的天龙神国，并且把国王立成了自己的新神明。可恨！我相信给足好处，纯情大男孩连神都敢屠杀。他埃莫比斯咧嘴一笑道。第54章新的长毛羊。沐尘离开了大殿，木悠悠就像个小财迷一样，笑嘻嘻道：哥，他的钱很多吗？沐尘笑道：不只是钱多，还有很多很多宝贝，神话级装备数不胜数，到时候我们全都想办法搞过来。木悠悠点头，很喜欢拿这些 NPC 的东西。他问道：那我们要怎么杀这个大魔？用死亡笔记也不行，因为你的伤害还是不够，只有隐身才能打出100万秒伤，但是隐身时间并不够。在常态之下，沐尘叠加5层至尊骨 buff， 只能打出50多万的秒伤，50多万秒伤不够用的，根本赶不上菲利克斯的80万秒回血。他们想卡着等级去2转的区域杀怪也不行，因为等级不够就不能进入那些区域，想过去就只有进行2转才可以。他们现在也能去转职，不过沐尘想要压一压等级，多做点1转才能做的事情。沐尘道：不急，我们可以先去找那个人，薅点羊毛之后再去继续刷野，毕竟 BOSS 的等级可比一般的野怪高很多，多刷一些50级野怪肯定会出来高级 BOSS。 说着他已经拿出了那块玉石，也不知道那个人还在不在城里。沐尘嘀咕，用了玉石之后果然还在，就像是在对方身上装了一个 GPS 导航一样，他可以感受到轩辕无恨的位置。走！沐尘坐上穷奇，一路飞过去，总算是见到了轩辕无恨。之前轩辕无恨全身都包裹在黑色的紧身衣里面，沐尘看不清，现在才看清楚，竟然是一个女人，长得不赖，身材也很不错。这会儿轩辕无恨正在城里做一个连环任务，沐尘坐在穷奇上，一眼看了过去。
轩辕无恨，真名杨颖，某世界500强公司底层小员工。杨颖有地级天赋，放在整个蓝星都是顶尖天才之一。觉醒天赋之后就被龙国某机构招揽，为蓝星而战。但是因为一次寻找到了一个宝藏，心生贪念，杀了队友，投奔外星。最后和其他人在秘境之中执行任务的时候，被穆老六坑杀。牧尘直接忽略了穆老六的称呼，毕竟这种事情他早已经习惯了。杨颖因为前世贫穷，所以记住了很多用金超高的任务。要完成任务，拿到金币之后购买一个特殊人偶，人偶的作用为替死，留到未来可以在现实之中代替自己死亡一次，是个好东西，比李爽那种坑兄弟的法门要好多了。牧尘点评。除此之外，杨颖还要花大量的金币，找一个叫做张莹的人，买一个用来提升天赋的宝物，可以让天赋从低级提升到天级。杨颖的天赋是地级，已经足够高了，但是还是不能站在星空的高层，只有天赋到了天级，才可以成为精英之中的精英，可以和那些神话级 BOSS 相提并论，用硬实力焊直，可以成为八转之中的佼佼者，成为神明都重视的人物。提升天赋的宝物，我的天赋已经是顶尖了，没什么用。而且牧尘却注意到了一个名字，张莹。不知道这个张莹和张寡妇的男人张莹是不是一个人？牧尘对张寡妇这种忠贞的女人还有好感，既然张寡妇都已经说出口了，自己就有必要帮助张寡妇找到张莹，传个话，顺便劝张莹回家，别真的让张寡妇等一辈子了。之后牧尘可以看到，杨颖几乎所有的机缘都和金币有关，尤其是天级天赋觉醒时，竟然也可以用金币购买。100万金币就可以从一个黑商的手里购买一块天级天赋觉醒石，那块天赋觉醒石被包括在一个白玉佛像里面，算是那个黑商的镇店之宝，所以卖100万金币。起初所有人都嫌贵，后来被某个人买走，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有一块顶尖的天赋觉醒石。要知道这种级别的天赋觉醒石，不管在哪个国家都是价值连城啊！100万金币买来，赚大了。所以此时杨颖忙忙碌碌，在不停做任务。他当然不用凑够100万金币，只需要凑够3000金币就可以了。然后去狂风城的一个角落，找到一个乞讨的乞丐，帮乞丐一个忙，就可以拿到大量的金币。金币这么好赚吗？3000金币我也有啊！牧尘正嘀咕着，下面的杨颖忽然之间抬起头，看向牧尘。穆老六。杨颖言语之间有些慌张，侦查意识真强，这都能发现。牧尘笑道，他知道这些人重生之后还带着一些前世当强者的经验，所以战斗意识、侦查意识都是拉满的。没想到自己飞在天上，这么隐蔽都能被看见，阴魂不散。杨颖冷哼一声，对牧尘有些忌惮，生怕牧尘在城里就对自己动手。毕竟牧尘的声望超高，已经达到了3000点，这个声望值可以和罪恶值抵消，牧尘杀3000人才会出现红名。他可不敢冒险，直接原地下线。下线之后，他捂着自己的侧肋，感觉有种撕心裂肺的疼。怎么回事？被那个手镯打中之后，为什么现实里面也会感觉到疼？哪怕杨颖曾经是一方强者，此时也忍不住哼哼几声。要是记得没错，现在还没有到游戏影响现实的时候啊。前世第一个影响到现实的是风云至风韵，那是游戏的大后期，已经到了2年半之后。风韵为了替华夏保住一个宝物，动用雷霆手段杀了一个英国强者，结果那个英国强者下线之后就大病一场，3天之后不治身亡。那时候人们才知道这个游戏的恐怖，但是现在只是游戏前期啊，开服才几天时间罢了，想要影响到现实，恐怕需要神明亲自动手才行。难道那个可以看破自己隐身的女人不是玩家，而是一个神明？那个手镯也是神器？他想不明白，只能吃一些止疼药才能安定下来。而牧尘这边，杨颖走后，他也指挥穷奇、小花朝那边飞。片刻之后，果然找到了一个乞丐。第55章3星帝国第一富商。各位好心人，请你们施舍一口饭吧，我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那个乞丐瘦骨嶙峋，头发胡子乱蓬蓬，臭气熏天，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会靠近。穆悠悠看了乞丐，想起这些年自己的流浪生活，心里有点酸楚。哥哥，我手里还有几百块金币，能给他一点钱吗？穆悠悠问道。牧尘点头，我们就是来施舍的。穆悠悠很开心，立马跳下穷奇，就像牧尘曾经对自己一样，给乞丐买了一大堆吃的喝的，带到了乞丐的面前。来来来，快吃吧。穆悠悠道。乞丐看着穆悠悠，眼眶湿润。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有人距离他这么近，还不嫌弃他。他拿起烧鸡，狼吞虎咽。牧尘也走了过来，认真看了一眼乞丐，看到了大量的信息。艾玛，3星帝国9云帝国第一富商，
18年前，艾玛想要吃下安斯帝国和周围10几个异星帝国的生意，特意来考察，结果在路上遭遇黑店，侍从被人毒杀，钱财和宝物全部被人抢光。再加上艾玛已经没有了合法的身份，无处做工，只能乞讨为生。牧尘恍然大悟，难怪给艾玛3000金币，艾玛能给人100万金币，原来这是3星帝国的最大商人。这种级别的商人恐怕垄断了几10个星球的贸易，那么点金币算什么？洒水了。牧尘知道，在阳影上一世，有个人给艾玛给了3000金币，但是并没有拿到任何的回报。把这件事情发布到视频论坛之后，四处都在嘲笑那个人。毕竟3000金币不管在游戏的什么时期都不是一笔小数目，竟然给了一个老乞丐，这不是冤大头吗？结果后来艾玛回去立马包揽了这人的一切费用，就连游戏降临现实之后，艾玛都花重金把这个人保了下来。这一度打了所有人的脸。牧尘估计不少重生者都在盯着艾玛呢，想要把这个富商拿下。可惜喽。这会儿木油油还在安抚艾玛，你慢慢吃，不要着急，要是不够的话我再去给你买，我也可以给你一些金币，你慢慢用。艾玛痛哭流涕，哦，我的天，我几乎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你这么善良的天使。被这样称赞，木油油有点腼腆。吃饱喝足之后，艾玛叹息一声道，我确实想要钱，但是我要的钱实在是太多了，需要3000金币，只要有了3000金币，我就可以回家了，再也不用遭受这样的痛苦。3000金币啊！木油油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金币，还有256块，银币和铜币就不用说了，杯水车薪。老人家你等着，我去给你打。木油油道。牧尘一挑眉道，丫头，你为什么这么热情？木油油道，因为你说过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家人，有自己的生活。牧尘笑着点头，那你怎么不问我要？你明明知道我手里有不少金币。木油油摇头，我不会拖你后腿的。牧尘笑了起来道，不用，你想做好事我借你。说着就拿出了3000金币，用一个大包裹装着放在了木油油手里。你不生气？木油油好奇地看向牧尘。牧尘笑盈盈不说话。木油油长出了一口气，把自己的金币也放了进去，给了老人。老人家，拿上这些钱回家去吧，多余的钱你路上用。艾玛拿了钱袋子，还以为自己在做梦。这么多年，所有人都说他是一个疯子骗子，现在真的有人帮他。他把金币都拿在手里，用牙咬了一遍，这才相信。感谢你，我的女神，我叫艾玛，艾玛·福尔森。你拿着这个，等我回去，你想要什么都可以联系我。艾玛感激涕零，把一个小小的木头牌子放在了木油油手里道。木油油摇头，我不要回报，只要你好好的就行。艾玛就此离开，去店里购买启用传送法阵的零食。小丫头还有点不舍，叹气道，哥哥，这3000金币我会还你。不用。牧尘摇头，带上木油油，找到其他几人继续刷野打 BOSS。 他们又刷了几个小时，刷出来几个 BOSS， 把至尊谷的 buff 累积到了10层。呼，10层 buff 总算是够用了。牧尘长长吐了一口气。死亡笔记的攻击间隔是10秒钟，10层 buff 需要100秒才可以上够，而且现在的 buff 持续时间成了120秒，所以完全可以让10层 buff 共存。心里想着，他立马打开了死亡笔记，如同夜神月一样写下了一个名字，菲利克斯·埃隆。可惜了，不能像夜神月那样直接确定一个死亡方式，让大魔死于心肌梗塞之类的事情。他还在埋怨，听得凤西等人直翻白眼。埃莫比斯这边也已经传送回了安斯帝国的都城，和其他的大臣一起参加会议。会议上，国王安斯大帝高坐王位之上，下方坐着2排大臣。所有的大臣都有些愁苦。国王，大魔的封印最近已经开始松动了，最多只需要3年，他就会冲破封印。我们还是放弃安斯帝国，逃亡吧。继续这样下去，安斯帝国肯定会覆灭的。不只是安斯帝国，我们拓羽星都会因为这个大魔而破碎。拓羽星就是蓝星的主场，总共分3个国家，龙国在安斯帝国，其他国家在其他2个帝国。安斯大帝冷静道，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谁可以杀了菲利克斯，我就让谁坐上宰相的位置，权力仅次于我。你们难道没有人对宰相这个位置心动吗？众多大臣都在腹诽，我要是有屠神除魔的本事，我会在你的手下当大臣，我天天让你叫祖宗。就在众人腹诽的时候，埃莫比斯站了出来，高仰着脑袋，格外骄傲。我已经设好了局，最多几天就能击杀菲利克斯。众人都看向埃莫比斯，私下里讨论，可笑，他还真以为现在是他们神国的年代，就是给他面子，让他当个国师，都不知道自己的斤两了。我看啊，他能破开菲利克斯的皮肤都算厉害了。
他们正说着，远处忽然传来一道尖锐的太监声音：“报！菲利克斯受伤了，正在持续掉血。”什么？所有大臣都一脸惊愕，猛然站起。第56章，大魔之死。菲利克斯竟然受伤了！这一刻，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并且想起了菲利克斯那恐怖绝伦的属性。哪怕这位大魔已经被削弱到了150级，依旧有1300亿的血量，有500万的三防。为了除掉这尊大魔，他们已经用了所有的手段。但是，哪怕最强大的攻击，对于菲利克斯来说都是刮痧。为什么现在忽然开始掉血了？让开，我去看看。安斯大帝十分激动，推开其他人，走向自己的宫殿后方。大魔就被镇压在宫殿后面的深渊之中。安斯大帝顺着深渊看下去，下面有一个恐怖的恶魔，身高超过50米，如同一个巨人，身上覆盖着赤红色的鳞片，两只巨大的尖角散发惊人的波动。人物名称：菲利克斯·埃隆。人物品级：神级，大魔。人物等级：150。生命值：1300亿。物理攻击300万，魔法攻击300万，精神攻击300万，物理防御500万，魔法防御500万，精神防御500万。攻速0，以禁锢；速度0，以禁锢。技能：魔体，全局属性提升5倍，免疫低级生物的90%伤害，每秒回复80万点血量。这就是和神明同级的大魔。13亿年之前，这些大魔作为侍女超星系团的先锋，第一次入侵银河系，只是一支先锋小队罢了，就让银河系东西2个神国崩溃。银河系付出了大量神明死亡的代价，总算是将这些先锋小队杀的杀，封印的封印。得知他们后续还会入侵，不得已，银河系的12主神花费了无数年，总算是打造出来了神域，要用这个游戏来批量培养强者。培养了几百万年，也很少有人可以和这位150级的大魔对战。不过，现在大魔的头顶正在浮现出大量的伤害。负104000， 104000， 104000，每秒钟都有10道伤害浮现出来。哪怕菲利克斯每秒可以回血80万点，也赶不上这样的伤害速度。更何况，每过30秒，那些伤害还会翻倍，持续30秒。这是牧尘发动了魔戒的隐身，在隐身期间可以触发隐身被动，所有的伤害翻倍。这30秒，秒伤可以高达208万，哪怕是减去回血，都可以造成128万伤害。这么下来，1分钟的伤害就高达4560万。哪怕是菲利克斯强大，死亡也只需要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卑鄙无耻的神族，你们用了什么邪法？菲利克斯抬起头看向埃莫比斯，他已经被镇压了13亿年，从来没有人可以破开他的防御。以他的伤害免疫来算，其他人要打出来几千万的伤害才能破防。但是埃莫比斯回归之后才几天时间罢了，他已经要面临死亡的威胁。其他大臣也都错愕地看向埃莫比斯，震撼道：“真的是你做的？”埃莫比斯想起牧尘的身影，内心十分满意，点头道：“不是我还能是你们？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可以杀他的勇士。”很好，很好。安斯大帝哈哈大笑，拍了拍埃莫比斯的肩膀，道：“神子，从你归来的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了，你绝对是我们安斯帝国的救星。感谢安斯大帝谬赞。”埃莫比斯笑道，但是内心却格外森寒。这个老家伙在他刚刚来的时候根本没有正眼看过他一眼，然后一票通过，给了他一个国师的虚职，现在就换了一个面孔，实在是恶心。不过按照国王的许诺，等到大魔死了，自己就能得到3军之中1军的军权，到时候就好办了。再夺一支军队的军权，自己就能称王，把这个老家伙从王位上赶下去。掌握了安斯帝国，埃莫比斯才能让人去把神藏挖出来，收买牧尘，继续朝着周围辐射势力，争取在牧尘彻底离开游戏之前，重新把300万帝国统一。埃莫比斯脸上带着笑容，在深渊之前看了1个小时的戏。终于，大魔在不甘之中倒下，身上的鳞片逐渐化成了灰烬，体内的魔火逐渐熄灭。之后，一件魔器从地底钻了出来。魔器和神器同级，但是又和神器不一样，因为魔器会自己认主，属于除魔的那个人，所以那件魔器化成乌光，直接落在了埃莫比斯的手里。魔器！埃莫比斯看着魔器，内心格外激动。赚了，这次真的是赚大了。本来以为自己付出一件神话级宝珠，算是惨痛的代价，没想到竟然换来了一个魔器。那是一枚戒指，而且还是传说之中的麻痹戒指。装备名称：麻痹戒指。装备品级：神级、魔级。装备要求：无。装备效果：忽略霸体属性，使攻击附带10%的麻痹效果，持续10s，
当敌人品级提升1级，时间变成1/3，也就是说，哪怕是遇到神明，也有10%的机会造成0.0001秒的麻痹。1/1000秒听上去很短，但是真的到了神明那个层面，1/1000秒就能决定生死。我的宝贝，这件魔器恍若有神奇的魔力，让埃莫比斯忍不住像是咕噜一样贪婪地戴在手上，生怕魔器离开自己去找真正的主人牧尘。其他人都看向埃莫比斯，内心十分的躁动。想抢，那可是菲利克斯的魔器，价值比得上无数个安斯帝国。但是他们想抢，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杀了埃莫比斯。他们还真没有这个实力，有这个实力的只有国王一个人，他掌握着安斯帝国1500万的军队，那些军队一起出手，布阵之后绝对可以杀埃莫比斯。不过那样魔器也要落在别人的手里，国王也不会蠢到做这种事情。安斯大帝笑呵呵的道：埃莫比斯，你成功击杀了菲利克斯，以后你就是我们安斯帝国的丞相，由你掌握我们安斯帝国的义军。说着就拿出来了一个兵符，放在了埃莫比斯的手里。兵符是一个圆的1/3，其他的2个兵符都在国王的手里，国王依旧可以镇压埃莫比斯，用1000万人的军队让埃莫比斯忌惮。看来还是要请纯情大男孩出手，偷了其他兵符才行。埃莫比斯自言自语。而此时牧尘也听到了游戏的提示：恭喜玩家纯情大男孩成功屠神，奖励1亿点经验卷轴5卷，将进行全服通报，是否隐藏昵称？否。全服通报响起。第57章传说中的33号祭师。恭喜玩家纯情大男孩成功屠神，奖励称号第1屠神者，望广大玩家再接再厉。这样的通报响起，整个世界都震荡了。什么？他屠神了？屠神有什么稀奇？之前纯情大男孩在新手村的时候，不是杀了灭世凤凰了吗？那可是让神域系统都慌张的怪物，他都能杀，屠神小意思啊。不一样，你们没看论坛里面的官方通报吗？那个灭世凤凰已经被封印了无数年，刚刚苏醒，就相当于一个刚从梦中醒来的人，还在打瞌睡。但是神明不一样，属性比灭世凤凰恐怖了无数倍。这一刻，所有关于神域的帖子和论坛都炸了，所有人都在说牧尘屠神的事情。龙国上层再一次被惊动，因此召开了一场会议。这个纯情大男孩到底是什么人？还没有找到吗？超自然部门的部长表情严肃，语气郑重。没办法找，因为神域游戏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掌控，或许是外星文明的产物，我们根本没办法破解，没有权限查看。部长呵斥，那就让人在线下找。你们都知道，这个游戏多半有问题，我们必须要控制纯情大男孩，以防他对龙国造成危害。14亿人，一个一个排查，必须要找到这个人。不行就让风家出手。他们不是重生者，所以不可能看到牧尘的一丁点侧脸就认出牧尘。不过一个个排查也是最好的办法。很快全国的部门就行动了起来。而此时牧尘也开始查看自己的新称号，第1屠神者，这是最高的称号，单单一个称号就可以比得上一大堆称号。称号第1屠神者，无需佩戴，自动生效。效果全局全属性增加 100%。 套装效果手杀人 8%， 全局全属性增加 370%。 现在的套装全局属性加成有 600%， 对生命的加成更高，已经达到了 660%。 当然了，还有一个更好的东西，生命宝珠。生命宝珠可以增加30万生命，增加3000点体质，可以增加 30% 生命值。装配之后，牧尘的生命值已经达到了3331035。50级的玩家血量333万，哪怕是那些 NPC 都不敢想，必须要是品级高的 NPC 和野怪才行。痛快！牧尘哈哈大笑啊，我们可以准备下线了。啊，不去找埃莫比斯吗？你杀了大魔，他应该会找你才对。穆悠悠问道。牧尘摇头，这种事情不能着急，先把埃莫比斯晾在一边，晾他一段时间，让他以为我们对这一次的合作并不满意，这样以后才可以更好的讨价还价。再加上牧尘说过杀大魔会消耗自己的真实生命，现在下线才是最好的选择。穆悠悠点头，叮嘱2个保镖道，好好盯着萧少。2个保镖哈哈大笑，你们放心好了，我们肯定会把他盯死了。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全服等级最高的人，想赚钱太简单了，为了继续抱大腿，看住萧云这种小事情必须要尽心尽力去做。于是5人就此下线。而牧尘下线之后不久，狂风城传送大殿光芒一闪，又一个人从传送大殿之中出来。这是个女人，手里拿着一张长弓，穿着和其他的弓箭手都不一样，竟然是一套霸道的甲胄时装。虽然脸上蒙着一层面纱，但是仅仅露出一双眼睛，都让人有一种魅惑的感觉。
除了风云至风韵，还能是谁？总算是到主城了。我以前玩了那么多游戏，都是第一玩家，没想到这次竟然这么落后。风韵看了看等级榜单，全球玩家之中，自己排行已经来到了568，排行第一的依旧是纯情大男孩等人。估计那几个人都是被纯情大男孩带上去的。那2个神魔墓地拖了我太久了，不过收获颇丰。他把那些神魔墓地挖空，拿到了1万点自由属性点，还有2件神话级装备，以及一个特殊职业的真传卷轴，让他也成了媲美普通荒古修士的魔女，也算是修仙者的一种，算是断了传承的职业。不过他在现实之中也是一个修仙者，所以换成魔女职业之后，他更加如鱼得水。原本这些东西他是拿不到的，但是牧尘击杀了神魔残念聚集体，神魔残念元气大伤，他因此钻了空子。而他也对此十分清楚，对这位纯情大男孩十分感谢。他离开传送大殿，立马前往转职神殿。神殿里面7个转职导师正在安静等待，竟然来了一个魔女。几位导师都有点惊讶，帮助风韵转职，属性提升巨大。只是这时候，外面同样进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也是修仙者职业，身上散发着恐怖的灵压。虽然比起风韵差了一大截，但是那属性也足以轻易碾压 BOSS。风韵，来人眯着眼叫出了风韵的真名。风韵回头看到了来人，名为神洛。这些年大部分游戏的全球第3玩家，他们甚至交手过，但是神洛不应该认识自己啊。神洛，你现实里面认识我，怎么知道我真名？风韵问道。神洛这才摇摇头道，你听错了，我叫你风云志，不知道你真名。风韵嘀咕一句，转身离开。神洛这才眯着眼看向风韵的背影，冷笑一声。风韵，你和沐尘这对狗男女，上辈子确实压了我很久，但是这辈子局势变了。神洛也是重生者，是72人小队的首领。上辈子他被沐尘和风韵联合镇压了很多次，但是重生之后就不一样了。他也拿到了2座神魔墓地，属性爆炸，而且拿到了2个机缘。不过他并没有暴露自己的意思，甚至尽力避免自己和前世认识的所有人接触，只是在安静布局。时空风暴很难遇到，我多半没有第2次重生的机会了，必须要小心利用这次重生的机会。神洛自言自语，也进入神殿转职。此时沐尘已经从游戏里面出来，洗了个澡，结果无声无息之间，他就感觉自己的后背有些绵软，那滑腻的触感给他吓了一跳。回头一看，不是凤溪还能是谁？你怎么来的？难道把游戏里面的灵气提取出来了？沐尘惊讶，因为他已经足够强大，足够敏锐了，竟然没察觉到凤溪，简直恐怖。那凤溪甜甜点头，看着沐尘的一身肌肉，口水直流。极品童男，一身阳气，还有至尊骨，是个双修的好料子。双修之后，你除了身体会变差，但是实力会很强的。快点探讨一下那个功法。凤溪对人类的关系并不太懂，所以说出这种话来竟然相当严肃。那双火红的眸子认真凝视沐尘，充满了真诚，让沐尘都愣住了，情不自禁陷入了他的眼神之中，像是陷入了一片温柔的海，要溺死其中。但是下一刻，他猛然之间清醒过来，感觉有点腰疼。这功法也太猛了，还没开始，自己就感觉好像身体被掏空，乏困无比。太差了，你再修炼一下，等你1000级。凤溪看了看手心的污浊，像是在说你不行。不过我总算是恢复了一点，我去布置一个法阵，把我们都隐藏起来，变成普通人的样子，你们那些掌握了热武器的人就不会针对我们了。凤溪说罢，下一刻就从浴室消失。天风太恐怖了。沐尘欲哭无泪，双腿发软，走出浴室。浑身乏困的他决定去足疗放松一下。哥哥，足疗这种事情太脏了，我不许你去。沐悠悠死扯着他。妹子，你这话说错了。沐尘道，我捏的是脚。不，我洗清的是行走的世间的泥泞，捏走的是人情世故的污秽。对我来说只是捏一次脚，但是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张回家的车票，一身过冬的棉袄，是病重的母亲，跑路的父亲，上学的弟弟和破碎的他。要是有一日我的能力足够大，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足疗纳入医保。他安抚了沐悠悠，到了足疗店，很快就进来了一个技师。33号，第58章，我李爽重生一事依旧意难平。先生您好，您好，我是霸王别姬足浴店33号技师。33号的声音很温柔，身材很苗条，脸蛋很漂亮，看着很柔弱，有一种黛玉葬花的美感，也有一种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诗意。最重要的是，这个技师让沐尘感觉十分熟悉，好像一个故人的故人。麻烦你了。
沐晨躺平，身心放松。平日里，33号技师要面对的都是一些油腻的中年男人，还是第一次见到沐晨这样的美男子，所以对沐晨格外心动。他很温柔，手法很棒。捏完之后，沐晨要走，他还小声告诉沐晨：“小哥哥，你不要去前台买单，可以用团购券，可以便宜50块钱。你不要声张哦，被老板知道，我要被处罚的。”爱意随中起，中庭意难平。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展现自己的温柔。这个瞬间，沐晨像是被触及了内心的柔软，忽然不走了，正色道：“家中，我给你10倍的价钱。”33号技师愣住了，难以置信地看着沐晨，还是第一次见到沐晨这样的人。沐晨特意去买了2瓶酒，和33号一边喝一边谈心。33号技师是个本科生，从小母亲重病在床，15岁那年父亲就跑了，好在学习足够努力，拿到了很多奖学金，成功本科毕业。可惜大学谈的男朋友也出了车祸，失去了工作能力，他不得已出来当技师养家。听着这些熟悉的话语，沐晨感叹道：“你这样下去，永远都不会有出头之日。你为什么不考个公务员呢？”33号沉默了片刻道：“没钱。”“我有。”沐晨赚了好几万，道：“你不用再吃苦了，去吧，考公上岸，我相信你可以的。”33号更加沉默了。沐晨道：“不够，我还有。”随后再次赚了2万。钱最容易打通人心。33号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温暖，他重重点头，眼里都是泪水，道：“我会记住你的好。你叫什么名字？我以后肯定会报答你。”沐晨正色道：“沐老，嗨嗨，我叫沐晨，放牧的牧，尘埃的尘。”33号深深一点头，就从包间里面退了出去，办理离职手续。而此时，神域世界之中，李爽现在已经到了19级，放在全球排行榜上也是前20的存在。刚刚卖掉了一套白银装备，赚了35万。兄弟们，可以下线休息了，我还有事要做。李爽道。几个精神小伙还是有点意犹未尽，不过没有李爽带他们升级，他们只能送死，所以只能下线。下线之后，李爽立马拿出手机，要联系霸王别姬足浴店的33号小姐姐，代号小美，也是李爽生命中唯一爱过的女人。他第一次见到小美，就陷入了那片温柔的桃林，无法自拔。当他知道小美出身山村，母亲病重，父亲好赌成性，抛妻弃子，家里还有5个弟弟妹妹要养活，甚至还有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的时候，他勇敢地说出了那句深藏在自己内心的话：“离开他吧，我养你。”小美只是温柔笑着道：“你先照顾好自己吧，小傻瓜。”从此，李爽拼命努力要养小美。他每次来足疗都点小美，给的钱都是别人的2倍。但是上一世他好不容易成了游戏里面的高手，好不容易赚了上百万，好不容易有能力养活小美，可以让小美不用再吃那样的苦。结果小美却从良了，去了一个电子厂上班，再也不会和他见面了。那是他一生的意难平。当李爽问起来：“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小美说：“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男人，叫做沐晨，我愿意为他变好。”沐晨这个名字从此就刻写在了李爽的骨子里。李爽拼命抗争这可恨的命运，但是每一次的交锋都会被沐晨胜过一筹，直到30年后，他死在了时空风暴之中，就此重生。我重生了，这一切都不会再发生。轻舟已过万重山，回头看，那些意难平终究会平。心里想着，他总算是拿出手机，打开了和小美的对话界面。他问：“姐姐在吗？”对面的小美很快就发来了消息：“弟弟，很抱歉，姐姐不能等你了。姐姐今天遇到了一个人，一个好温柔的人。我们说了很久，我总算是决定，我要回家了。我要去考公，我想活出真正的自我，我要去好好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轰！这些文字犹如一道晴天霹雳，直接从李爽的脑袋里面炸开。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上辈子进厂打螺丝也就算了，这一辈子竟然要回家考公？难道这一切都是自己命中注定吗？是谁？这个男人到底是谁？李爽的眼睛都红了。哪怕是失去了至尊骨，哪怕是失去了神器，哪怕没有了那么多的宝藏，他都可以接受，因为他脑袋里面的宝藏实在是太多了。他很快就可以成为顶尖的高手，可以成为蓝星的霸主，甚至有机会镇压其他星域的7、8转生物。但是他无法接受小美的离开。随后他总算是看到了那个让自己噩梦连连的名字，那是一个叫做沐晨的人。沐晨，还是沐晨，这个老六毁了自己2辈子。不！李爽仰天长啸，无比痛苦。一个和他在一起的兄弟立马跑出屋子，关心道：“爽子，
你怎么了？李爽强忍着眼泪，这个 boss 太强了，我打不过，打不过。这兄弟根本体会不到李爽的痛苦，叹了口气道：爽子，慢慢来。此刻沐尘这边放松过后，他背的手机响了，接通之后竟然是萧云的2个保镖。是纯情大男孩吗？对，是我，有情况。2个保镖认真汇报，有2个情况。萧家知道了萧云东西被抢走的事情，想要继续聚拢资金，打算圈一大片地，换个皮发展房地产，继续砸进游戏。第2个呢？萧家人已经雷霆大怒，要把东西抢回来。2个保镖回答。沐尘笑道：让他们来游戏杀我们呗。不，你想多了，我们也不知道萧云哪来的消息，既然知道你叫沐尘，也知道你的家庭住址。保镖道：萧氏集团的人知道后，已经邀请了世界顶尖的杀手组织血牙，要做掉你们。第59章，看我一个滑铲把你喂饱。沐尘并不急躁，道：萧云什么反应？萧云拼命阻拦，但是根本拦不住，反而被他长辈说萧云疯了，把萧云给软禁了。他们已经找了人，打算一会儿天黑就动手。这个行为很符合萧云想抱大腿的中心思想。沐尘听了之后眯着眼，他倒是不怕杀手，毕竟有凤溪在家里。凤溪有多强？这样说吧，现在沐尘的力量差不多有10吨，一拳可以轰碎一间房屋。而现在的凤溪只需要隔空一点，就能把他抽干，用一根手指就能让他粉身碎骨，哪怕是一辆坦克都会被他轻易熔炼。再加上凤溪的灵魂利用极好，隐身都能轻易看破，周围都在他的监控之中。更何况还有一个小花，每天都饿肚子，想吃几头大象解解馋。可以说不动用核武不可能攻破沐尘的家，但是这种行为让沐尘十分厌恶。行，我知道了。沐尘道。2个保镖都急了，你怎么这么平静？快跑啊！不要和萧家对抗，他们有人是天海市上层，想除掉你们太简单了，因为沐尘是他们的财神爷，要是沐尘死了，一切都晚了。沐尘笑道：你们不用担心我，放心盯着萧云就是了。说罢就挂了电话，继续躺在足浴店，看着天花板等凤溪的消息。想来凤溪醒来这几天也憋坏了，想要练练筋骨。穷奇更饿，想要吃几个人填饱肚子，自己只需要等着就好。夜幕逐渐降临，萧家的10亿庄园之中，萧家的几个掌权人都坐在一块大屏幕之前，在用语音指挥一些杀手，准备行动。地点是阳光小区37号楼3单元2404，里面有什么人杀什么人，一个不留。萧崇山的眼神森寒，命令屏幕里面的杀手。现在明明已经是现代社会了，但是这些杀手却像是古代的杀手一样，穿着夜行衣，蒙着面，他们的背后都背着2把细长的太刀。从这身装扮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来自于扶桑的忍者，前行于黑暗之间，行苟且之事。总共5个人，有人负责杀人，有人负责融化尸体，最后一点人体组织都不会剩下，放在全球都是专业性最高的杀手组织之一。对面传来声音：萧先生，1亿美金的定金到位了吗？自然到位了。杀手操着类似于西西误解魏俊杰的腔调，说着龙国话，笑道：你们是我们血牙见过最爽快的人了，我很好奇，你们请我们杀的到底是什么人，值得你们花这么多钱？不用你们管。萧崇山黑着脸不想再提，他们花了200多亿，全部打了水漂，这种事情说出去实在是太丢人了，绝对不能泄露风声。罢了。杀手道：后续的10亿美金尾款也早点准备好，等我们好消息。萧崇山道：已经准备好了，视频不要断，我要看着那几个人被你们碎尸万段，被你们化成一滩尸水。好。5个忍者点头，趁着天色黑暗，直接融入了夜色之间。他们的弹跳惊人，身轻如燕，如同5个蜘蛛侠，用绳索在各个高楼大厦之间穿梭。不愧是血牙，果然强大。萧崇山等人看着视频，心情亢奋。这些人的力量恐怕都有3-4吨了，可以和我们龙国的那些修仙家族相提并论，可以刀劈子弹。但是龙国的修仙家族都是隐居的，从不参与俗世纷争，所以他们才特意请的扶桑杀手组织。看到这样的场面，他们总算是放心了。就这样，5个忍者距离沐尘的小区越来越近。而此时凤溪正坐在沙发上和穆悠悠看电视。穆悠悠躺在凤溪的怀里，头枕着凤溪的胸脯，可比枕头舒服多了。他和凤溪的关系原本并不好，不过凤溪告诉他有一个功法能让他身材变好，立马让他变成了一个乖乖仔，被凤溪拿捏得死死的，对凤溪百依百顺。还有穷奇，如同一只大大的橘猫躺在穆悠悠的怀里。他们看的是好莱坞科幻大片，特效很好，破坏力惊人，精彩，太精彩了。穆悠悠一边看一边鼓掌，但是凤溪就是无法理解，皱眉道：
这也不精彩啊，破坏力怎么这么小？这还小吗？太小了。凤西道：想当年我们和其他人对抗，动辄就覆灭大片的星系，无数的恒星瞬间化成灰烬，无穷的行星寂灭，天地崩坏，大道破碎，太恐怖了。正说着，小花开始叫唤，凤西那双漂亮的眸子也眯了起来。小花，饿了吗？ No。 小花点头。木油油道：我去给你拿吃的。凤西笑道：不用，让小花自己出去找点吃的吧。说罢，就让小花跳下去，自己打开窗户出去找吃的。小花格外兴奋，立马照做，扑了出去，两只翅膀伸开，已经化成了一头黑色的巨兽，融入黑暗。此时，那几个人也到了附近，用绳索吊着自己的身体，从对面的楼上盯着沐尘的家。领头的忍者道：里面似乎有2个女人，是她们吗？对，就是女人。萧崇山怒道：杀了她们！好！一个忍者开口，立马摆了出去，要破窗而入。但是他猛然扑进去，却扑到了一张隐藏在黑暗之中的大嘴里面，咔嚓一声，如同炸鸡脆骨，嘎嘣脆，当场死亡，尸体都没有剩下。那是什么东西？他们都看不清，因为穷奇太黑了，比他们还要黑，隐藏在黑暗之中，根本看不到，只能看到2只眼睛散发红色幽光，借助夜视镜，他们才看清楚那道身影。天哪，竟然是一个凶兽！4个忍者勃然大怒。萧崇山，你曾经说过这儿没有什么强者，为什么有凶兽？难道你们请我们杀的是你们龙国修仙家族的核心后人？这是他们养的灵兽，要是让他们的顶尖战力过来，肯定是能杀的。但是他们怎么能行？4个人完全失去了刺杀的勇气，转头就走。但是穷奇比他们更快，冲上前去，咔嚓咔嚓几口，已经把4个人全都吃掉，舔了舔嘴唇，回味无穷，然后冲着摄像头咧嘴一笑。第60章，准备继续坑埃莫比斯。萧崇山等人都受到了惊吓，看着穷奇吃人的画面，感觉胃部翻江倒海。他们集团已经杀过不少人了，但是哪里见过这么凶残的场面？一个大活人3两口就被吃得一干二净，场子内脏四溅，几个人都猛然一弯腰，污秽的呕吐物不停往外喷。今天的这些场面，恐怕要永久的刻画在他们的脑袋里面，让他们永生难忘。难道我们招惹错人了？他们浑身冰冷，总感觉有些难以置信。天海市这种大量人口聚集的地方，灵气最为匮乏，所以所有的修仙家族都隐藏在名山大川之中。怎么会遇到修仙家族呢？你们记住了。穷奇口中艰难地发出人声，毁掉了通讯设备，满足地变成了大猫，纤尘不染，飞回了家。吃饱了吗？凤西问道。小花舔了舔嘴唇，很满足。这些人都服用过天才地宝，提取灵气超乎常人，体内的能量比1头大象还要充足，所以他像是吃了5头大象一样幸福，躺在木油油的怀里继续看电视。凤西则是不慌不忙，拿着木油油的手机生疏地给沐尘发去了短信：有危险，已解决。沐尘看到短信，总算是站了起来，脱掉浴袍，换上了自己的衣服。看来必须要给萧家一点颜色看看了，给他点黑色呢，还是红色呢？最终他认为直接让萧家见红还是太便宜那些人了，害了那么多人，仅仅只是一点红就能偿还，必须要比他们更黑，让他们家破人亡。明白后悔2个字怎么写。当然了，还有一部分的私人恩怨。萧云曾经做过自己的甲方，表露出来了一点和沐尘他们公司和合作的意向，让沐尘喝了几斤白酒，喝到进了医院洗胃，还让沐尘改了18次方案，最后才表明一切都是戏耍沐尘他们公司，直接撤资走人。沐尘从此就憎恨上了萧云。你有钱确实了不起，现在也该让你明白我这个发怒的老实人有多么恐怖了。心里想着，他已经联系上了罗征，跑去和罗征会面。罗征失去了一条手臂之后，已经换上了一个机械假肢，不过因为科技的限制，假肢还是没有真正的肢体那么方便。见到沐尘，他不敢表现出来任何的埋怨。福利院的事情帮我处理好了吗？沐尘问道。罗征点头，都已经处理好了，已经通电通水了，随时可以让人入住。沐尘很满意。罗征提醒沐尘，我知道你就是纯情大男孩，现在龙国已经在找你了。沐尘一挑眉，这么说来，你想举报我？你可以试试看。罗征立马摇头，不敢，不敢。他经历过那个可怕的时代，所以很清楚穷奇的战力。只要不动用核弹，那头凶兽绝对不可能死。所以他要是敢举报，最后遭殃的还是自己。很好。沐尘点头道，我很忙，后续的钱我会给你，你全权帮我负责福利院的事情，对他们好点。罗征试探性询问，没有其他事情了？在他的记忆之中，
穆老六的形象就是到处坑人，竟然愿意拿出自己的钱造福社会，这简直让人感觉匪夷所思。穆晨笑道：“当然有其他事情，我很不喜欢萧氏集团，他们最近打算圈一大片地，利用房地产赚钱。你们是土地资源管理局，麻烦你驳回一下。”这……罗征有些为难道：“你知道萧家老五是什么人吗？他可是我们天海市三把手。”“我不管，你自己去想办法。”穆晨道。说完转身就走。回到家里，帮他开门的是琼奇。此时琼奇的肚子已经越滚滚，成了一个标准的大橘猫，很乖巧。“哥哥你回来了，进游戏。”穆悠悠迫不及待。“那么着急进游戏做什么？除了刷怪就是刷怪，多无聊。”穆晨笑呵呵，心情不错。穆悠悠道：“我想快点见见我们的财神爷，他手里肯定有更多的装备，能让我的属性继续长进。”穆悠悠获得过大量的属性点，全都加在了力量、智力和精神上面，这就导致他的3攻极高，几个技能下来，甚至可以击杀沐尘，和开挂都没有什么两样了。但是穆悠悠还是不满意。“行吧。”沐尘撇撇嘴，继续进入游戏。一进游戏，他就听到了埃莫比斯的传唤：“纯情大男孩，你在哪儿？来都城一趟，我找你有事。”这种传唤用的是神域世界的方式，需要消耗1枚大道传讯符，不管人在神域世界的哪一个方位，只要用这种符纸就可以立马接收到消息。但是大道传讯符很贵，一张符纸1万金币，所以要不是有急事，没人会轻易用这种符纸。而埃莫比斯这次竟然用了30多张，足以看出埃莫比斯现在的急切，这样才好，自己才有讨价还价的机会。沐尘必须要争取早日把埃莫比斯的价值榨干，那可是他们神国的神藏，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哪怕是再差，也足以让自己纵横整个神域世界了。走，我们去传送，找埃莫比斯。沐尘道。穆悠悠很兴奋，小手手紧紧攥住沐尘的3根手指，点了点头。沐尘又问凤熙：“你呢？红名值这么高，他们不可能让你进都城的。”凤熙耸耸肩：“无所谓，我随时都能突破到3转，自己在周围逛逛就好。”沐尘问道：“真的只是逛逛？”“不，我感受到了，这颗星辰上面似乎有一个印记，我要探究，说不定可以把灵气引入你们蓝星。”沐尘撇撇嘴，也不知道过早的灵气复苏是否会给蓝星带来灾难。不过仔细一想，这似乎是好事，让蓝星灵气早日复苏，未来面对侍女超星系团的时候就能稍稍轻松一些。他们分别很快就传送到了都城。都城之中，并且在丞相府之中见到了埃莫比斯。沐尘一眼就看出来了，埃莫比斯已经借助自己的能力拿到了一个魔器麻痹戒指。那个魔器之所以叫做麻痹戒指，就是因为魔器的材料是许多大魔一起进入雷霆本源之地，拿到了1点雷霆本源。雷霆乃是破坏的代表，但是物极必反，雷霆本源则是带着蓬勃的生机，而且还带有麻痹属性，这才能打造成麻痹戒指。要是雷霆本源足够多，甚至可以打造出来至尊宝物。不过雷霆本源太难得，能打造出来一个麻痹戒指已经很不错了。沐尘必须要把麻痹戒指忽悠过来，所以一见到埃莫比斯，沐尘立马弯下腰，强烈咳嗽起来。嗨嗨嗨嗨！沐尘咳嗽个不停，看着十分痛苦，几乎要把肺咳嗽出来一样。抱歉，埃莫比斯，我不是没有看到你的传唤，而是因为我已经重伤，生命已经无多。第61章忽悠。沐尘知道自己在埃莫比斯的心里有多么重要，失去了神体的埃莫比斯，哪怕是安斯帝国都无法夺取，更不要说是整个天龙神国区域内的300万国了。所以他咳嗽得十分拼命。埃莫比斯，我们蓝星的医院和你们的医生不一样，没有起死回生的本事。我已经吃了很多药物，依旧没用，现实里面已经开始咳血了。想来我已经彻底没有了生还的希望，最多1个月就要死在家里了。他的演技惊人，咳嗽到撕心裂肺。果然，埃莫比斯一听，立马从王座上下来，惊慌失措道：“怎么样？你的生命还可以补充回来吗？”沐尘摇头道：“不行了，我已经要准备后事了。你的事情，我恐怕不能帮你完成了。”埃莫比斯低着头，沉默了很久。他知道，想要帮助沐尘，就只能用这个世界的东西。他知道天龙神国的一个位置，长着一种天元花，可以补充神族的生命力，凡人吃了可以长寿1万年。但是，天元花的位置在现在的一个5星帝国之中，哪怕他是曾经的神明之子，过去之后，那些强者也不会给他天元花。看来唯一的方法就只能是手里的麻痹戒指了。这个戒指的材料来自于雷霆的本源之中，物极必反，充满生机，可以用来养人的身体。要是凡人戴上，活几万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这种宝物很强大，哪怕是隔着一个世界，只作用于灵魂，都可以影响到肉身。我的宝贝，
他思量半晌，一边的太监先开口：“陛下，你想要自己复国，已经没有任何的可能了，只能拯救纯情大男孩。依我看，把魔器交给他吧。”这是我的宝贝。埃莫比斯几乎疯了，如同咕噜一样瞪大了眼睛，灵魂都被魔气污染了。陛下，我是为了你好。老太监呵斥一声，忽然出手，一刀下去，把埃莫比斯的一根手指斩了下来。埃莫比斯这才猛然之间清醒过来，浑身发冷，知道自己这是被魔气控制了。魔气之所以被称为魔气，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魔力，会引导人心变得贪婪和黑暗。只有神明和大魔的神体和魔体，才可以抵抗这样的心灵堕落。只要把东西给了纯情大男孩，纯情大男孩也会变得更加贪婪，更加容易控制。纯情大男孩，你放心，我会拯救你的生命，把这个戒指戴上。埃莫比斯道。牧尘点头，接过魔器，把原本的黄金戒指摘除，把这个魔器戴上。戴上之后，牧尘感觉到戒指之中有一道声音响起：“我的主人，以后我将会带你横扫整个银河。”牧尘是杀了大魔菲利克斯的人，所以这枚戒指真的臣服于牧尘。但是那种针对灵魂的侵蚀也无法避免。牧尘甚至可以感受到戒指的戒灵化成了人形，那是一个身材火辣的女郎，臣服于牧尘，要把牧尘引入堕落深渊。下一刻，牧尘感觉自己胸口一阵发热，那是至尊骨在抵抗戒指的力量。至尊骨之中似乎有无穷无尽的符文交织，化成了一只巨大的手掌。这就是至尊骨的真正天赋。上苍之手。上苍之手出现，散发着五色神光，一把捏住戒灵，紧紧一攥，已经把戒灵捏碎。这恐怖的魔气已经失去了魔性，变成了普通的麻痹戒指。牧尘装作一脸贪婪的模样，抚摸戒面，声音沙哑道：“我的宝贝，贪婪是装的，但是兴奋是真实的。从今往后，自己的攻击就可以带上麻痹属性。虽然麻痹的时间很短，但是对所有等级的生命体都生效，哪怕是神明都不例外。曾经的天龙神国就有一些神明在对战之中持续被菲利克斯麻痹，丧失战力，只能做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自己万箭齐发，必然可以持续控制高等级的敌人。纯情大男孩，看到你精神焕发，我就放心了。”埃莫比斯奸笑。以后纯情大男孩会越来越贪婪，最后彻底陷入深渊，只要可以获取利益，就会变得肆无忌惮，什么任务都会接。牧尘道：“埃莫比斯，直接说你的任务和奖励。”埃莫比斯点头，这个任务决定了我能否彻底掌控安斯帝国。任务内容就是让你去偷取安斯帝国的兵符。第62章，恐怖的副本。安斯帝国总共有3块兵符，只有掌握2块和以上的兵符，才可以真正掌控安斯帝国。现在埃莫比斯已经拿到了1块兵符，还有2块兵符都不在安斯大帝的身上，而是被安斯大帝放在了2个绝对安全的地方。那是2个副本秘境，一个副本是45到50级的副本，还有一个是95-100级的副本。安斯大帝的手里有2个传送阵，只有他可以开启，伸手就可以拿到那2块兵符。所以哪怕是把1块兵符交给埃莫比斯，安斯大帝依旧不慌。毕竟那2块兵符都有闪耀级别的傀儡守护，而且进入上限是5个人，在同等级之内几乎没有人可以击杀那种级别的傀儡。但是牧尘就连大魔都可以击杀，埃莫比斯相信牧尘一定可以击杀那2个傀儡，拿到兵符。埃莫比斯说出这个任务，但是并没有任何的奖励。这是我成为安斯帝国新王的必经之路，你若是不完成，我就判定为你的任务失败，收回那个长靴了。天龙长靴早已经落在了牧尘的手里，那就是牧尘帮助埃莫比斯登顶的奖励。提前拿到相当于一个体验券，只有完成任务才可以成为永久长靴。有没有安斯大帝的名字？我直接消耗我的寿命，开个锁头挂，杀他好了。牧尘眯着眼道。埃莫比斯摇头，安斯大帝很神秘，就像是凭空出现，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3000年之前开始忽然接管了安斯帝国，并且以安斯为名管理帝国到现在。牧尘又问，能不能安排我和安斯大帝见个面？也不行，安斯大帝的行踪飘忽不定，只有在大魔的封印出现松动的时候，或者是他想要出现的时候才可以出现。埃莫比斯再次摇头，这让牧尘感觉很棘手，毕竟这颗星辰和蓝星差不多大小，安斯帝国也有龙国那么大，想找一个 NPC 太难了。不要想这些捷径了，就安心窃取兵符吧。说着，埃莫比斯已经给了牧尘一个卷轴，那是副本进入卷轴。对于玩家来说，副本进入卷轴也是相当珍贵的东西，一旦进入其中，肯定会有大量的收获。副本进入卷轴出现在现在游戏的前期，放在一般的游戏里都可以拍卖出一个惊人的价钱，放在神域世界更加了不起，恐怕可以拍卖出来几千万上亿的价格。毕竟没有玩家愿意放弃这样一个宝藏。行，牧尘点头，
转身就要走。埃莫比斯问道：“你的穷奇呢？最近遇到点麻烦，在看家，我自己就行。”牧尘道：“他们打游戏的时候，灵魂会进入神域世界，相当于睡眠。这种模式相当危险，所以特意把穷奇放在外面看家。没有穷奇的话，我就要给你一点提醒了。”埃莫比斯道：“你只有30分钟的时间可以窃取兵符，10分钟之后就会被安斯大帝发现，算是任务失败。30分钟够了。”牧尘当即用了卷轴，和木由进入了副本。一边的太监皱眉，有些担心道：“神子，你确定纯情大男孩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实际上，他们为了窃取这个兵符，之前已经派人进去过一次了。这个人是他们神国曾经的一转傀儡，也是50级的闪耀级傀儡。因为是傀儡，材料很好，所以属性感人，但是依旧死在了里面。”老太监道：“要是他有穷奇，我还放心一些，但是他没有穷奇，我总感觉他不行。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副本，开启卷轴，一旦失败就没有机会了。”埃莫比斯叹气道：“我们只有相信纯情大男孩了，希望他可以在30分钟之内完成，否则被安斯大帝发现，依旧算失败。”而此时，安斯帝国东部群山之内，安斯大帝带着3个大臣正在破解一个法阵。这个法阵已经破解了3000年了，还是打不开吗？安斯大帝叹气，有些无奈。其他3人都摇头道：“不行，你也知道，这可是众神布置的法阵，恐怕还是需要他们神族过来才可以开启。”你是说埃莫比斯？对。安斯大帝摇头道：“请埃莫比斯就没有意思了，一旦神藏开启，里面的宝物肯定全都属于他。”一个大臣道：“王子，我们要么就臣服，要么只能放弃。你也可能看得出来，埃莫比斯很有野心，想要夺取安斯帝国。”安斯大帝冷笑一声：“可笑！夺取安斯帝国？我看他就是在做梦。我把兵符放在了那2个副本之中，里面有我们带回来的傀儡，也有我们带过来的法阵。只要有人在里面逗留超过30分钟，法阵就会发出警报。所以，除非是年轻的神明拥有神体加成，否则不可能有人将其拿走的。”说着，安斯大帝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自豪的表情。说的也是。3个大臣道：“但是埃莫比斯拿不到兵符，我们也拿不到他的神藏。”安斯大帝笑道：“实在不行，我们就杀了埃莫比斯，用埃莫比斯的头颅试试。”他们尽情讨论，并不知道牧尘和木由已经到了他们的副本。这儿是一个草原，山清水秀，很漂亮，有一大批的牛羊在安静吃草。但是当牧尘看到那些牛羊的属性之后，就有些诧异了。怪物名称：矮人战羊，矮人族圈养，用以战斗的坐骑。怪物品级：精英，非 BOSS。怪物等级：80。血量500万，物理攻击5万，物理防御5万。技能：野蛮冲撞，以极快的速度进行直线冲撞，造成物理攻击 x4等于2000000点伤害，冷却 5s。 那些牛更加恐怖。怪物名称：天牛，天宫圈养的肉牛。怪物品级：精英，非 BOSS。怪物等级80。怪物血量5500000，物理攻击55000，物理防御55000。技能：直线挑飞，用尖锐的牛角挑飞敌人，造成物理攻击 x5等于2750000点伤害，冷却 7s。 第63章死亡射线。这真的是45到50级的副本？牧尘有些不敢相信。按理来说50级封顶的副本，普通野怪的上限只有50级，没想到这儿的普通野怪竟然到了80级，而且数量众多，密密麻麻。天牛有2万只，矮人战羊有8万只。这样的阵仗，换做任何一个人来，都只有受死的份儿。哪怕是埃莫比斯过来也不行。埃莫比斯没有大规模的群体伤害技能，肯定会被众多野怪碾压过去，死无葬身之地。有115亿的生命值也不行，根本就扛不住。牧尘看了一眼远处，远处有一座50米高的小山，小山上面有一个祭坛，祭坛之中就放着一小块玉石，应该就是兵符了。但是祭坛的周围还有一个巨大的禁制，让人无法进入。解除禁制的方法就是杀光所有牛羊，因为这些牛羊的生命已经和那个禁制绑定，只要有一头牛羊活着，禁制就会存在。难怪埃莫比斯找到了我。牧尘道。实际上牧尘可以看得出来，哪怕埃莫比斯选择了自己，依旧不放心，认为30分钟之内自己也无法完成。但是他们明显是小瞧了自己。现在牧尘的攻击速度已经达到了 85.7 次 S， 每一次的攻击都可以分裂成16道，也就是说每秒钟牧尘就可以让1360只牛羊染上上苍结光的 buff， 然后只需要过50秒，这些牛羊就会自然死亡，然后让牧尘的伤害变得更高。
最重要的点在于，现在牧尘还只是一转巅峰罢了，在他没有转至2转之前，根本无法提升等级。所以这儿对于牧尘来说，简直就是刷伤害的天堂啊！妙啊，你去引怪，我来刷野。牧尘还是采用来老套路，让木游引怪。虽然牧尘自己的速度也已经达到了857米每秒，遇到这些秒速度不过100多米的牛羊，根本没有压力。但是他就是懒，哥哥让妹妹干活，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不然等到小丫头长大，恐怕就要打压自己了。木游也没拒绝，跑了出去，撞破了阴障，带着牛羊到处跑。牧尘则是动手，让所有的牛羊都染上 buff。原本宁静平和的草原，一瞬间变得大乱，所有的牛羊都变得狂暴了起来，身形都变大了2倍，无比的凶残，踩在地上，让10几公里的草原都震荡个不停。50秒之后，牛羊开始一批一批倒下；100秒之后，牛羊已经死得七七八八。最后，除了100多只对木有威胁的牛羊被木有击杀，其他的都死在了牧尘的手里。加上埃莫比斯的眼泪增幅，他的伤害增加了20万点，秒伤达到了30万，而那个祭坛周围的禁制也因此破碎。打扫战场，牧尘笑嘻嘻的，有木有在这儿就是好。10万头野怪给他带来了3万多的金币，还有3万多的装备，叠加在仓库里面，看着满满当当的。好了，拿了那个兵符，我们走人。牧尘朝着祭坛走了过去。下一刻，小山竟然开始震动，化成了一个巨大的石头人站了起来。怪物名称：苍山傀儡，由众多小傀儡融合而成，生命力惊人。怪物品级：闪耀级。怪物等级：100。生命值50亿。物理攻击30万。魔法攻击30万。物理防御80万。魔法防御80万。速度200米每秒。技能：回春，当生命值降低到 10% 的时候，恢复 30% 生命值，此技能在一次战斗之中只能发动1次。狂暴，当生命值低于 30%， 攻击力 x3 倍。死亡光线，用眼睛发射绝对锁定的光束射中敌人，将敌人传送到死亡之地。此技能在一次战斗之中只能发动1次，死亡之地将会对现实造成影响。这么高的生命值，简直和埃莫比斯一样可怕。木有无比惊讶，只能说这个副本太恐怖了，实现半个小时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哪怕是牧尘都要压线才能完成。木有提醒牧尘，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只剩下25分钟，要不要放弃？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影响。不放弃。牧尘摇头，一起打。说完，他的普攻已经全部落在了苍山傀儡的身上，直接触发了10层 buff。同时，牧尘也开启了魔界的隐身，隐身发动，被动也被激活，伤害 x2， 也就是秒伤600万。木有也动手，发动了自己一转之后的新技能荒古之力。他目中射出一道光芒，击中了石头人，瞬间造成了200万伤害，并且对石头人造成了减速效果。之后，其他的技能也是层出不穷，3秒之内打出的伤害超过1000万。这样的伤害远远超过了整个蓝星全体玩家。如果单挑发动时间瞳的能力，甚至可以轻易击杀牧尘。但是对于这样的 BOSS 来说，还是太少了，只能算是锦上添花，吸引石头人的注意力。你这隐身的臭虫，惹怒我了！石头人咆哮，眼睛里面射出2道恐怖的黑色光线，秒速度远超10000米。锁定的就是隐身的牧尘。走！木有毫不犹豫，左眼迸溅青色光芒，化成了一个时钟，秒针转动速度变得慢了5倍。时间瞳，时间瞳发动，死亡光线速度变慢了5倍。但是哪怕是变慢5倍，秒速度依旧超过2000米，时速超过7万公里，如同陨石一样，牧尘依旧躲不过。木有一咬牙，再也不犹豫，再次发动时间瞳。那个青色的时钟之后，再次浮现出来一个更大的时钟。这个时钟和之前的时钟不一样，秒针的转动速度加快了5倍。刺啦！木有如同划破了空间一样，瞬间闪到了牧尘身前。啪的一声，木有被当场击中。下一刻，木有已经从原地消失。那是一次战斗只能用1次的死亡光线，会对现实造成影响。第64章，任务完成。牧尘惊呼一声，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慌张。他有全知神眼，所以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是局势第一次超出他的把控，也不知道对木有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你不用管我，先杀怪。木有发来消息提醒。牧尘放心了，在确定对方已经没了杀招之后，火力全开，不停叠加 buff。10几分钟之后，石头人血量降低到了 10%， 然后发动回春，再次上升到了 40%。
又是10分钟之后，巨大的傀儡总算是倒地，没有爆装备，只有一个兵符，还有一块牌子。我这脸太黑了，牧尘感叹，觉得自己肯定是整个神域第一飞球了。这可是闪耀级 BOSS，100级的 BOSS， 狗屁都不给自己报。只有一个令牌被他拿了出来，工会令特殊物品。物品效果：当玩家的声望超过100点，持有此令牌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工会。工会令，这算是后期的东西了吧？竟然现在爆了出来。牧尘撇撇嘴，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运气好还是运气差。毕竟工会就相当于龙国古代的宗门，可以开宗立派之人必然是一方宗师。放在游戏里面，也就有了后期开宗立派的传统。一般来说，建立了工会之后，加入工会会有各种各样的 buff 加成，比如经验增加相应百分比，攻防增加相应百分比。对于牧尘来说，诱惑力似乎并没有多大，他收起来，打算出去之后卖掉。当然了，不是卖龙国的钱，哪怕在游戏融合现实的初期，龙国依旧用龙币，他也用不了那么多钱。最好可以换一些市面上买不到的蕴含灵气的东西，比如千年人参、万年灵芝、东海深处的龙珠，也就是一些奇特的珍珠等等。有了这些东西，他才可以在现实之中提前增长实力。拿了这2个东西，牧尘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所以立马使用卷轴离开，重新回到了埃莫比斯所在的大殿之中。而此时，埃莫比斯和老太监都盯着一个时钟，气息有些压抑。27分钟30秒了，他们的心情十分压抑。老太监道：“还有2分半，他要是再不出来，任务就失败了。”埃莫比斯深吸一口气道：“我知道。”然后双手合十，小声祈祷，希望可以拿到。太监问道：“要是拿不到呢？”埃莫比斯眯着眼睛道：“我其实可以感受到安斯大帝的野心。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想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碍于所有大臣的面子，他才没有这样做。要是窃取兵符失败，被他抓到我要篡权的把柄，肯定会杀我立威，以此来威慑300万国度。试想一下，曾经的天龙神子都被安斯大帝杀了，其他人会怎么看安斯大帝？哪怕不会臣服，也会多几分忌惮。这么一来，自己反而会成为安斯大帝的垫脚石。一会儿纯情大男孩要是出来的早，没有暴露，我就亲自走一趟，直接通过副本的入口进去，唤醒我的神体，再拼一把。”埃莫比斯道：“如果纯情大男孩暴露了，那么我们立马带上他跑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埃莫比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盯着时钟，只要看到分针转动到30的时候，就立马跑路。但是下一刻，牧尘已经出现在了他的大殿之中，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玉石，不是玉佩还能是什么？纯情大男孩，你竟然真的成功了！埃莫比斯惊呼一声，不敢相信。但是下一刻，他立马意识到了什么，问道：“那个少女呢？”这种高级副本会限制生命，哪怕死在了里面，也只能在里面复活，根本不可能轻易离开。但是现在纯情大男孩已经回来了，那个带着穷奇的少女却没了，让他内心不安。牧尘瞬间戏精附体，咆哮道：“埃莫比斯，是你，就是你害了我妹妹！你没有说明白，让她进入了死亡之地。”“什么？竟然进入了死亡之地？你知道什么是死亡之地？”牧尘问道。他也没见过死亡之地，所以对死亡之地没有个明确的概念，只知道会影响到现实。埃莫比斯点头道：“那是一片极度危险之地，传说是域外某些超级天才的试炼之地，普通人进去必死无疑。而且要是灵魂受伤，会映射到现实。放在你们的层面上来说，就是游戏受伤会影响现实，游戏死亡一次，肉身就会被影响一次，多死几次，肉身就会彻底消亡。试炼之地，合着还是一个好地方。”不过牧尘心里这样想，嘴上自然不可能这样说。他悲痛万分，道：“为了给你完成这个垃圾任务，我失去了最爱的妹妹。你陪我妹妹，你陪我妹妹。”埃莫比斯正色道：“她能否活着，就看她的造化了。我可以补偿你，让你在游戏降临之后的世界之中纵横天下。”说着，他拿了兵符，向牧尘保证：“你放心，等到你升到了100级，再帮我拿到另一块兵符，我会给你超过整个蓝星价值的宝物。”牧尘知道埃莫比斯这是想要翻身拿神藏了。神藏的开启条件有2个，一个是大量修炼者的血气，也就是需要让大量士兵死在里面；第二个就是埃莫比斯自己。神藏开启，里面随便拿出来一个无级别的装备，价值都超过整个安斯帝国。希望你不要言而无信。牧尘冷哼一声，转身离开。只有埃莫比斯在原地低头沉吟，魔气已经影响了他的灵魂，让他变得贪婪，就连妹妹都可以用来交易，这样才好。纯情大男孩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逐利的机器，我们可以随便利用。埃莫比斯哈哈大笑。牧尘也知道埃莫比斯的心思，从宫殿出来之后，
就再次联系了穆悠悠。丫头，在那边怎么样？第65章，荒古修士，恐怖如斯。穆悠悠那边很快就传来了消息，挺好的，挺好的。穆悠悠回应，对，挺好的，有一群怪物，十分强大，需要让我拼杀，杀了就有自由属性点。只是这儿没有安全区域，无法让我脱战，暂时不能下线了。不能下线，让沐尘有些犯难。我去问问凤熙，说不定他有办法。沐尘叮嘱了一番，让穆悠悠自己多注意，然后就不用操心了，去找了凤熙。死亡之地，凤熙摇头，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地方，但是根据你的形容，有点像荒古修士都喜欢去的一座塔。什么塔？是天塔，传说是某一个无敌的存在炼制的武器，可以镇压全宇宙，里面自成一方世界，辽阔无边。凤熙道，我也曾去过，里面埋葬过数不清的天才，哪怕是我也有亲眷死在里面，天凤都曾死在里面，足以看出这座塔的恐怖。凤熙继续道，里面确实有大量的怪物，只要击杀就能从怪物的体内获得一些本源精华，可以让人进步。他说的有大量属性点，只是把本源精华数据化罢了。能出来吗？沐尘问道。凤熙摇头，不行，这座塔有13层，只有清理完1层的怪物才有喘息之机，通过13层才可以彻底自由。在我那一代，通过13层的只有3个人，不知道悠悠能不能出来。沐尘只能隔段时间就询问一番，大有一种女行千里赴担忧的感觉。结果很久之后，他打开聊天框，刚刚想联系穆悠悠，穆悠悠已经发来了一个消息，哥哥，我找到了一个宝贝，好像是个圣器，后面还附带着属性，是个1000级的圣器，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没用，但是这个圣器的价值无疑是可以比拟一个2星帝国的。凤熙不可思议道，这是死在里面天才的物品，那么大的地方竟然被他找到了。沐尘撇撇嘴道，气运之女不能比。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想问，结果刚刚打开聊天框，穆悠悠又发来了一个消息，哥哥，我又找到了一个宝贝，好像是个神器。凤熙看了一眼道，这是我们曾经都十分眼馋的碧落珠，能让灵气带有剧毒，可以叠加，类似你的至尊骨。沐尘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感觉全宇宙的气运都被穆悠悠给剥夺光了，难怪叫做本宇宙气运集大成者。他们又等了一段时间，他想要进行第3次慰问，还是巧合的收到了穆悠悠的消息，哥哥，我救了一个小孩，他要带我去他们的部落。小孩？凤熙惊骇，传说里面确实有居民，只要找到那些居民，就有机会揭露关于噬天塔的最终秘密，但是我们都没有找到，没想到被悠悠找到了。这一次，沐尘实打实的咳嗽了起来，感觉有些心累。哪有这么不讲道理的好运？所有好事都被他一个人遇到了。被噬天塔的原住民带走，穆悠悠彻底放松了，跟沐尘联系，哥哥，那个埃玛福尔森老爷爷回去了，他想联系我，但是这儿信号不好，我让他联系你。听到埃玛福尔森的名字，沐尘的内心顿时无比放松。这可是3星帝国第1富商，钱对于这种富商来说就只是一个数字罢了。埃玛福尔森之所以来安斯帝国，也只是为了带动一下安斯帝国的经济，扛起一定的宇宙责任。只要沐尘有金钱方面的困难，埃玛福尔森只需要张开手掌，露出指缝之间的一点细沙，都足够让沐尘撑死。果然，下一刻，埃玛福尔森已经联系上了沐尘，直接在沐尘的面前打开了一个巨大的银屏，形成3D 投影，就像是在沐尘身前。刮去了乱糟糟的胡子，换上一身看似轻薄，实际上却防御力惊人的装备，埃玛福尔森看着像是年轻了几千岁。您好，善良的纯情大男孩，我已经平安和家人团聚。埃玛福尔森问道，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开口。沐尘装作一脸错愕道，帮助？你一个老乞丐，能帮我什么？我把金币给你，就没有任何要求回报的幻想。埃玛福尔森哈哈大笑，纯情大男孩，我实话跟你说，其实我是9云帝国第1富商，控制着一大片星域的经济命脉，财富更是以万亿为单位，你有什么金钱方面的困难都可以找我。沐尘唏嘘感叹，原来如此，但是我确实没有任何求你回报的念头。埃玛福尔森道，年轻人，你的品质让我十分欣赏，既然你没有困难，那我就把当日你给我的还给你好了，现在银河系已经游戏化，倒是好操作。说罢，大手一挥，沐尘的账户上已经多了3000万金币。给了金币之后，埃玛福尔森瞬间关闭通讯。沐尘感叹，这富商就是有气度，借了3000金币，还了3000万，有钱了，我们该去购物了，先把你的天赋提上来。沐尘带上凤熙，前往距离狂风城1300公里的平原。那边有一座山，山上有一个山洞，山洞里面有个老人，名字叫做张莹。张莹卖的东西很多，有提升天赋的东西，也有许多可以觉醒天赋的觉醒石。这些东西大多都对沐尘没什么用处，但是沐尘必须要见一见张莹。
万一这个张莹就是张离的青梅竹马，沐尘必须要让张莹回去，最起码给张离一个交代。他和凤溪的速度都很快，1000多公里也仅仅只需要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后，沐尘进入了一个山洞，总算是见到了那个老人。又是一个冒险者，找到我就是你的幸运。你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只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我就可以给你。沐尘看了一眼，老人白发苍苍，但是属性可不是一般的恐怖。人物名称：张莹，荒古修士。人物品级：史诗。人物等级：250。生命值：300亿。物理攻击800万，魔法攻击800万，精神攻击800万，物理防御1000万，魔法防御1000万，精神防御1000万，移速3000米每秒，攻速300次 S。技能：强身万法不侵之秘技，物理防御和魔法防御提升5倍，持续 120S， 冷却300S。唯我毒法，魔法攻击提升10倍，持续 120S， 冷却300S。剑断星河，发出惊人一剑，造成物理攻击加魔法攻击 X40 等于 6.4 亿伤害，伤口无法愈合，冷却10S。沐尘无比震撼，这才是真正的荒古修士，同阶无敌，足以屠神。第66章，我不在乎他是否守寡。沐尘来到了张莹之前，可以感受到张莹身上有一种恐怖的灵压，这和那种来自于神明身上的神压是不一样的，因为不是体质形成的威压，所以就连沐尘的至尊骨也无法阻挡。遇到这样的强者，绝对是玩家的噩梦。哪怕沐尘强大，可以消耗血量也没用，只需要一发法球普攻，就可以打出高达800万的伤害，足以轻易秒杀沐尘。这让沐尘感觉站在张莹的身前，就像是在面对一个巨人。沐尘想要用全知神眼看看更多的信息，但是刚刚确定张莹的身份，却被这尊强大的荒古修士感知到了。冒险者，你在用什么手段查看我？让我有点不舒服。他只能感应到一点，却无法感知到全部。他的精神太强，而你的瞳术开发的太少了，哪怕是对1000级的神明用，也不要对这种人用。凤溪道。沐尘立马收起了自己的瞳术。张莹继续开口：冒险者，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沐尘点头：有，我想买你的天赋进化石。你并不需要，因为天赋进化石只能进化到圣级天赋，但是别人需要。沐尘咧嘴一笑道：那些人为了天赋进化石，都在苦哈哈的打怪做任务，想要凑够3000金币去找埃玛·福尔森。沐尘就是喜欢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用自己的一点金币损失，给那些人带来巨大的灾难，让他们知道，哪怕是重生回来，又如何呢？依旧占不到一点好处。张莹便拿出来了大量的天赋进化石，总共82块，每一块石头都带着五彩神光。这是生命本源凝露，好东西，可以补充我的生命本源，毕竟我亏损的太多了，天赋都有些受损了。凤溪眼睛发亮，翻了翻自己的包裹，发现里面的金币少得可怜。这一块10万金币。张莹道。凤溪立马开口：买给我。沐尘撇撇嘴，忽然就没有购买的欲望了。凤溪像是一条水蛇一样缠了上来，胸前的高耸顶着沐尘的身侧，藕臂勾着沐尘的脖颈，吐气如兰，撒娇道：买给我吗？下线了，你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哦，我有个功法可以传授给你呢。沐尘一张脸忽然之间黑了，这女人脑袋里除了想着要把自己榨干，就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吗？自己这是救了一个祖宗啊，除了保护自己和勾引自己，一点用处都没有。买！下线后有多远滚多远。沐尘立马掏出820万金币买了这些东西。凤溪拿了天赋进化石之后，直接一次性全部用掉。沐尘继续道：再给我来一堆好点的天赋觉醒石，有多少来多少。沐尘表现得如此豪气，让张莹也有了一点兴趣，道：既然如此，我可以给你一块神级天赋觉醒石。神级天赋觉醒石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沐尘问道。张莹笑道：不用钱，只需要你死亡30次就好。沐尘忽然感觉有些牙疼，很明显他想到了萧云。萧云不就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拿到一块神级天赋觉醒石吗？合着就是在这儿拿到的。关键是萧云都已经拿了一块了，竟然还有第2块。沐尘至今还记得重新见到萧云时候的模样，明明只是一个20多的年轻人，却变得白发苍苍，脸上都是皱纹，太惨了呀。具体是个什么流程？你跟我说说。沐尘问道。张莹道：我需要收集你的痛苦，打造一个针对神魂的法器，所以我会用30种最残忍的方式把你折磨到死，来收集你的痛苦。比如千刀万剐，就会一块一块慢慢割下你的血肉，我会避开你的所有重要器官，割1万刀之前都不会让你死，只有割1万刀之后才会让你死。比如刨落，
就会把你放在烧红的铜柱上面，把你活活烫死。在这些酷刑进行的时候，会无限放大你的感官，让你的痛苦加倍。如此死亡30次，帮我提供足够的痛苦之后，我就会把这块神级天赋觉醒石给你。这一刻，沐尘感觉头皮发麻，他总算是明白了，为什么几天时间就让萧云变成了一个老头。这样的苦，真的不是人吃的。3天时间，估计比3000年还要难熬。算了，我不要这块天赋觉醒石了。沐尘摇头，张莹有点失望。这时候，一边的凤熙提醒，我劝你一句，不要炼制噬魂珠，这种魔气实在是有伤天和。张莹有些惊讶，看向凤熙，没想到凤熙竟然懂这些。你是什么人？他问道。一个无名之辈。凤熙回答。张莹又问，你明明是完全体的荒古修士，怎么可能会是一个无名之辈？你来这儿有什么目的？这次轮到沐尘了，道，张离让我来的，他已经为你守了70多年的活寡，在听到你还活着的时候，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132块金币，让我来告诉你，他在新手村等你。说出这一番话之后，任务自动完成，沐尘忽然之间如释重负。他知道，张寡妇之所以可以活下来，其实就是因为在村长的人砍向张寡妇的时候，年仅8岁的张莹替他挡了刀，身中31刀，砍得血肉模糊，嘴里喊着不要伤害阿离，倒在了地上。村长的人最终还是于心不忍，没杀张寡妇。最后，年仅8岁的张离一边哭一边挖坑，把小手挖得鲜血淋漓，亲手埋葬了自己的青梅竹马。他把自己最珍视的玉佩放在了张莹简陋的像盒子一样的棺材里，口中默念：阿莹，这块陪我流浪的玉石是我最重要的东西，就让它陪你去往生。如果真的有来世，你就带上这块玉，我只要见到这块玉就知道是你。这一切都是沐尘从张寡妇的记忆之中看到的。看到那么小的身影遭受了这样的磨难，沐尘当时就感觉眼睛里进了砖头，眼睛雾蒙蒙，有一种纯爱战士应声倒地的感觉。现在张莹可以回归，最好不过了。没想到张莹却冷笑一声道，感情都是狗屁，他喜欢守活寡，那就让他守活寡吧。这一刻，沐尘忽然之间怒火腾升，这是一个男人应该说的话，不值，太不值了。张莹，你不要太过分。沐尘哪怕知道自己不敌，也猛然起身，用出普攻，一把刀化成了16把，切在了张莹的身上。-111，一连串不破防的强制伤害出现。张莹冷笑一声，外界来的蝼蚁罢了，也敢对我出手？给你100年的时间，你都不能让我破防。但是下一刻他的脸色就变了。当沐尘的胸口散发出一缕微弱的毫光之后，-300020，-300020，-300020，-300020，一个个巨大的数字出现，仅仅只是1秒钟，就让他损失了300万的血量。之后，沐尘隐身，伤害更是翻倍。鼠辈，偷袭我！张莹淡然一笑，根本不在意，只是一个弹指，就有一道光芒射了出来，化成了一把剑，刺中了隐身的沐尘。-7949180，一个巨大的伤害漂浮出来，沐尘已经原地死亡，然后原地复活，甚至就连痛苦都没有感觉到。刚刚复活又被击杀，本女王的人也是你能动的？凤熙横眉冷竖，猛然抛出金刚镯，小小的镯子速度太快，带着恐怖绝伦的力量荡开虚空，在空中留下了一圈圈水波一样的纹路，瞬间到了张莹身前。张莹的眼皮子都止不住一颤，从来没见过这种级别的宝物。硬接一击，不死也残。嗡！他速度太快，动起来让虚空震颤，3000米的速度甚至超出凤熙的极限，瞬间闪身到了凤熙身后。又是一个弹指，让凤熙也当场死亡。随后金刚镯才砸在山洞中，轰隆隆！金刚镯的力量太强，镶入山体，让整座山都狠狠一颤，犹如一场地震。幸好躲开了，否则这一下肯定让我晕眩。张莹长出一口气，神经紧绷，总能把握好2个人复活的刹那，在2人完全没采取任何动作之前，就能击杀2人。如此往复进行了10几次，沐尘总算是妥协道：算了，随便你自己怎么样，就让张寡妇一个人孤独到死亡好了。张寡妇就是张离，她自称张寡妇，这辈子都不会嫁人。沐尘不再多说，花了1800万金币，把剩下的天赋觉醒石也都买光。随后拿出来132块金币，也就是刚刚自己传话成功之后，任务卷轴给自己的132块金币，上面都有张寡妇做的标记，写的数字。张寡妇知道你还活着之后，就把所有的钱都标上了记号，只要凑够3000金币，他就能从新手村出来找你。但是找遍了整个家，也只有132块金币，被他如数家珍一般珍藏，最后给了我。这些金币你自己收着好了。说着
就把金币丢在了地上。张莹捡起地上的金币，看着那些数字，把东西收在了衣服的特殊夹层之中，冷笑一声，他还是和之前一样幼稚，活该守寡。沐尘不评价，转身就走，但是胸口还是有一口郁气，无法抒发。恰好刚刚离开山洞，他就看到了一个人从远处赶来，骑着一匹租来的马，直冲这个山洞，明显是驾轻就熟，不是重生者还能是什么人？沐尘毫不犹豫，发动神眼看了过去，一大片的信息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第67章，重生者尹逍遥。逍遥后真名尹逍遥，尹逍遥来自于龙国草原的战士家族，因为蓝星到了末法时代，所以走横炼之法。5岁时，尹逍遥父亲带上几个兄弟的子嗣，抛弃妻子，前往深山修炼。尹逍遥等人被丢入狼群，和狼厮杀，15个兄弟只有他一人存活。之后，尹逍遥为了获得力量，击杀自己父亲，走上了为了变强不择手段的路。他在得知神域和现实有一点联系之后，才进入神域世界。虽然彼时已经到了后期，他依旧大放异彩。在游戏彻底降临现实之后，尹逍遥为了变强，更是直接加入其他星域势力，得到了大量的好处，不过始终不如自己父亲。最后，尹逍遥在伙同其他71人进入秘境探险的时候，死在了时空风暴之中，得以重生。这一世，尹逍遥提前进入游戏，发育良好。尹逍遥的发育确实十分不错，竟然是等级排行榜上的第4，现在已经是31级。这大概是沐尘见到的第一个稍稍正常点的人了。哪怕是重生回来，目的也只有一个，杀了那个癫狂的父亲，为母亲，为自己的兄弟姐妹们报仇。上辈子尹逍遥没有乘上神域的前7班车，这一辈子只要不错过这些，尹逍遥有信心肯定可以战胜那个体修狂人。至于沐尘，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有信心正面一战，以雷霆手段震杀沐尘。沐尘看着这些信息，直摇头，这就是一个只知道练肌肉的莽夫，对自己没有任何的加威胁。不过尹逍遥脑袋里面的机缘还是不少的，那些机缘有大部分都是尹逍遥从别人口中听说的，因为自己错过了太多，追悔莫及，所有记得很清楚。比如那个乞丐艾玛，比如神器，比如这儿的张莹，比如下一个异星帝国之中隐藏的某一个技能可以增强肉身，而且那个技能还和某个沉睡的神国公主有关。但是前面的那些机缘他都没有赶上，所以一直都以为所有的机缘都是谣传。好在尹逍遥也凭借记忆拿到了几十万金币。此刻尹逍遥快马加鞭来，要买天赋强化石和天赋觉醒石，发育的还真是不错。沐尘自言自语，感觉尹逍遥确实优秀。沐尘和尹逍遥之间的仇恨并不多，但是尹逍遥为了达成目的，做了太多的恶事，曾经炼化了几十万人，将他们的血肉炼制成了一颗补充气血的丹药吞服，就只是为了达成击杀自己父亲这个可笑的目的。所以沐尘对剥削这种人还是很有兴趣的。他认真看了片刻，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发生在这2天的土地招标会上。天海市有一块地被人招标施工之后，挖出来了一株草，那是来自于万年之前的草药，灵气充沛，可以直接加强人类在现实之中的战力。尹逍遥之前不知道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但是这2天确定了招标的土地之后，打算只身前往，拿到那一株草药。土地招标会这2天似乎就只有萧家要招标那块土地，继续搞房地产坑钱。这么说来，应该就是那一块土地了。沐尘眯着眼，心道这萧家运气还真是好，竟然要招标这样一块土地。不过有沐尘在，他们怎么可能顺利中标？有了这些信息之后，沐尘打定主意，买到其他的必需品之后，就下线去看看那场会议。最好可以带上罗征，让他们出手，让那块土地流派，或者提升价钱，让萧家血本无归。我们走。沐尘道，和凤溪一起下山，正好和上山的尹逍遥擦肩而过。穆老六，尹逍遥还以为自己看错了，自己竟然会在这儿遇到穆老六。他回头看了一眼，没看错，就是穆老六，也就是游戏里面的纯情大男孩，所有的第一都是这家伙获得的。你在叫我？沐尘驻足，回头盯着尹逍遥。尹逍遥虽然神经大条，却也意识到了不妥，摇头道：没有叫你，你长得很像我一个故人。这句话沐尘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了。为了掩饰尴尬，这些重生者就是喜欢用这种幌子骗自己。故人，故人，你们心心念念的那个故人，不就是我吗？沐尘笑道：巧了，我和你的故人一个姓，我也姓穆，但是我不叫穆老六，我叫穆纯情。穆纯情？尹逍遥皱眉，你一个老六，有什么资格自称纯情？我都替你骚得慌。你要是想交朋友，以后就是我穆纯情的朋友。沐尘淡然笑道。尹逍遥摇头，不，
你想多了，我和那个故人有仇，我想杀了他。那你要杀我吗？不想。为什么？因为你是排行第一的纯情大男孩，我杀不了。尹逍遥眯着眼，眼神冰冷，道：你家在哪儿？我看不惯你，可以来线下整死你。沐尘笑了起来，道：王屋山。这一刻，轰！尹逍遥忽然感觉有一道惊雷在自己的脑袋里面炸开，因为王屋山这个地方太特殊了，就是他曾经修炼的地方。他至今依旧记得父亲把自己和14个堂兄弟姐妹丢进了狼群，说只有活着的人才有资格做尹家人，而他父亲那一代人，尹家死了80多人，只有5个兄弟活了下来。到了尹逍遥这一代，只有尹逍遥活了下来。尹逍遥依旧记得那是一个月圆之夜，他父亲见他活着，哈哈大笑，说不愧是我尹天仇的儿子。尹逍遥装作骄傲，靠近尹天仇，在距离只有3尺的时候，猛然抽出自己身后的匕首，刺了出去，但是却被父亲一脚把匕首踢飞。接着又是一阵大笑，道：不愧是我尹天仇的儿子。之后，尹逍遥就在王屋山进行了20年的地狱训练，受伤变残只是家常便饭，他父亲总有办法治好他，让他站起来继续受苦。所以听到王屋山3个字，尹逍遥身形都佝偻了下去，感觉胸腔疼痛，几乎要炸裂。他努力克服自己的阴影，大口呼吸着离开，进入了山洞。你注定要毫无所获了。沐尘咧嘴一笑，和凤溪离开。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第68章，为了杀那个男人，死亡算什么？尹逍遥进入了山洞，自然也见到了张莹。此时张莹手里正拿着一块写着132的金币，静静看着，不知道在思考什么。听到尹逍遥的声音，他如同大梦初醒，立马把东西收了起来。冒险者，你需要购买什么？他问道。天赋进阶石。没有。尹逍遥冷笑一声，高大的身影竟然显得有些阴冷，道：我知道你手段通天，那种东西你手里已经数不胜数。张莹一挑眉，这种事情你竟然知道？你又是什么人？尹逍遥道：一个无名小辈，但是对你了如指掌。他知道张莹，上辈子张莹暴露之后，不少人都来找过张莹，用金币购买天赋进阶石，还有寻常的天赋觉醒石。张莹手里的宝物就像是无穷无尽一样，不管给多少人，总是可以再次拿出来。按理来说，天赋进阶石放在神域里面，应该也是数1数2的宝石，用凤毛麟角来形容也不为过。但是张莹总是能拿得出来，而且总是以10万金币的价格售卖。也曾有人说过，张莹为什么不涨价？张莹笑而不语，从来没有给过任何人回答。这个人也因此被称作是整个神域世界最大的 BOSS 和神秘之人，到头来都没有人能探索出张莹的真实身份。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尹逍遥看到沐尘从山洞里面出来，依旧要进入山洞。张莹道：既然你对我这么了解，那我就不瞒着你了。说着，手掌朝前探了出去，手心竟然刻画着一个法阵，此时被激活，他从法阵之中拿出来了一块天赋进阶石，10万金币。你为什么不涨价？这是神物，哪怕是100万也有人买。尹逍遥也问出了这个困扰他的问题。张莹冷淡道：不用你管。尹逍遥没说话，拿出了10万金币，交换了那块天赋进阶石，点击使用。下一刻，尹逍遥的天赋已经进阶，但是还没有觉醒。我需要一块天赋觉醒石。尹逍遥道。张莹又拿出一块玄级天赋觉醒石，10万金币。但是尹逍遥拿到觉醒石，点击使用之后却没有任何的作用。怎么回事？没用？难道我的天赋超越了地级？张莹皱眉。上辈子张莹到头来都没有觉醒自己的天赋，所以并不知道自己的天赋等级。要是天赋是地级，用玄级天赋觉醒时，应该也会起到一点作用才对。一点作用都没有，只能证明他的天赋超越地级。有没有更高的天赋觉醒石？尹逍遥问道。张莹摇着头，没有。你如果想要，那就只有一种办法。什么办法？死30次，我会给你一块神级天赋觉醒石。行，你不要答应的这么快，死亡过程会十分痛苦，和你现实之中千刀万剐一样。张莹提醒。无所谓，我不怕死。尹逍遥眼神坚定。准确来说，不是不怕死，而是死过无数次了。他父亲为了培养他，总是让他和王屋山深处的猛兽大战。每次要死的时候，他就会被带回去，在经历无穷痛苦之后再被救活。死亡算什么？只要可以有力量，可以砍死他父亲，他可以忍。来吧。尹逍遥十分坚定。说罢，张莹忽然之间出手，双指如刀，从他体表划过，一看已经有一块血肉跌落。尹逍遥站直身体，如同麻木，没有任何表情。继续。
沐尘和凤熙在半路上抓了一只野怪，往回跑。沐尘自然没有本事逼迫那些野怪，这种事情还是要让凤熙来。那天凤的形象展露，哪怕是圣级野怪，也要把他当成祖宗一样供着。他们坐在一头巨大的独角和马头顶，凤熙正在闭眼打坐，消化那些天赋觉醒石和天赋进阶石。但是片刻之后，凤熙却睁开眼睛，有些不满。怎么了？沐尘问道。这些天赋进阶石有大问题。什么问题？凤熙道。他们动了手脚，加入了一些影响灵魂的东西，要是一般人用了，恐怕会变成他的傀儡。沐尘皱眉，吐出来。但是凤熙却摇头，不用，我可以把那些东西排除到体外，但是其他就不一样了，肯定会化成行尸走肉。沐尘感觉身体冰冷，不知道张莹到底有什么阴谋，竟然要这样残害大量的玩家。不用管他们，和我们无关，走人。凤熙催促身下的独角河马继续赶路，沐尘却嫌太慢，摇头道：我先走一趟，买一个替死傀儡和白玉佛像，买完之后我们要下线去寻找一个神药，你早点准备下线。说罢，他一路狂奔，很快就回到了狂风城，进入了一个古董店。里面的店长格外清瘦，拿着一根手杖，戴着圆帽，帽檐遮住了大半张脸，但是沐尘依旧可以感觉到他的目光似乎十分奸诈。你见过张莹？第69章奸商。沐尘有些惊讶，想不到这个店长如此敏锐。但是当他用眼睛要看穿店长，却被店长身后的一面镜子干扰了眼睛，感觉眼睛要瞎了一样。一个小小的安斯帝国，怎么隐藏着这么多可怕的大能？沐尘无法理解，想从这些人里面获取好处都不容易。心里想着，他走到了柜台前面，道：我不认识张莹，只是过来买东西。店长道：哪怕你骗我，也骗不过你自己。拿好这颗药丸，要是你被他的天赋进阶时影响，那就用这颗药丸。沐尘看了看那颗看似普通的药丸，犹豫了一下，还是拿到了手里。果然，他看到了这颗药的属性，解除一切精神控制。但是下一刻，店长就哈哈大笑：你拿了我的商品500万金币，不二价。沐尘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本来以为这店长是一个高人，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奸商。没有，我不要了。沐尘放下丹药。下一刻，店长的手杖一抽，竟然抽出来了一把刀，刹那之间弹射到了沐尘的脖颈之前。沐尘可以看到这把刀的属性，可以秒杀自己。本店概不退款。店长道。沐尘格外郁闷，手里又没钱，只能联系埃玛·福尔森。看到福尔森，店长这才收敛了一点，只要了50万金币。沐尘又花了300万金币，买了一个稻草娃娃和白玉佛像，自认倒霉，赶紧走人。欢迎下次光临。奸商道。光临个屁，祝你早点倒闭。沐尘骂骂咧咧，在原地下线。随后把凤熙和穆悠悠也叫了一下。穆悠悠现在在安全区，已经脱离战斗，所以也成功下线。怎么样？你有没有什么收获？沐尘问穆悠悠。穆悠悠道：属性涨了很多。打出来的属性点？对。穆悠悠点头。那些原住民把我捡到的宝贝都给我拿走了，说那些东西不适合我，要帮我熔炼，重新打造一些宝贝出来，但是还不够，让我找更多东西给他们。沐尘惊讶，他们的锻造技术这么强？凤熙插嘴道：传说里面的人是矮人，他们的锻造技术放在全宇宙里面都是顶尖的。沐尘听了，眼珠子一转，道：我有一块黄道仙金，是一个先帝的骨头，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打造？不知道。凤熙直接摇头，毕竟先帝的境界太高，当初只是一个弹指就能杀他，他根本无法揣测那种级别的存在。有机会了，找他们看看。沐尘道。随后他让2个人准备了一下，道：玩了几天游戏，身上都要发臭了，快去准备洗个澡，一会儿去问问罗征，看看萧家那些人竞标的是哪一块土地。萧家人要竞标的那块地非同小可，里面可是有一个神药，自己不提前拿到，就要被萧家拿了去。以萧云的本事，拿到神药之后，指不定出现什么突变。穆悠悠点头，和凤熙洗了个澡，各种衣服乱丢了一地。没眼看。小花。沐尘喊了一声，小花从外面跳进来。沐尘问道：有没有人突袭？小花点头，在地上写字。来了一伙人，和上次的人相似，像是幽灵，在盯着我们，很讨厌。但是当我要出手，他们跑了。沐尘皱眉道：萧家还敢出手？大概不是，那些人很强大，一般人请不动。小花写字。他作为流浪猫，在都市里面流浪了很多年，知道那种战力的恐怖。普通的萧家也就清一下血崖的底层忍者，上层的那些忍者如同修仙者一样，张口之间火焰喷薄，一刀斩断高山，根本就不在乎金钱。萧家可没这个本事。很好，这段时间你先不要进游戏了，在外面看家。沐尘说话之间，2个洗澡的女人已经出来了。穆悠悠还好，
裹着浴巾。但是凤溪就不一样了，直接走了出来，挺拔的胸脯如同高山，点缀着一点沁人心脾的美好颜色，一头红发披散，如同画中走出来的女人。美。要是沐尘不知道凤溪的性格，肯定会这样想。可惜沐尘知道，所以只是咂巴咂巴嘴，感觉索然无味。穿好衣服，影响不好。沐尘呵斥。琼奇更是捂着自己的眼睛，嗷嗷叫，像是瞎了一样。有这么难看吗？凤溪轻哼一声，穿了衣服，跟着沐尘很快就到了罗征的单位。第70章，我看见了太奶。此时罗征等人正在开会。罗征虽然身居高位，但是放在他们单位还是要受命于人。他们此次开会要说的还是关于萧家的问题。萧恒山说，让我们把城西那块地划给萧家，让萧家发展房地产。你们觉得我们如何开价比较好？领导讲话拿不定主意。萧恒山就是萧家老五，是天海市的3把手，几乎到了一手遮天的程度。萧恒山说，土地的定价让我们自己看，不要亏了天海市，但是也不要让萧家太难看。这句话本身就是在为难他们。谁不知道萧恒山的强势？嘴上这样说，但是一旦让萧家吃了亏，他们这些人肯定要被穿小鞋，以后在天海市之内寸步难行。其他人纷纷开口，城西那块地可不便宜，总价值500多亿，得看萧家出什么价格了。我倒是觉得给了萧家也是一样发展经济，半价给他们也没什么问题。我有不同意见。他们说了很多。许久之后，罗征总算是咬着牙开口道，这块地不能给萧家。所有人都齐刷刷看向罗征。以前他们都知道罗征这人很懂人情世故，今天是怎么回事？连萧恒山的面子都不给了。就连领导也有了意见，皱眉道，罗征，你知道你这个提议意味着什么吗？罗征自然知道，自己这个提议意味着自己可以保命。这是沐尘亲口发话，一旦自己不照办，那个怪物说不定要拿自己全家人打牙祭。他猜测穷奇应该是来自于神域的怪物，里面的怪物都是刀枪不入，不用核弹根本无法击杀。他除了提出这样的建议，还能怎么办？胡闹！所有人都呵斥，你这是要让我们整个管理局都得罪萧恒山，后果你承担不起。众人一顿劈头盖脸的批评，矛头全都指向罗征，甚至有人把一些陈年旧事拿出来，开始针对罗征，想要趁着这个机会打倒罗征，让罗征降级。这一攻击就是半个小时，罗征降级处理几乎都要成板上钉钉的事情了。终于罗征咬着牙开口道，我认识纯情大男孩。什么？有几个人都愣了一下，感觉纯情大男孩这个名字有点熟悉。仔细一想，这不是游戏里面的那个人吗？以全球现在对神域的重视，可以说得纯情大男孩者得天下。就这么一个人，很有可能会影响未来全球局势的发展。真的假的？这些人都是千年的狐狸，反应过来之后立马换上了一张笑脸。你能帮助国家找到纯情大男孩？他们都笑眯眯问道。罗征也不敢暴露，立马改口，游戏里面认识，关系很好，我能拉拢他为国家做事。游戏里面认识也可以了，有这个底牌你就应该早点说嘛，不就是一个萧恒山，还想左右我们管理局？众人都哈哈大笑。那就按照你说的办，这土地不给了，直接放出去让他们招标。领导更是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这些年来萧恒山2次3番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们萧家谋私，现在我不干了，为表决心，今天就把土地放出去让他们招标，哪怕是低价卖给其他人，我们赔钱也不给萧恒山。我早看他不顺眼了，该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了。他们都知道这样肯定会让萧恒山震怒，毕竟挑衅的味道太浓了。但是现在有了纯情大男孩撑腰，谁在乎？众人立马放出土地招标的消息，先放出了第1期土地招标，价格30亿起步。本来这样的消息都会提前很多天放出去，让那些大公司好好准备，但是临时放出消息，让所有大公司都有些手足无措。但是他们都知道城西那块地是一个香饽饽，谁能拿到谁就能大赚，所以很多公司都临时从账上挤出了大量资金前往招标会。萧崇山得知这样的消息，雷霆大怒，土管局的那些人想找死吗？敢吞我们萧家的地！萧崇山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给了萧恒山。但是萧恒山询问之后，很快就再次给萧崇山回了电话。大哥，这些人反了，竟然让纯情大男孩撑腰，不给我们土地。不就是一个纯情大男孩吗？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萧恒山的眼睛都红了，道：你等着，我很快就让这个纯情大男孩人间蒸发。什么？纯情大男孩？萧崇山一听就想起了自己请杀手被一个怪物一口吞掉的事情，顿时浑身冰冷。这一刻
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太奶。